子被人羞辱后丢在门前，胸前还被做了标记。回到家中，当晚就吊死在房里。此时正在军营的凤九岩接到急报：少将军，800里加急，大小姐受辱自强，老夫人要您速归，带她入宫完婚。没有一丝犹豫，他跃起上马，飞奔回家。7日后的凤家门前，迎亲的人都到了，然而新娘却迟迟未出。听说凤家大小姐被一伙山贼掳了去，受了好大的折磨，凤家出动7位才把人救回来，好像已非完毕，这怎么还能入宫做皇后？凤家出贤后，这凤大小姐更是好命。先帝找人算过，她能庇我南齐昌盛不衰，是皇后的不二人选。不会真出什么事吧？新娘子怎么还没出来呢？而此刻凤家正厅内，奉旨迎亲的嬷嬷已经喝了好几杯茶，实在喝不动了。对于凤府递来的茶水，连连摆手。凤大人，令千金这是怎么了？要不我去新房看看？这一直等着也不是法子啊！若误了吉时，我可不好交代。定是贱内舍不得女儿嫁人，她素来是这样。我再让人去催催，嬷嬷再稍作片刻，必然不会误了时辰。说完这话，他对管家使了个眼色，管家会意，立马跑到了新房外敲门。夫人，小姐，宫里的人又催了。新房内根本没有新娘子的身影，只有不断拿帕子擦拭着额头冷汗的凤夫人。你想回去传话，就说嫁衣有问题，让秀娘补几针。夫人不得行啊，那嬷嬷已经催了好几番了，这要是再不给个准话，只怕要闯了来。凤夫人咬了咬牙，正心急如焚时，一道人影从侧窗翻入，动作潇洒如风。凤夫人先是一怔，警惕的后退。你是何人？母亲，是我。凤夫人看见是女儿，哭着上去抱住了她。九言，我的女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凤九言也不多说，立马换上了嫁衣。九言，委屈你了，娘知道你喜欢无拘无束的日子，如今却要你嫁入皇宫。母亲无需赘述，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皆已知晓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保住凤家。唉，你回来也好，这么多年，娘每天都很想你。母亲，微强现在如何了？微强已经入土为安，其实这样也好，他受的苦太重了，苟活于世只会生不如死。那晚他是被人丢到凤府门前的，浑身的伤，衣不蔽体，胸前还被落下。凤夫人说不下去，兀自抹着泪。是谁害的他？可有线索？是独得皇上恩宠的皇贵妃，那个妖妃，她害了微强。咔嚓一声，凤九言握碎了手中的脂粉盒。凤夫人见状，眉头紧皱。九言，娘知道你从小就在军营历练，身手不凡，但后宫和战场不同，好好保全你自己就成。那皇贵妃嚣张跋扈，害人无数，可不管她多么罪行滔天，皇上还是将她宠到了天上，你可别与她斗。凤九言披上红盖头，准备出阁时，屋外传来一道刺耳尖锐声：大婚暂停，咱家奉皇贵妃娘娘之命前来办差。凤九言伸手想揭下红盖头，却被凤夫人按住了。娘先去外面看看。屋外那太监格外嚣张，看见凤夫人出来，仰着头说话：听闻凤大小姐此前遭贼人所掳，皇贵妃为皇室名声着想，特命宫中女官来查验。查验什么？查凤大小姐是否还是完璧之身。什么？在新娘出嫁当天验身，如此羞辱人，实在前所未闻。但那太监领着宫中女官，来势汹汹。夫人，这可是皇贵妃娘娘的命令，您还敢违抗？凤夫人挡在闺房门前，寸步不让。即便是皇贵妃，也不能如此唐突行事，把我凤家的女儿当什么了？凤夫人，您这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，那就得罪了。随即他胳膊一挥，后面的侍卫纷纷向前，眼见就要扣住凤夫人。屋内传出了温柔却不软弱的声音：我凤家总共出过13位皇后，都有贤名，今日有人以我清白，想必我亦有无风不起浪之嫌。既是我一人之过，不愿陷整个凤家于不义，唯有以死明志，劳烦母亲为我寻3尺白绫，待我死后，我的尸体尽可让他们查验，届时便可知晓女儿是清白的。万万不可啊！方才还嚣张至极的公公，此刻也犹豫起来，又一个摆手，示意侍卫停下来。他上前几步，对着屋内的人假装恭敬：凤大小姐，事不至此，若您真的清白，便不要害怕验身，这2位女官都是经验颇丰之人，定会好好伺候着。公公，究竟是皇贵妃娘娘疑心我，还是皇上疑心？那太监眉头微锁，正要开口，却被凤九言打断。想来不可能是皇贵妃娘娘，她一个后妃，怎敢越界？质疑我这皇室3书6礼聘下的皇后，只能是皇上或者太后疑心，借了皇贵妃的名义。太监听到这儿，顿时后背发凉。凤大小姐，您岂敢？如果是皇家疑心于我，我凤家的女儿不受这莫须有的污名，即便今日这婚不成，也要上云台山皇陵诉一诉这冤屈。太监眼看到此地步，顿时心发慌，眼皮直跳。随后在皇宫的凌霄殿内，皇贵妃懒洋洋地靠在美人榻上，听完太监的禀告，表情瞬间冷了下来。凤微强那贱人，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太监连连点头。皇贵妃顿时火冒三丈，一脚踹开腿边的宫女，坐了起身来。他敢嫁进宫来，不怕大婚夜被揭穿？难道消息有误？他根本没有失真。娘娘，奴才不知啊。此时的喜轿已经抬入宫门，凤九言被安排在一处偏殿，等待及时入殿行礼。婢女莲霜在不停地提醒她：小姐，都说皇上不好服侍，曾一日斩杀数10位大臣，后宫那些自荐枕席的女子也都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被赐死，甚至还说皇上是杀神转世，是薛包吏。
但皇上起初不是这样的。自从他心爱的容妃死后，就变了一个人。皇上之所以宠爱皇贵妃，就是因为皇贵妃和容妃长得极像，后宫那些妃子也全都多多少少像她。可对于他不喜欢的女子，他都……莲霜担心小姐，但凤九颜却异常的平静。太后听闻凤府之事，对着身边伺候的桂嬷嬷道：“去年哀家过寿，见过那凤微强，她的性子太过柔和，哀家那时便觉得她难当皇后之位。今日这事儿倒新鲜，居然当众驳了林燕儿的人，哀家真是对她刮目相看了。可依这皇上对皇贵妃的偏宠，皇后娘娘纵然再聪慧胆大，也难以和凌霄殿那位抗衡。今夜难保皇贵妃不会折腾。你说的不错，哀家还记得秀婉入宫那日，皇上本来都要去宠幸她了，谁成想那林燕儿从中作梗，把皇上叫了去。可林秀婉那孩子，哀家这个姑姑也没能帮上她的忙。唉，皇上爱憎分明，后宫至今无人能分皇贵妃的宠，皇后娘娘今夜怕是也要独守空房的。及时到，凤九颜被婢女扶到大殿上，随后和皇上行新人礼。夫妻对拜时，风吹起他盖头的一角，他看到了暴君的脸，俊秀白净，眉眼温和，不似传闻中的暴力阎王模样，心中不由升起一丝疑惑。2个时辰后，婚礼结束，凤九颜进了新房，等人都退了出去，莲霜才敢开口：“小姐，皇上和奴婢想的不太一样，看起来没那么凶神恶煞嘛。”话音方落，一名资历较老的嬷嬷走了进来：“真是有养无诛，今日那位是瑞王呀，代替皇上行礼的。”什么？为何是瑞王代行礼？皇上呢？今日是容妃的忌日，皇上去祭拜了。说完，他便离开了内殿。莲霜的脑袋嗡嗡的响。小姐，皇上他怎么能这样对您呢？皇上不会过来了，我们先安置。莲霜刚给他取下红盖头，就有工人来传话：“娘娘，皇上回宫了，很快就会来您这儿。”凤九颜眉头一锁，把红盖头又盖了回去。可他们这边准备好迎接皇帝了，外面的工人又传话称：“娘娘，皇贵妃头急犯了，皇上去了凌霄殿。”今日大婚，皇帝竟让瑞王替他行礼，这件事你们没有一人提前知晓吗？奴婢不知。哀家虽不是他的生母，但也算尽心尽力抚养他长大，怎能还养出丑来了？太后娘娘，皇上回宫了，可他去了凌霄殿。荒唐！林燕儿那个贱人，今天这样的日子也敢闹事，真是被宠得没边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凤微强也是，难道一点手段都没有吗？就这么任由别人踩在头上，本还指望着他能压制林燕儿，如今看来也是够无用的。此时隔壁宫里，几个嫔妃坐在一起议论连连。大婚之夜都留不住皇上，看来注定是贵妃的手下败将了。皇后娘娘也是个苦命人呐，冬夏，明日将我这香居玉扇备着，我送与娘娘。是娘娘。唉。皇贵妃长得最像容妃，是得宠仙。皇后娘娘若是个聪明的，就该顺着皇上的心意，莫要闹起来。话音方落下，便有工人来传话：“几位娘娘，据说皇后娘娘去凌霄殿了。”皇后娘娘这么做不妥吧？那可是大大的不妥，如此沉不住气，岂不是让皇上厌烦？真闹起来，皇上定是偏心皇贵妃的。皇后娘娘这是何必呢？凌霄殿外，凤九颜穿着大婚的嫁衣站在门外，周围一群宫女都不屑地瞧着她，还说起了悄悄话：“被皇上冷落在新房就已经很丢人了，她怎么还有脸跑来这儿？就是要我都没脸住那个门。”守殿的侍卫以为凤九颜来求皇上回新房的，便上前说道：“皇后娘娘，皇上吩咐过，太医在里面为皇贵妃娘娘诊治，任何人不得打搅，请恕我等不能为您通传。”娘娘没用的，后宫一切事都是紧着皇贵妃先来，您这个时候要见皇上，皇上不可能。谁说本宫是来见皇上的？本宫听闻皇贵妃患有头疾，此药乃亦由医所配，治疗头疾颇有成效，可让皇贵妃一试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敢相信皇后娘娘只是来送药的。侍卫犹豫了一下，先入内寝室，随后有位太医出来，接过那药细细看了看，旋即像捧着宝贝似的赞叹：“这可是极为难得的神药啊！”随后一脸喜色走了进去。不久便有个太监出来，恭敬地对凤九颜道：“娘娘，皇贵妃用了药已经好些了，皇上说您有信了，让您先回去准备侍寝。”凤九颜没有一丝喜悦地回到了新房，先前还耷拉着脸不苟言笑的长侍嬷嬷立刻换了副嘴脸上前：“娘娘，这么多年除了皇贵妃，皇上就没宠幸过别的妃嫔，您可是头一个呢。”面对她的殷勤，凤九颜不屑一顾：“都退下吧，内殿有莲霜一人伺候即可。”很快其他人都退了出去。莲霜担忧地问了起来：“娘娘，皇上能来固然是好事，可您这样做不是和皇贵妃闹开了吗？夫人说我们在宫里的低调，不要树敌，尤其是皇贵妃。母亲也是这般教导微强的吗？”娘娘，隔墙有耳，该忘的您就忘了吧，切莫再提起了。他们离得远，听不见。我今夜去凌霄殿，是假借送药之名，实则探查那处的防守。防守？娘娘，您想做什么？我要亲手杀了他。什么？不行啊，娘娘，这太冒险了。确实冒险，不愧是宠妃。那凌霄殿的防守格外严密，廊檐两处还设有机关，目前还找不到缺口，我需要再去几趟才能摸透。可是娘娘，夫人说……你先前那话说得很对，该忘的就得忘了。我的娘娘，奴婢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不勉强你，你若也想为微强报仇，就与我一道行事。你若怕了，不敢与我同谋，就当做我什么都没说过。但我要做的，你也不可透露给他人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莲霜的额头冒着汗，内心挣扎了许久，干脆闭上了眼睛。娘娘，微强
小姐曾将奴婢当作姐妹一般，她被害得那样惨，奴婢也很难过。若能为她做些什么，奴婢也能无憾了。既然选了，就别后悔。娘娘，今夜圆房，皇上定然知道您是完璧，转头皇贵妃也知道了，怀疑您该如何是好？不用担心，一来皇上是一国之君，万万不会将床子之事随意说出口，尤其是说给自己的宠妃听，白白惹得他心中不快；二来，即便皇上说了，贵妃也不会信，只当是男人好面子，哪怕妻子不贞，也要强行咽下苦水，亦或者怀疑我们动了手脚。无论是何种结果，皇贵妃都不会在这件事上大张旗鼓的查，这是在公然打皇上的脸。可大婚前，皇贵妃就……大婚前我还不是皇后，大婚后我的身份便在那儿了。这样就不怕皇上过来了？他不会来了，我们安置吧。是，娘娘。凤九妍很快便睡了过去，然而到了半夜，身上却压来一个人，还伸手准备解他的裤腰带。他顿时警觉清醒，本能地抽出枕头下的匕首。黑暗中，那人扣住他手腕。皇后，这是想师君。莲霜听到动静，立马冲进内殿。娘娘，发生何事？给我滚出去！是男人的声音。莲霜意识到不妙，突然又一个太监跑进来。没长眼的东西，那是皇上。莲霜目瞪口呆，只能默默地走了出去。此时床上的凤九妍被按住肩膀，拿着匕首的手腕也被扣着，但她不敢挣开。皇后，不解释解释。臣妾为求自保，随身带了这匕首，不成想惊扰到皇上。皇上夺过他手中的匕首，旋即坐了起来。凤九妍也跟着坐了起来，但保持了距离。突然，皇上一个侧身，把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。朕杀的最多的便是那自作聪明之人。您是皇上，您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那么，皇后，你该不该杀？臣妾的命在皇上手中，而非臣妾自己说了算。朕让你说，若是臣妾自己说，那便是不该杀。不该嘛？朕可听说朕的皇后婚前遭人所掳，已然非清白之身。耳听为虚，臣妾是否清白，皇上一验便知。好，那便验上一验。说完，他把凤九妍推倒在床上，然后把匕首放在他的腹部。朕嫌脏，皇后自己动手吧。凤九妍怒从中起，她握着那匕首，手微微发抖。皇后再不动手，朕不介意叫人帮你。凤九妍闭上眼，转过头去，心想就当是受伤得了。刚要割开腰带，手就被皇上握住了。他转过头时，匕首被皇上夺了过去，随即扔到了地上。你是否清白，朕根本不在乎。既然你敢豁出一切，非要做这个皇后，就别再犯傻。比如明知朕在凌霄殿，还敢去找朕。凤九妍咬了咬牙，立马跪在地上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不会再妄图得到您的宠幸。皇贵妃是您心爱之人，臣妾会将她当作亲姐妹，像皇上您一样珍之重之。哈哈哈，真是凤家培养的好皇后。说完，皇上径直起身离开，随后莲霜跑了进来，看见凌乱被褥，还有凤九妍脖子上的血丝，不由得思考起来。这皇上还真是暴君，但是结束的也太快了吧！娘娘，奴婢伺候您净身。不用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凤九妍冷声打断，随后捡起地上那匕首，这让莲霜一脸震惊。此时凌霄殿的灵燕辗转难眠，不多时就有丫鬟匆匆跑了进来。娘娘，皇后娘娘那边没有浇水。本宫就知道皇上不会宠幸别的女人，皇后娘娘真是可怜。听说盼了皇上可久呢，肯定以为今晚能侍寝，早早让人备了热水，结果都没用上。怎会这样？皇上人都去房间了，皇后没抓住机会。或许是凤夫人教养不足，皇后娘娘不懂得房中之事，留不住皇上。行了，不必为皇上开脱。他为了凌燕而漠视后宫其他女人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凤微强与容妃没有半分相似，入不了他的眼。哀家早已猜到。不多时，凤九妍带着莲霜前来给太后敬茶。臣妾参见母后。皇后不必拘礼，坐吧。皇上忙于朝政，有些事难免会顾及不到。皇后你别在意。是。和他聊了会儿，太后发现这皇后一直面无表情，像是冷着张脸，天生不会笑。皇后，你是有什么烦心事？并无。太后扯了扯唇，心想这样没有情趣，难怪皇帝不喜。御花园的花开了不少，皇后，你陪哀家走走吧。是。太后带着凤九妍在御花园里逛，发现皇后还是一声未出。唉，她叹了口气，准备放弃，找借口辞宁宫。忽然一匹疾驰的马冲着她跑了过来，侍卫们立马在前方结成人墙护着太后，可随即就被冲散开。桂嬷嬷急声大喊：护驾，快护驾！眼看着太后就要命丧马蹄之下，突然一道人影迅速掠过，太后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拖着她的腰，带着她撤到一边。站定后，却发现救她的人竟是皇后。她伸手想吊住皇后，却见她一个飞身上马背，驾着风马跑了出去。天哪，皇后娘娘有危险，快去救皇后！但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，只见皇后又驾着马回来了，而且那马似乎很温驯，没再疯跑乱撞。凤九妍一个侧身下马，莲霜赶紧上前：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母后莫怕，她已经平静下来了。太后此时在看皇后，眼神里满含欣赏与喜欢。皇后，你这马术师从何人呢？哀家真是见所未见。臣妾儿时偷瞒着父亲，随舅舅学过骑术，只是些皮毛，能救下母后，才是用之有道。这时御马场的管事追来了，瞧见皇后驯服了烈马，惊叹不已。娘娘有所不知，这是西域来的烈马，送来的那匹马中，就这头突然发了狂，奴才们合力都治不住。
住。这母马有孕了，本就容易狂躁，并且西域到南齐，水土不服，也是诱引。回去后切莫打骂，给他多加些五桂草，让他单独一间马房，不出3-5日便可安好。凤九言摸了摸那马儿，滴滴滴呢喃了声，是匹好马，可惜了。此时不远处的观景高台上，一男很欣赏地看着凤九言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有如此技艺，实在难得。雕虫小技也能入你的眼吗？那马惊扰太后，斩了。另外，让皇后亲自监斩。皇上这样做对娘娘有些残忍。萧玉拂袖而去，只留一个威严不容违抗的背影。凤九言回到自己的永和宫，就有几位妃嫔前来拜见。凤九言也无心与他们虚与委蛇，打发了他们回去。但马上就有人来报告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已经知晓您臣间救驾有功，特赏赐予如意一对，另外命您监斩那凤马。莲霜一听这话，心里十分憋闷。凤九言却神情淡漠，没有一丝生气委屈的模样。午后的御马场，长侍已将那匹母马牵出马房，准备行刑。他们也都是爱马之人，纷纷向凤九言求情。娘娘真不能收回成命吗？这可是上过战场的良马。凤九言抓着缰绳，手掌轻轻抚过马腹，眼神透着股平静，与马儿对视，随后淡淡的开口：斩吧。刽子手将马牵至铡刀处，只要砍断那长绳，上方的铡刀就会落下，将马从当中斩成2半。凤九言坐在监斩的位置，就在铡刀要落下时，负责牵马的工人突然手腕一麻，他松绳的一瞬间，马儿扬起前蹄，急速狂奔。快拦住他！但他们本就跑不过千里马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越跑越远，消失在御马场的御林中。御书房中，侍卫们齐齐跪在地上。皇上，马跑出了御林，已经消失无踪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在外请罪，皇后监斩不力，罚公愤1年，其余人革职，逐出宫去。工人去殿外传话，随后再次回来禀告。皇上，娘娘说叩谢皇恩。皇后很好。慈宁宫内，太后为皇后感到不平，皇后才入宫，上下都去打点，皇上罚她公愤，让她如何治下？而凌霄殿内，下人第一时间跑来跟皇贵妃禀告：娘娘，皇后娘娘昨日刚成婚，今日就被罚了。皇贵妃没有回话，只是一直在那狂笑。次日，凤九言去慈宁宫的路上遇到一位公子，他一眼就认出这人便是大婚那日替皇帝行礼的瑞王。瑞王对着凤九言行了一礼：臣弟见过皇嫂。凤九言点头示意回礼，正要离开，瑞王忽然又开口关心：皇嫂昨日监斩，可有受惊？并无。昨日皇嫂制服那匹马时，臣弟恰好看到你的身手很好。其实皇上喜欢会马术的女子，皇嫂从这方面着手，或许能获圣宠。多谢。刚来到慈宁宫，太后便教导起凤九言：身为皇后，要管理好后宫的众多女子，上至四妃，下至宫女太监，另外还有劝谏之职。比如皇上独宠皇贵妃，你这皇后就当时常劝她雨露均沾，如此方能均衡各方势力，不能小瞧后宫。那些妃嫔身后就是一个前朝。凤九言看似仔细听着，其实心不在焉，他没有忘记申诉的仇恨。今晚要再去凌霄殿打探一番。此时的凌霄殿，绣房送来新制衣，缎面光滑照人。娘娘，皇上对您真是恩宠有加，这8的进宫的服光镜全都赏赐给您了。您今夜若穿着它侍寝，定能叫皇上移不开眼呢。皇贵妃脸上的笑容突然褪去，直直地盯着那一面上绣着的铃兰草，脸上浮现怒意。这绣的什么？娘娘息怒，杖80，赶出宫去。这一日，绣房死了13个绣女，宫中人心惶惶。晚上，皇帝来凌霄殿，皇贵妃撒娇道：皇上，那绣的东西太丑了，臣妾怎能穿出门嘛？您也觉得臣妾做错了吗？哈哈哈，杀了便杀了。突然，他往房梁上抬眼一瞧，长袍一挥，袖中一枚暗器飞出房顶，房顶上一黑影闪动，侍卫们这才惊觉有刺客，一个个刀剑出鞘，准备诛杀刺客。但那蒙面刺客身手了得，一个眨眼的功夫就化作一阵青烟消失了。眼看要跑出凌霄殿，面前突降一道人影挡住了他的去路，提掌便向他袭来。凤九言一个空翻躲到了他身后，并在袖中射出短剑。萧玉一个侧身躲闪，同时再一掌朝他后腰打去。凤九言后退了几步，再次放出一枚烟雾弹，一个闪身再次逃离。但萧玉的眼力极强，能捕捉到那道高速移动的身影。永和宫当真有趣。凤九言一回来，莲霜马上伺候他更衣，将脱下的夜行衣藏起来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无事。说完，他便走向浴室。莲霜刚走出内殿，迎面瞧见一人，一袭龙袍象征无上身份，此人正是皇上萧玉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萧玉直接迈步进内殿，内殿有道阁门，他径直推开，却见热气袅袅中，浴桶中坐着一个人。皇上，娘娘在沐浴。凤九言浸泡在浴桶中，背对着男人。皇上，请恕臣妾无法起身行礼。萧玉目光凌厉的一扫，确定那浴房里藏不住人，遂转身离去。莲霜刚要松一口气，萧玉突然脚步一停，再次看向浴房。这么晚了，沐浴。旋即他大步折返，直接走进了浴室。站起来，皇后，没听见吗？见他半天不动，萧玉的眸光变得愈发冷，直接上前抓住凤九言的肩膀，强行将他从水中提起。皇后正在沐浴，一男子突然闯了进来，还粗鲁地把她拽了起来，还用手指搓她的腰，疼得她忍不住闷哼一声。腰上有伤？没有，皇上怎会这样问？皇后的腰
很硬。说完，他转身便离去。凤九言微微放松下来，重新进入水中，眼底一片肃杀。连双见侍卫们都离开后，才赶来到凤九言身边。娘娘，他们不会再来了吧？凤九言穿好衣裳，站在浴桶边。突然，连双发现他嘴角渗出血来。娘娘，您这是受伤了吗？我需要运功调理，你去殿外守着。连双意识到此事严峻，立马出去守门。随后几日，皇宫上上下下都在找刺客，但都无功而返。这日，几个嫔妃来给皇后请安，淑贵人直言不讳。原来后宫无主，皇上才将皇后金印暂交给皇贵妃，让其行使后宫管理大权。可现在已经有您这位皇后了，皇贵妃还有什么理由霸占着金印？皇后娘娘，此事您该和皇上说说。皇上在宠着皇贵妃，也不能让人越权行事，乱了宫中法度啊。等这些嫔妃都走了后，连双赶忙劝道：娘娘，您可别听他们怂恿，他们都是想利用您呢。不，这金印得要。御书房内，太监正跟皇上禀告要金印一事。他想要金印，去，皇上，娘娘在殿外求见，就是为了金印。告诉他，再这么不安分，朕索性废了他。奴才遵命。皇后娘娘，您还是请回吧。金印一直是由皇贵妃保管，皇上不可能从她那儿收回的，除非皇贵妃自己不想要了。连双一听这话，甚是可气。娘娘，这金印我们还是别要了吧。但凤九言像是没听到一般，竟直接跪在了大殿门口。连双立马也跟着跪下，忐忑的不知所然。皇上，臣妾出嫁日，母亲劝诫，往织女家必敬必戒，无为夫子，以顺为正者，乃妾妇之道。是以丈夫所言，臣妾理应顺从。但入宫以来，太后也常言教导，夫为君，妇为臣。若丈夫行事不端，臣妾亦有拨正之责。今皇上宠一宫而废3000粉黛，难当明君之道，倒有效法纣王昏庸之行。金印落于凌霄殿，后宫无法各司其职，皇上大错。外面的宫人听到这些话，吓得脸色苍青。皇后娘娘，您可别再说了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哪怕宫人不传话，皇帝也能听清。伺候御墨的宫人战战兢兢，眼睛都不敢抬。萧玉手中执笔，却没有写下一个字。皇后好得很呐。凤九言先说母亲教诲他要顺从，摘清了凤夫人叫女无芳的罪名，后又说是受太后教导，他若罚了他，倒成了不敬母后的不孝帝王。太监很快来到殿外传旨，皇后言语无状，干犯圣怒，令其禁足永和宫，反省自宫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连双身子一颤，这不就是被打入冷宫？而凤九言却面无表情地接了旨，随后默默离去。他走后，宫人们低声议论：皇后娘娘此举，定是彻底惹恼皇上了，何必呢？是啊，何必呢？一回到永和宫，连双就迫不及待地问：娘娘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对您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！永和宫清净了，这便是好处。娘娘，原来您不是真心想要金印，而是厌烦了那些每日来请安的妃嫔。可是这代价也太不值当了。不止，永和宫主位被禁足，反倒没那么多人盯着。之前有很多人盯着吗？东院墙角，西院那棵老槐树，北边的房顶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那些地方都有暗哨，是皇上派来的吗？为什么啊？为君者大多疑心深重，奴婢知道了。如此一来，您不必每日去慈宁宫请安，那些妃嫔也不会来烦您，外面那些暗哨也会慢慢消失，这样您就有更多时间做事了，对吗？不错，他手中的茶盏被生生捏碎裂，连双脸色一惊，赶紧拿帕子擦拭。娘娘，你没烫着吧？凤九言缓缓垂眸，看了眼自己的手，想起曾经微强也是像这样用帕子给他系上。姐姐，等我做了皇后，我保护你。每每想到这个画面，凤九言都会忍不住落泪。若是不能为微强报仇，我还有何颜面做她的姐姐？皇贵妃必须死。很快，赵公公便把这个消息传到凌霄殿的皇贵妃耳里，对此他并不意外。真是滑稽可笑，他莫不是想效仿祖上的孝贤皇后，以为剑走偏锋劝谏皇上就能博个好名声？就是和宫上下谁不知道，娘娘您是皇上的心尖宠，这金印不给您给谁？还将太后娘娘搬出来，以为能仗着他老人家的事，殊不知皇上与太后早已母子离心。行了，本宫罚了，你退下吧。是娘娘。赵公公退下后，婢女春和说起了风凉话。娘娘，赵前为您办事也算忠心，但他近来越发不安分，时常将宫里的物件卖到宫外。他只要是把好刀，本宫用着舒心就成。娘娘说的是。其他妃嫔听闻消息后，对皇后最后那点指望也没了。没想到皇后这样蠢，我们也别想着和皇贵妃作对了，学人家江嫔，抱紧皇贵妃的大腿吧。一时间，妃嫔们纷纷前往凌霄殿。连双得知这些人都去了凌霄殿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娘娘，那些个人平日里都盼着您和皇贵妃斗法，可您一旦失利，他们要么看热闹，要么转头就跑去皇贵妃那儿讨好，都是两面三刀，都不值得同情。今夜你守好内殿，我出去一趟。娘娘，您出去做什么？先找个能埋尸的好地儿。埋尸？娘娘这就要动手刺杀皇贵妃了吗？太后听闻皇后遭禁足，在那一顿叹气。男人的心在哪儿，他的钱财宝贝就在哪儿。皇后初入宫，根基不稳，又不得皇帝待见，就算想要金印，也不能如此莽撞啊！依奴婢之见，眼下能从皇贵妃手里夺走金印的，除非容妃在世，皇后娘娘属实是妄想了。
你以为他是想要金印，他那是冲着皇上去的。入了宫的女人哪个不想争宠？哀家这几十年来见惯各样的手段，左右不过是为了引起皇上注意。但皇后太心急了，不了解皇帝的性子，你一会儿从宝库里挑些东西，悄悄给皇后送去，也算是一些宽慰了。可您这样做，恐怕皇上知道会更加不悦了。皇后和这宫里的其他女人一样，也是个可怜人呐。哀家能帮就帮吧。至于皇上那边，他总不会为了这点小事治罪于哀家，更何况皇上这次惩罚皇后也是冲着哀家来的。他到现在还因为容妃的死怪罪哀家，皇后多少是受牵连了。太后宽仁，皇后娘娘必会对您感激涕零。此时御马场内，瑞王正陪着皇上骑射。皇上，皇后娘娘。萧玉手里的剑离弦正中靶心。没有废后，已是朕的仁慈。皇上既然娶了凤家女，当给她应有的体面才是。臣知道您宠爱皇贵妃，可太过专宠，反而将她放在一个危险的位置，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朕难道连个女人都护不住？瑞王侧身下马，于帝王马前拱手行礼道：“恕臣弟直言，皇后那句皇上宠一宫而废3000粉黛，难当明君之道，道有效法纣王后庸之行，正是众多大臣敢想不敢言的。后宫缺少的，便是像皇后这等敢于直谏的女子。你僭越了。”到了晚上，易容后的凤九妍来到凌霄殿附近的华清宫，这里无人看守，冷清的像是冷宫。她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一口一窟，而且就在墙边，看起来像是机关。于是她便上前细查，手只是轻触了紧闭，竟然就触发了机关。脚下所站的位置突然崩塌，她直接掉了下去。结果下面居然是暗室，而且还有灯光。她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发现一个男人正在运功疗伤，全身还冒着白烟。凤九妍认得此人正是那晚将她打伤的男子，皇上萧玉。萧玉察觉动静，睁开了眼，两人四目相对之下，凤九妍不想动手，便先开口：“我不慎掉落，你可知出口？”皇上在密室练功，一女子却突然掉了下来，此人是皇后，却不认识她，还一脸疑惑地问她：“我不慎掉落，你可知出口？”皇上二话不说，飞身一掌朝凤九妍打去，他当即灵巧地避过他一掌。萧玉一个横扫腿，地上灰尘四起，凤九妍一个凌空，撑着他的肩，从他上方空翻过去，旋即落于他前方，指尖夹着根银针，朝他刺去。就在银针要扎下时，萧玉也极快地扣住他手腕，将他摁在石壁上，伸出另一只手准备将他武功废掉时，密室里的烛光瞬间熄灭，在黑暗中，凤九妍空着的手持一枚银针，刺入他后颈的穴位，但萧玉却抓住他的肩膀，把他摔在那白玉床上。凤九妍顺势拔出一根针抵在萧玉喉结处，再动一个试试。萧玉当即不动了，眼里尽是戾气。不服输，滚下去！原来你会说话。萧玉没有说话，凤九妍却看见他脖子上有道银线，这明显是中毒了。这毒谁给你下的？这银线一旦抵达心口，你必死无疑。找死！别动！凤九妍不假思索，迅速将银针刺入男人的脖子、胸膛，总共10几根银针。萧玉本想怒起杀之，但银针落下后，他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暖流从常年寒凉的胸膛向各处蔓延，身体自然的平静下来，而且那道银线有后退的迹象。他立马抓住凤九妍的手询问：“千语非真。”松手！凤九妍挣脱了他的手，并迅速收了他身上的银针。为何不继续解毒？先告诉我，下毒者是何人？先解毒，不解这毒，你便不用出去了。闻言，凤九妍目光一凉，好个恩将仇报。突然，他的视线落在白玉床上，蓦地发现机关貌似就在床上。他按下后，上面果然就出现了一道出口。他不假思索便施展轻功，便离开了那密室。萧玉立马追着他飞出，但凤九妍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。这时几名侍卫才冲出来捉刺客。一盏茶后，侍卫们追查刺客无果，在萧玉面前站成一排，个个低着头。皇上，属下等护卫不力，竟让刺客闯了进来。找到他，朕要活的。遵命。凤九妍回到永和宫后，连双长舒了一口气。娘娘，您走后没多久，桂嬷嬷就来了。太后让她送了些珠宝首饰，还说您之前被皇上罚了1年俸禄，如今又遭禁足，宫里上下都需要打点，没点东西傍身可不行。奴婢擅作主张，谎称您病着，先带您给收下了，将他们收好，他日再还给太后。娘娘，您这回没受伤吧？无事，你且退下。连双刚退下，突然一只黑毛信鸽飞来，凤九妍当即抓了他，取下他脚上绑着的密信。只见密信上写着：“凤微强还活着。”次日，凤九妍一身黑衣出现在宫外一偏僻巷口，马车上的青年见到他，立马跳下车行礼：“属下伍佰，参见少将军。微强在何处？属下这就带您过去。”路途中，伍佰一边驾车一边对他解释：“那日属下瞧见管家行踪诡异，悄悄跟踪他到内院，偷听到他和凤老爷的对话，这才知晓原来微强小姐还活着。”凤九妍脸上没有表情，心里却潮起云涌。他眼下不愿思考父亲为何这样做，只想尽快见到微强。对了，少将军，还有一要事，今儿才到的消息，边关不太平，刺客疲弱，都是冲着您去的。将军的意思是让人暂时假扮您还不够，现在得对外称您重伤养病，把您送到秘密处，为了您的安全起见，让您在皇城多待一阵子。知道了。1个时辰后，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木屋前，伍佰敲门后，有人从里面警惕地问：“谁呀？”“我们途经此地，想问问路。”里面的人显然不信。紧接着，凤九妍直接一脚把门踢开。婢女见到这来势汹汹的两人，立马拿起墙根的扫帚做武器。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凤九妍揭下易容的假面。婢女见了，皆是惊讶：“您是九妍小姐。”
他旋即扔了扫帚，把人迎进来后，迅速关上门，转身对着凤九妍行礼。奴婢彩月是微强小姐的贴身侍婢，九妍小姐，不，皇后娘娘，您怎么会来这儿？老爷他知道吗？微强呢？彩月脸上流露出悲痛之色，把他领到了屋内，榻上躺着一女子，她十分消瘦，几乎只剩下皮包骨头，双脚还被铁链锁着。凤九妍看到这一幕，心中揪着发酸发疼。凤九妍克制着不断翻涌的情绪，走到床边，小姐喝了药，这才勉强睡着。床头就摆放着喝剩下的药渣，凤九妍拿起来闻了闻，随即她眸色冷厉，里面放了朱砂，谁的意思？娘娘，不是奴婢，是老爷，您有所不知，微强小姐经历了那事儿后，神志涣散不清，每到夜里都会变得狂躁，难以入眠。眼看着她每晚的睡不着，才让人开了些安神药。可那些安神药起初用的时候还有效用，后来就不管用了，也只有这掺了朱砂的，才能让微强小姐睡着。凤九妍闻言脸色一沉，朱砂有毒，不能长期服用，于是她吩咐门口的吴白传信给宋离，让他为微强看诊配药。娘娘所说的，难道是有着在世扁鹊之称的宋神医？起来说话，我且问你，微强还活着的事，凤家有几人知晓？除了奴婢，就只有老爷和管家。这铁链连睡觉时都要锁着吗？回娘娘的话，这是为了防止小姐醒来后跑出去。虽说服了安神药，小姐能睡着，可她醒来的时间却不定，索性就不敢给她解开了。但奴婢每晚都会给小姐的腿上擦药，不会让铁链磨痛了小姐。唉，活着就好。不，娘娘，容奴婢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小姐这样痛苦的活着，倒不如……彩月上去挽起小姐的手给凤九妍看，原本白皙娇嫩的胳膊竟满是伤疤，这些都是小姐几次自枪留下的伤痕。娘娘，您知道小姐具体都经历了什么吗？他们不只是糟蹋了小姐的身子，小姐被送回来后一直呕吐不止，她吐出来的不是食物渣子，而是人排出的秽物。他们竟敢给小姐灌下了那些东西，而且他们不止糟践小姐的身子，还用烧红的铁钳残忍地对小姐。大夫说，小姐再也无法生育了。彩月几次哽咽，无法说完整。最终她掩面痛哭，凤九妍的唇抿成一线，眼神里全是杀气。奴婢斗胆一问，您是不是打算杀了皇贵妃报仇？是。娘娘，小姐上清醒的时候，让奴婢一定要转告您，她不希望您为她杀人。尽管您武艺高强，可难保没有个万一您失手或留下什么痕迹，那不只害了您自个儿，还会牵连整个凤家。小姐宁可自己死，也不愿将您牵扯进来。她希望您能带她看尽繁华，能自由地活着，这才是她所愿。凤九妍沉默着，一言不发地给微强胳膊上的伤疤擦药。姐姐答应你不杀他。凤九妍临走前交代吴白，不可让父亲发觉我已知晓微强还活着的事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山匪查得如何？那些山匪早已逃之夭夭，离开了原来的山头。属下去各个赌坊、花楼，但终归有诸多不便，所以至今没有线索。我会找些人帮你。回到永和宫，凤九妍一身疲累地坐在浴桶中，莲霜担心地问起来：娘娘，奴婢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行刺皇贵妃太冒险了。不行刺了。莲霜感动诧异，却没敢多问。睡到深夜，凤九妍起身服了药，然后看着那空了的药瓶，喃喃自语：这么快就没了吗？凌霄殿那边应该也快用完了。2天后的大清早，永和宫外敲门声震天响。皇后娘娘，奴才是凌霄殿召前，皇贵妃突犯头疾，皇上差奴才来问，您那药还有吗？娘娘，是皇贵妃身边的赵公公。皇后用一瓶药威胁皇上要雨露均沾，然而皇上到寝宫却发现事情的不是皇后，气得皇上立马去找皇后算账，吓得孙嬷嬷飞奔来跟皇后禀告：本宫何时说药事寝了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说那药没了，让皇后滚过来。赵钱灰溜溜的跑出去，不久又连滚带爬的跑回来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她闭门不见，带上侍卫去永和宫搜。皇上，听见房内皇贵妃的呼唤，萧玉缓缓地走了进去，而永和宫这边，侍卫已经将内宫团团围住。莲霜见这架势，连忙跑到殿内劝凤九妍：娘娘，要不还是把药给了吧，保命要紧。凤九妍没有答话，这时长侍嬷嬷也跑了进来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就不能给个软话吗？这下好了，侍卫都来了，他们要搜查，这查不出来倒还好，万一查出来，您……孙嬷嬷，你可闭嘴吧！侍卫们正要强行入永和宫搜查，殿门却突然开了。凤九妍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赵钱就跪在凌霄殿门前跟皇上汇报：皇上，皇后说，她说巧得很，又找着了一瓶药，她可以把药交出来。可是什么？说皇后娘娘要您答应雨露均沾。她还说了什么？皇后说，您多犹豫一瞬，皇贵妃就会多疼一刻。您若是不答应，她就是毁了那药，也不会交给您的。还说，纵然君子一诺千金，可还是圣旨更可靠。要您光口头答应还不成，得下旨。赵钱瑟瑟发抖，生怕皇上会砍了他。萧玉的脸色如他所料，阴沉的可怕。此时永和宫的长侍嬷嬷实在忍不住了：娘娘，您想要皇上的宠幸，也不能这么干啊！难道您要一辈子用药逼着皇上和您行夫妻之事吗？凤九妍依旧默不作声。其他妃嫔们得知这消息，
起，聚在一起，像是炸了锅。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趁火打劫，用治疗头疾的神药威胁皇上呢。皇后可真让我等长见识了，如此卑劣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我就知道她大婚那晚主动炫耀，没安好心。还是凤家女有本事，入宫前就想好怎么承宠了，就是不知道这恩宠她受不受得住，皇上只怕掐死她的心都有了。消息传到慈宁宫，太后转佛珠的手一顿。皇后真这么说？太后，老奴可从未见过如此行事的贵女，这实在有损皇家颜面啊！而且皇后难道没为凤家名声想过吗？强行求宠，简直是……糊涂啊！看来皇后是想赌一把，打算母凭子贵，也不知凤家是怎么教她的。做皇后做成这样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一盏茶后，圣旨到了永和宫，凤九妍跪着接了圣旨。太监念的是皇上答应了皇后的条件。宫人宣完旨，便催促凤九妍：“皇后娘娘，圣旨已下呀，您该交出来了吧？”自然。他们拿了药，便赶紧折回凌霄殿。凤九妍也屏退了其他人，只留莲霜一人伺候。莲霜下的腿还是软的。娘娘，您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。关心则乱，皇上若真的宠爱皇贵妃，再苛刻的条件都会答应。一直听说皇贵妃有头疾，奴婢一直以为是她承宠的手段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您大婚那晚，她以头疾发作为由抢走了皇上，奴婢还当她装的呢。凤九妍没说的是，她曾跟师傅师娘参与了南蛮一战，获得战力无数，其中便有能缓解头疾的落云香。她也有头疾，这要是某人为她特意配置，如今都可惜了。那么好的药，便宜了皇贵妃。便宜？她害得微强被折磨成那样，我也让她尝尝生不如死的痛苦。我再要李家的东西，会让她加倍偿还。皇贵妃服了药后舒服多了，但听说这药是如何来的后，她便气不打一处来。皇上，皇后怎敢如此做？若是知道这样，臣妾就是痛死，也不愿您被她所胁迫。爱妃用了药，便好生休养着，不要思虑太多。那皇上，您真的要如皇后所愿，去宠幸她吗？已经下了旨，均无戏言。皇上离开后，婢女春和担心满满。娘娘，皇后若真的得了皇上的宠幸，您在宫里的地位就不是独一份了。皇贵妃抓起旁边的花瓶，直接摔得四分五裂。春和吓得连忙跪下。娘娘息怒，皇上怎么可能宠幸她？此时，其他几位妃嫔聚在一处，聊起了八卦。到底是皇后娘娘有本事，皇上居然真的答应了。那算什么本事？都是拿皇贵妃娘娘要挟皇上，这样的下作手段，我可做不来。等着看吧，皇上必然会厌弃了她。入了宫便都是姐妹，我们该替皇后娘娘高兴。众人互相看了眼，都是一脸不屑。太后得知消息后，一脸的震惊。你说什么？皇上妥协了？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太后，皇上这都是为了皇贵妃啊！老奴也没想到皇上能为她做到这个份上。皇后这一步棋算是歪打正着了。不是歪打正着，恰恰说明皇后也是个不择手段的聪明人。或许对付皇贵妃，就该不要自个儿的脸皮，不畏人言。皇后这招是富贵险中求。说着，太后抬头看了眼外头的天色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永和宫今夜注定热闹了。太后莫心急，往好了想，皇后娘娘承宠，便是破了皇贵妃独占圣宠多年的局面。一旦开了这个头，宁妃他们也能陆续跟着沾光了。是啊，也该让皇贵妃栽个跟头了。黄昏落日，眼瞅着时辰渐晚，大太监刘世良手持拂尘，躬身请示皇上，今夜是去凌霄殿，还是摆驾永和宫？话音方落，一名小太监匆匆跑了进来。皇上，是寝的娘娘到紫宸宫了。萧玉一脸不悦，但还是移步到了紫宸宫。都出去候着。萧玉走进了房内，看见一女子在那坐着，却不是皇后，厉声质问：你是何人？皇后呢？看着萧玉那可怕的眼神，江平跪坐在床上瑟瑟发抖。臣妾是江平，在皇贵妃宫里，臣妾见过皇上。皇后呢？回皇上，是皇后娘娘安排臣妾过来侍寝的。说罢，萧玉转身径直往外走，走到门口便吩咐刘世良送回去。江平闻言，顿时手足无措起来。不，皇上，臣妾是被皇后娘娘安排来的，臣妾不是自个儿来的。皇上，您别送臣妾走，臣妾等了好久。他还在诉说衷肠，萧玉却早已迈步离开。刘世良退到殿外的时候，逮着他那干儿子的耳朵就是一拧。小太监疼得直咧嘴，弯着腰低声求饶：痛！干爹，儿子做错什么？小兔崽子，我可被你害死了！你这办的什么事儿？怎么不知道提前通报？这里头那是江嫔，不是皇后娘娘。冤枉啊，干爹！不是我不通报，是皇后的安排太着急，我急忙领着人去江嫔那儿，走不开，就让小庆子去御书房禀告。我也不知道他咋说的。小庆子，你让那个傻小子去传话。你，我瞅你就是胆小怕事，不敢触皇上的眉头，故意让别人去办这苦差。你也不挑个机灵点的，下回到没有下回了，你给我滚！干爹，不干我的事儿啊！不是皇上答应雨露均沾的吗？今晚侍寝的是皇后还是江嫔？有分别吗？反正都不是皇贵妃。蠢货，这不都以为是皇后邀宠，而且皇后自作主张把人送到皇上寝殿，脏了皇上的地儿，皇上能高兴？你也是，皇后安排人来，你就去把人接来，你是嫌命长啊！完了，干爹，那我怎么办啊？皇上不会砍了我吧？干爹，你得救我，我还没给您养老送终呢。相比紫宸宫的人心惶惶，永和宫内一片祥和。然而长侍孙嬷嬷却突然风一样的跑了进来。娘娘，皇上他来了。
皇上来做什么？你是真不知道，咱娘娘白天还卯足了劲儿邀宠，晚上却让江嫔替她去侍寝，这不是摆明了在戏耍皇上吗？皇上可是95之尊，他哪能受这气啊？娘娘，您快些更衣吧，我们的命都在您手里呢。本宫何时说要侍寝了？皇后为了晚上不伺候皇上，竟然悄悄地把其他嫔妃送上了龙床，结果皇上回去后一脚把她踹了出去，还把龙床都烧，然后气冲冲地去找皇后算账。谁给你的胆子把人送到紫宸宫？你是想让朕废了你吗？贤妃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今晚皇后安排的江嫔侍寝。秀婉，老实说，我也没想到皇后娘娘会这样做，看来她是真心想让皇上雨露均沾。姐姐高看了皇后，姑母说过，这宫里没有一个女人不想着争宠的，皇后哪里会为我们着想，甚至把侍寝的机会拱手相让。她高明着呢，自己想侍寝又不敢，就找江嫔试水，还想让皇上和我们觉得她是个贤后，对皇上用欲擒故纵，下场会比江嫔更惨，你知道吗？她居然直接把江嫔送到了紫宸宫。我听说皇上去永和宫时，那脸色是相当可怕。皇上去了永和宫吗？此时永和宫内，莲霜和孙嬷嬷伺候着凤九妍穿衣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宫门被人踹开，皇上萧玉满眼怒气地走了进来。都给我退下去！下人都离开后，凤九妍上前行礼，臣妾见过皇上。礼毕，她抬起头来，下一秒瞳孔猝然一缩，怎么会是他？那日与我交手之人，竟然是皇上！凤九妍认出了萧玉，萧玉却不知眼前这人是与她交手2次的女刺客。皇后是要一直这么盯着朕吗？请恕臣妾无礼。谁给你的胆子把人送到紫宸宫？臣妾按照宫规行事，不知何错之有。皇后不清楚朕的规矩，朕该好好教教你才是。皇后出入宫不知规矩，便是身边人失职。来人，将皇后的婢女都拖出去，杖责50。殿外孙嬷嬷一听，立马腿软跪在了地上。莲霜啊，你怎么这死丫头人呢？皇上且慢，臣妾擅自将江嫔送至紫宸宫，是臣妾无知所犯之错，但臣妾斗胆，敢问皇上，江嫔如何了？萧玉没有答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凤九妍。皇上不会是直接把江嫔赶出了紫宸宫吧？朕的龙床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的。江嫔不是随便什么人，她的父亲是北大营的众将，10多年来驻守边关，几次命悬一线。江嫔的2位哥哥都死在了战场上，此次北营军与梁国交战，大获全胜，但江嫔的父亲却失了一条胳膊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没有申请调回皇城养老，依旧要守在边关。臣妾认为，此时最大的赏赐，应是让江府知道他的女儿在宫中生活得很好。于他而言，天底下怕是没有比女儿得到圣宠更大的安慰了，不是吗？是以，臣妾才擅自安排，让江嫔侍寝。他这番话说完，殿内鸦雀无声。突然，萧玉一把掐住凤九妍脖子。好得很呐！皇后不只要控制朕的后宫，还将手伸向前朝了。说这些事，你都是从何知晓的？这些都是家书中提及。家书。这时莲霜却突然冲了进来，跪在地上递上了一封信。皇上，这便是老爷今日送来的信。萧玉松了手，拿着信亲自查看，只见信上说：危强无二，此前一言想尽皇后之责，将妃嫔们当作姐妹关怀，为父深感欣慰，特此查到些许，万望能助你。之后的内容不只提到江嫔，还有其他几位妃嫔，但重点所言是他们的入宫时间、家中父母关系以及喜好。萧玉看完了，脸色仍是一片冷寒。真是朕的好皇后，做的这般面面俱到。随后他让人去对照字迹，不一会儿刘世良就回来了。回皇上，却是凤大人的字迹。萧玉立时看向凤九妍，透着些审视意味。除了臣妾之前说的那些，选择江嫔还是因为她平日与皇贵妃交好。臣妾私以为，皇上看在皇贵妃的面子上，也会爱屋及乌，善待江嫔。皇后过犹不及，那便请皇上信守承诺，按照圣旨所言，继续雨露均沾。好啊，既然你要朕雨露均沾，朕今日便歇在永和宫。凤九妍的目光微微一变，随即恢复正色。见他不说话，萧玉冷厉的眼眸四溅。怎么，皇后不愿意？皇上，臣妾此前言语无状，干犯圣诺，以戴罪之身日夜反省，实是不配伺候圣驾。皇后倒是有自知之明，摆驾去凌霄殿。皇上走后，莲霜整个人都散架了似的，瘫软在地上。娘娘，吓死奴婢了！皇上没有宠幸江嫔，您想让她打破皇贵妃独宠，便是失败了。不仅如此，既得罪了皇上，又与皇贵妃、江嫔有了嫌隙，我们的处境岂不是更糟糕了？江嫔与皇贵妃走得近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但凡皇上对她有意，早已宠幸了。那您明知皇上不会宠幸江嫔，还安排她今夜侍寝，您也是明知皇上不喜，才故意直接把人送去紫宸宫的吧？想打胜仗，就得有耐心，给敌人出错的机会。娘娘，奴婢愚笨，听不懂。突然让皇上雨露均沾，他定然不会照做。与其等着他找借口不做，不如先促使他犯错。只要他不占理，我们就能占据制高点。奴婢好像听懂了，又好像没懂。不出3个晚上，皇上便会去江嫔那儿。这次他不会再出尔反尔。到了深夜，凤九妍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思量着皇上身上中着天水之毒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要是他去了，那南齐必定生乱。凌霄殿内，皇贵妃唇角勾起，似祸国殃民的妖精。皇后竟然平安脱险了，她都和皇上说了什么？回娘娘，奴才还没打听到，只听说皇上离开永和宫，并未见
降罚于皇后。这时，外面突然有人禀告：“娘娘，皇上来了。”皇贵妃顿时一喜，赶忙起身相迎。皇上，爱妃的头疾可好些了？有皇上记挂着，臣妾一点不疼。皇上，今晚就留在臣妾这儿，好吗？但萧玉有心事，没待多久便回紫晨宫了。江嫔听说皇后无事，气得脸色发紫。是皇后害我，都是她害我。就在江嫔哭得撕心裂肺之时，突然有婢女来报：“娘娘，皇上命人送来了赏赐。”什么？江嫔又惊又喜，立马擦干眼泪向外看去，见到那金屏风时，眼睛跟镶了金一般。娘娘，听说皇上离开永和宫后，就去了凌霄殿，肯定是皇贵妃对皇上说了些好话，这赏赐就下来了，您可得好好感激着呢。是啊，还是皇贵妃姐姐真心待我好，不像那个皇后。紫晨宫内，萧玉也辗转难眠，索性起身下榻。刘世良听到动静，赶紧跑进内殿掌灯。皇上，您要夜骑？萧玉一瞧见刘世良，便想到今日种种，啪的一脚踹在刘世良身上。刘世良爬起来后，赶紧惶恐的跪下。皇上，奴才若做错什么，自罚便是，可别让奴才脏了您的脚。你是不是也觉得皇后说的在理？滚出去！是。次日，太后便得知了昨晚发生的事。昨晚竟出了这么多事。是啊，谁能想到皇后居然安排江嫔侍寝？相比之下，更让哀家想不到的是皇上，他既然怒气冲冲的去了永和宫，居然没为难皇后。这期间发生了什么？你可知晓？老奴不晓得。你去给秀婉带个话，让她暗中多和皇后走动。是太后。桂嬷嬷把话带到后，敏妃却不以为然。等桂嬷嬷一走，她便只抱怨：姑母这是怎么了？居然让本宫去讨好皇后，她也不看看皇后入宫后闹了多少岔子，谁沾上她，必然要倒大霉的。娘娘，太后或许是看江嫔有了侍寝的机会，就有些心急了。江嫔那算什么侍寝？如果侍寝是被皇上赶出去，本宫宁可不要。娘娘说的是，奴婢听说江嫔娘娘一大早就去凌霄殿了，估计还是觉得皇贵妃更可靠。江嫔到了凌霄殿，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。简简，皇后真是卑鄙，昨晚突然要嫔妾侍寝，都不给嫔妾拒绝的余地。后来果然皇后没安好心，她定是瞧嫔妾和姐姐您亲近，故意这么做。行了，江嫔，在本宫这儿收起你那点心眼，现在跑来哭哭啼啼有什么用？昨晚也没想着告知本宫，怎么你是觉得本宫会嫉妒你，会出手阻拦你侍寝？就这点本事，难怪会被皇后算计。谁害了你，你就自个儿报复回去。向来只有本宫把别人当刀使，没有反过来被人利用的，懂吗？是，简简。赵钱看着江嫔离开，索性再补一刀。娘娘，您真的不出手制宜治皇后？刺客一箭射在皇上寝宫门口，在侍卫窜动之时，一名黑衣女子拿着一条九节鞭，大摇大摆地从屋顶飞了下来。片刻后，院里的所有侍卫倒了一地。随后，她一个闪身来到皇上跟前，不怕朕杀了你？杀我，除非您不想活了。江嫔才入宫多久，她凭什么比本宫先得宠？娘娘，皇上只是去了江嫔那儿，听闻江嫔的父亲立了战功，或许皇上只是彰显皇好的。你说会不会姑母说的没错，真是皇后在背后帮江嫔？娘娘，这很难说。可皇后自己都在被禁足，她真有那么大的本事？今夜最高兴的莫过于江嫔，她入宫这么久，皇上头一回来她这双华殿。皇上，您尝尝这倒珍珠八喜汤，知道您要来，臣妾亲手做的呢。皇上，你每天要看那么多折子，这酱醋羊肝最是名目了。皇上，江嫔食不言寝不语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只是太高兴了。眼看着皇上用晚膳，江嫔心潮澎湃，因为她就要侍寝了。皇上，摆驾紫晨宫。她答应皇后雨露均沾在先，昨晚又驱赶了江嫔，如今就更不能再食言了。娘娘，皇上今日来我们这儿，会不会是皇贵妃娘娘在帮您说好话？莫非父亲给皇贵妃送礼了？娘娘，皇上果然去双华殿了，您说的可太准了。只可惜皇上用完晚膳就回紫晨宫了，并未宠幸江嫔娘娘。我这次如何？娘娘，要不您再练练。凤九言拿起那纸举在眼前仔细看着，不好看吗？烧了吧。莲霜习以为常的打开火折子，继续禀告：娘娘，皇上去双华殿，皇贵妃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看起来完全不在意。娘娘，你又要出去？打算就一个人。半夜，一支利箭突然射在殿门的门框上，刹那间，侍卫们齐齐出动。何事？刘世良双手端着那支箭，箭头上带着一张字条，小心翼翼地走到帐前。皇上，刺客留下了此物，上面写着：明晚亥时，华清宫为君解毒。他竟还敢来！次日晚上，暗卫们将这冷宫围了好几层，就等着刺客现身。亥时一到，一个宫女模样的人推开殿门走了进来，他们立即把人围了。凤九言从腰上抽出一条九节鞭，侍卫们互相看了眼后，有人发令：一起上！呼的一声，随着一记迅猛的破空声，凤九言手里的九节鞭如同长蛇挥出，一招白蛇吐信击中一名侍卫，眨眼功夫就有10几个侍卫中了招。那九节鞭在凤九言手里就像长了眼睛，活了。一群侍卫结成一道墙，从前方一起攻来。凤九言持鞭横扫，鞭子扬起地上的灰尘，迷了众人的眼。突然，一名高手如同飞燕，轻功旋转，握剑直斩他的鞭子，果断将鞭子抛向空中，飞身上树，又踩着树枝一个跃起，接住鞭子后，把那侍卫的剑给反缠了。侍卫们短时间内根本看不清他的招式，半个时辰后，侍卫们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，有些还挂在了树上。若不欢迎，我走便是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让他进来，不怕朕杀了你。是。
杀我，除非您不想活了。那晚让你解毒，你逃了，如今为何又改变主意？那晚我以为您只是个侍卫，后来知道您是当今圣上，为了南齐的江山社稷，我得救您。过来。凤九妍走了过去，将鞭子解下，放在一边，而后他拿出了银针，请您宽衣。凤九妍捏着银针，熟练地扎入他的几个穴位。此毒无法一次性清理，今日到此为止，10日后同样的地方与时间，我再为您施针。九妍收了针便要离开，突然男人扣住他肩膀，他本能的出拳，被他另一只手握住拳头。您这是何意？没见过河还没过，先拆了桥的。抓了你，朕才安心。来人！他一声令下，外面的侍卫冲了进来，拿下刺客。眼看着他们就要来捉拿自己，凤九妍先是一个抬膝，向着萧玉的胯下攻去。萧玉往旁一撤，抓住他肩膀的那只手松了些力。就在他泄了一丁点力气的同时，凤九妍冲破他的桎梏，一把扯下他的裤头腰带。在那短暂的一瞬间，萧玉立即空出一只手抓住了裤子。所谓双拳难敌四手，同样的，一拳难敌两手。凤九妍如同泥鳅一下便挣脱他的控制，从旁侧窗户一跃而出。给朕杀了他！片刻后，侍卫们齐刷刷站在他面前，拱手领罪。皇上，属下无能，没能将刺客捉拿回来。每人50杖，叩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凤九妍一回来，莲霜的心就定了。瞧见娘娘手里的物件，娘娘，这是腰带，怎么记得娘娘出去时拿的是9节鞭？方才跑得太快，忘记把腰带给处理了。娘娘，这该怎么处理啊？也不知道是哪个男人的腰带，娘娘到底出去干什么了？先藏好。娘娘，这腰带的主人是谁呀？皇上的。娘娘，您今晚就是去偷这腰带的。我像是那么无聊的人，腰带是我从他身上扒下来的。皇上的腰带都敢扒，娘娘好。还没找到吗？皇上，那刺客藏得太深，各宫都找过，却都一无所获。继续找。皇上突然驾临江嫔的双华殿，即便没有宠幸江嫔，也引得其他妃嫔羡嫉万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们私底下是怎么瞧不起我的，都说我只知道拍皇贵妃的马屁。瞧瞧，我这不就成功了吗？皇贵妃那边，他们想攀都攀不上呢。是啊，娘娘，奴婢也打听过了，老爷并未给皇贵妃送什么礼，看来都是您这1年多的诚心感动了皇贵妃，多亏皇贵妃相助。之前皇后算计您，皇贵妃一出手就力挽狂澜了。皇上这又是送来赏赐，又是亲自来咱双华殿的，这是其他人求都求不来的呢。哼，皇后那个女人害我沦为全宫的笑谈，我这辈子都记得。对了，我让你做的事如何了？娘娘放心，今日奴婢已经收买永和宫的小太监，让他在膳食中放上滴水观音，能叫皇后喉咙肿胀、胃烧灼，够她难受几天了。估摸着她今晚就会动手。很好，娘娘，您眼下趁热打铁留住皇上才是最要紧的。只可惜那晚皇上只陪您用了晚膳，不如您再去求皇贵妃，说不定下次皇上会待得更久。更衣，我们这就去凌霄殿。江嫔带着礼物而来，对皇贵妃说了不少好话，皇贵妃却对她爱答不理，偶尔回应一句：怎么样，皇上来了吗？娘娘，皇上去贤妃那边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我与皇贵妃更亲近，皇贵妃为何会帮贤妃？是真的，娘娘，一定是贤妃中途把皇上勾走了，一定是。来人，备上本宫做的珍珠八喜汤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娘娘，婢女觉得这样不合适，可磨不过娘娘线下争宠心强盛，完全听不进劝。江嫔娘娘，皇上在和贤妃娘娘用晚膳，奴才不好进去传话，您还是回吧。刘公公，皇上爱喝本宫做的这汤，您就给送进去。娘娘，咱家有句话，您别不爱听。皇上答应皇后娘娘雨露均沾，您的双华殿已经得了恩宠，这之后就轮到其他娘娘了，您要知足啊。不是皇贵妃让皇上临幸本宫的吗？永和宫内，长侍孙嬷嬷端着碗汤走了进来。娘娘，这是江嫔派人送来的，请您务必品尝。放这儿吧。孙嬷嬷走后，凤九妍舀起一勺，放在鼻下闻了闻，掺了滴水观音的解药。解药？娘娘，难道江嫔知道？很明显，派人下药的是他啊！那他还这么做，本性不坏，爱憎分明。娘娘，定要查出被收买下毒的人。先不急，永和宫的漏洞何止1、2。双华殿内，婢女端来一杯茶。娘娘，解药已经掺在汤里送过去了，皇后娘娘应该会没事的，您别担心了。皇后竟知道本宫的父兄，人人都觉得本宫为了争宠，无下限的讨好皇贵妃。其实本宫只是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。娘娘莫伤心，您哭，奴婢也想哭。最令本宫意外的是皇后娘娘，没想到她是真心想让皇上雨露均沾。皇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呐？本宫实在对她有些好奇了。萧玉在贤妃宫里用晚膳后，便直接回了紫宸宫。一瞧见桌上那9节鞭，突然又恼了。再找不到他，提头来见。皇上中了妃子下的药，正要发作，而此时床上正躺着一名女子。朕不杀你，但你得帮朕解毒。先给我解药。舒大人，这是要送给皇贵妃的吧？正好。不，赵公公误会了，这是要托人送给舒贵人的。赵钱倒也没多想，可等他折回时，却见舒大人拦下一个太监，谄媚十足。细看是永和宫的管事太监。赵钱立马将自己的所见告知皇贵妃。细查，除了姓舒的，还有谁暗中给永和宫送东西了？是夜，圣驾降临舒贵人处。皇上，您请用。
皇上，萧玉早已厌烦了和各样的女人用膳，加上今夜还有要事，他想快些结束，遂干脆的喝了汤。回子陈宫。皇上，臣妾还准备了一段小曲儿，想唱给您听。这么想唱曲儿，明日便出宫去。这时，一名侍卫匆匆来报，恭敬的呈上一木盒。皇上，属下在此陈宫发现此物，是那刺客送来的。恐君有埋伏，以移至长信宫。怎么会这样？只差一点，药效就快发作了。凤九岩刚推开内殿的张子门，一道掌力劈了过来。凤九岩迅速撤步躲开，他原先所站的位置，地面凭空出现一道裂缝。凤九岩抬眼一看，男人一只手缓缓抬起，一只木凳隔空被卷起，而后他的手一挥，那木凳就朝他飞来。凤九岩速度极快，躲过木凳，一跃而起的飞上房梁。你若不想解毒，在下定不会强迫，何至于赶尽杀绝？萧玉一只手心朝上，汇聚起一团黑气火球。杀你无需理由。话落，那气团如同火球砸向凤九岩，砰！房梁声断了。凤九岩脚尖一点，冲破屋顶飞了上去，双双上了屋顶。两人过招时，瓦片四溅。突然意外发生了，偏殿的屋顶年岁久远，经不住两人折腾，轰！两人双双掉下屋顶。凤九岩想找着立点站定，没成想下面是浴池。等他从水中跃起时，暗气飞来，直击他右肩，暗气有毒，软筋散。他瞬间无力，倒在了地上，一只手撑起上半身。突然，男人扛起他，并将他扔到了榻上。朕不杀你，但你得帮朕。不妙，他这是中了药了。凤九岩尝试着推了推他，低头看向他脖颈。那道银线又出现了，糟糕！天水之毒属寒，身中这毒的人，一旦遇到热性药，会导致两股药性互克互生，毒性加倍，意志力不够的人会立马暴血而亡。如此下去，暴君危在旦夕，可自己也中了软筋散，自身难保。帮朕解毒，解药。萧玉他从暗袖内拿出一颗黑色药丸塞进他嘴里，不过几息，凤九岩的身体慢慢恢复知觉。凤九岩扒开暴君的上衣，发现那道银线已经突破他前两次的意志，更加接近他心口。现在需要先压制那春药的药性，才能避免天水之毒持续发作。恕我冒犯了。话落，他手法利索地解开他裤上腰带，一针下去，很快就有了效果。萧玉体内那股火海被浇灭了大半，他的神智也有所清醒。放他走。永和宫内，莲霜端着盆热水进来时，恰好瞧见凤九岩的伤。娘娘，您痛吗？如果你几次九死一生，就不会觉得这点伤很痛。舒贵人被查出给皇上下药，却不知是什么药。当天，舒贵人被施以重刑，逐出了皇宫。他的贴身婢女被活活打死，就连他父亲也遭到牵连，被降了职。皇上，您没什么事吧？臣妾可担心了。今早听闻舒贵人的事，臣妾大为震惊。舒大人为了他能得圣宠，暗地里费了不少心力，他真是不孝。舒家人做了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听闻舒大人给皇后娘娘送礼了，或许皇后娘娘不了解宫规，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。臣妾担心舒贵人谋害皇上，牵连了诸多人。皇后娘娘又与舒大人有所接触，只怕被人议论，说他们早已暗中密谋。且不说别的，单是私相授受这点，皇后就应当受罚。臣妾参见。搜！侍卫们当即在永和宫内翻找，不一会儿，侍卫们搜出了许多物件，其中就有舒大人供出的贵重首饰。皇上，贿赂之物在此。萧玉抬手打翻了那盒首饰，然后死死地盯着凤九岩。皇后，你该当何罪？这时侍卫又抬进来一个大箱子，里面是金银财宝和首饰。朕的皇后竟这般缺银子吗？皇上圣明，臣妾的确缺银子，不止臣妾，后宫的姐妹们更是如此。皇贵妃的月俸最高，每月66两白银，其次是宁妃、娴妃，月俸25两白银，接着是江嫔他们，每月16两。贵人的月俸仅只有8两。即便是每月8两，宫中难道会少他们的吃穿用度吗？皇上，妃嫔们身为各宫之主，身边伺候的人何止1、2？您专宠皇贵妃，宫人们看人下菜碟，对没有圣宠的妃嫔阳奉阴违，甚至中饱私囊，以致他们冬日少炭，夏日缺冰。如此，众妃嫔便需要自己上下打点。这与你收受贿赂有何关系？妃嫔们的月俸不够，他们的家人遂送些银钱入宫，臣妾认为这情有可原。既是他们的家人所赠，怎么都在你这永和宫？原因有2：其一，他们若直接将东西交给众妃嫔，便是不合宫中规矩；其二，宫中人多手杂，层层搜刮后，到了妃嫔们手中的便所剩无几，是以都送到臣妾这儿，再由臣妾以正当名义赏赐各宫，过个名录。凤九岩朝莲霜使了个眼色，随后莲霜拿出一份册子。臣妾知道，一面之词很难令人信服，这是臣妾所记的账本，上面清楚记下各宫亲眷送来的财物明细。臣妾本打算等禁足过后，再交由各宫。皇后既知此举不合宫规，却还是收下了宫外之物，不怕朕治你的罪吗？来人，将皇后拖出去，杖20。皇上不要，娘娘肩上有伤，之前还受过内伤，受不得杖刑啊！侍卫们进来，要将凤九岩带出去行刑。臣妾知道，一旦被发现，便会受到惩治，但臣妾不后悔这样做。臣妾一人担罪，好过各宫姐妹一起受罚。而今臣妾只有一个请求，罚便罚了，求皇上以赏赐之名，将这些金银财物交到各宫妃嫔手中，如此
臣妾无憾矣。拖出去！皇上，奴婢愿替娘娘受罚。没规矩的东西，杖毙！侍卫们上前，就在他们刚要碰到莲霜时，凤九言一把将人拽到身后护住。莲霜没有犯错，不应受罚。他要带你受罚，便是杖毙。皇上如此重规矩，那么这与宫外私相授受的罪，不应只罚臣妾一人，还应该有皇贵妃。臣妾入宫前与那些人私相授受的，正是皇贵妃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大可找那些大人们一问，相信皇上定能按规矩秉公处置臣妾与皇贵妃。他这是逼着我连同皇贵妃一起惩罚。娘娘，皇上本来就不喜欢皇后，这次皇后触犯宫规，定会受到严惩。娘娘，永和宫那边有消息了。如何了？皇上怎么惩罚皇后的？皇上没有怎么惩治，只罚了皇后超宫规100遍。怎会这样？娘娘，皇后拿您也私相授受的是要挟皇上，皇上为了避免您受罚，才只能轻饶了她。娘娘，原来皇上是为了您。皇后怎会知晓本宫的事？她在调查本宫。娘娘，还有件更为要紧的事，皇后娘娘称私相授受的事，她有意待各宫娘娘受罚，并会将那些财物交给他们，连皇上都应允了。这样一来，继皇后提出雨露均沾后，怕是她在宫中的声望更高了。贱人，她是不是忘了还有把柄在本宫手上？春痕，去把那东西拿来。皇后被罚超宫规的事，众妃嫔皆知，他们还晓得更多内情。那些财物不只有我们的家人送的，我们自己也送了些，但皇后并未供出我们来，可见是真心待我们。皇后还宁可她一人受罚，给我们担罪呢？也就你们单纯好骗，本宫只知道无利不起早。皇后难道没落着好？你们现在对她感恩戴德，才是正中她下怀。不过相互利用，相互成全，也配谈真心。不管怎么说，皇上没有追究我们家人的过错，便是大幸。这都是因为皇后娘娘独自承担了惩罚。那100遍宫规，我们应该帮忙的。不巧，这几日我正陪着公母抄写佛经呢。宁妃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，便提前走了。皇后被人造谣说并非完璧之身，皇后没急，皇上先急了。宫中都传你非完璧，要真是这样，朕废了你。臣妾仍是完璧身，若皇上不信，大可让嬷嬷们查验。来人，给皇后验身。娘娘，经过此事，以后肯定没人再往凌霄殿送钱财了，而且其他娘娘们都被您笼络，您这是一箭双雕啊！若只是这样便能笼络人心，宫中就没有是非了。话音刚落，外头响起一道尖细的嗓音：皇贵妃娘娘驾到。臣妾见过皇后娘娘。这是凤九言第一次见到皇贵妃，她的杀心纵然升起。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，但就是这个女人以那样肮脏的手段伤害微强。皇贵妃，坐。皇后姐姐，前些日子皇上夜夜召臣妾作陪，以致臣妾身体疲乏，是以拖到今日才能来拜见，失礼了。随即不给凤九言说话的机会，紧接着补上一句：幸而皇后娘娘成功劝得皇上雨露均沾，臣妾才得空歇息。皇贵妃受累了，往后本宫会让你多的空闲歇息。皇后娘娘真有中宫风范，上次臣妾头疾发作，幸有您的神药。说起来，您与皇上大婚那晚，臣妾也是头疾发作，以致耽搁了和姐姐行东轮之礼。姐姐却不计较，亲自给臣妾送药。像您这样善良的人，该有好报的。有没有好报，本宫自己不知道，但恶人必然有恶报。不过有一事，臣妾实在想不明。大婚那晚是臣妾耽误了，可之后皇上也来了您这儿，您为何不抓住机会和皇上行夫妻之事呢？是您不得皇上的喜欢，还是您不敢？本宫有何不敢？皇贵妃何意？本宫听不明白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实在钦佩您。南齐的女子将清白看得比命重，而您经历了那些不堪的事情，还能泰然自若。皇贵妃，你言语晦涩，叫本宫越听越糊涂。凤微强，大婚那日，你逃过了验身，就以为天下人都信了你的清白吗？本宫劝你不要白费功夫。你也知道自己清白受损，不敢邀宠，所以你就想利用其他人。还有，你闹出私相授受的事，不就是想让皇上惩治我吗？可你瞧皇上罚我了吗？他只会心疼我银子不够用，又赏了我不少，这便是爱与不爱的差别。本宫何时清白受损？皇贵妃，你对本宫的误会很深。皇后娘娘的记性这么差吗？那么臣妾不介意帮您回忆回忆。而后他让婢女春和送上一份礼，打开后是一件粉白的小衣，上面染了斑斑血迹，还有几个属于男人的手印，边角绣着茵茵二字。凤九言当即认出这是妹妹微强的小衣，像是微强受辱所穿。送这东西的人说，凤大小姐那晚落下了此物，我特意给您送来，相信她能提醒您莫忘前尘，方能珍惜眼前。清白的皇后娘娘，您可收好了，这东西若被人瞧见，您就更加没有出头之日了。皇贵妃起身离开，突然后面响起一声：你在害怕？皇贵妃脚步一顿，定定地看向主位上的人。皇上雨露均沾，妃嫔家眷不再向凌霄殿进献财物，你分明是在意的，但你口是心非。即便在意，即便很想除掉本宫，却还要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皇贵妃，你就像一条被驯服的家犬，明明害怕，还要抖着腿冲人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像家犬，光长着利齿，却不会咬人。异议！皇贵妃一口一个本宫清白受损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只靠着这件小衣，但是谁能证明当时发生什么？
谁能证明这是我的，而非有人伪造？最重要的是，关于我被山匪所掳的传言，人们早已忘却。皇贵妃，我们都应该向前看，总是揪着过去不放，便是你无能了。本宫无能，春痕回凌霄殿。是。凤九言看着那染血的小姨，眼中微红，双手紧握成拳，砰！他一掌下去，徒手劈裂了茶案。娘娘的掌力真惊人啊！娘娘，皇贵妃如此嚣张的送来这东西，不怕害人一世被揭穿吗？的确不怕。难道就没什么治得了他吗？那歇歇，等他出手。太后礼完佛，桂嬷嬷扶着她坐在梨木圈椅上。太后，自从上次皇贵妃去过永和宫后，皇后娘娘那边就没什么响动了。想来皇后也怕了皇贵妃，不敢招惹。等皇上依次与个宫娘娘们用完善，又会夜夜独宠皇贵妃。皇后这次失大于得。皇后被罚超100遍宫规，当然忙了些。她若是害怕皇贵妃，一开始就不敢招惹。且看着吧，皇后都不着急，哀家急什么？太后，皇后娘娘大婚前那件事，其影响不容小觑。凤佳女已经入宫为后，谁敢议论？太后，你有所不知，这2日宫中关于皇后失节的传言又甚嚣尘上了。怎会如此？皇后知道吗？知道的，可老奴担心，不管皇后怎么做，都难以挡住悠悠众口。必然又是灵燕儿弄出来的，她真是被皇帝宠坏了。娘娘，宫里谣言四起，肯定是皇贵妃授意的。太后方才还派人传话，宫中多是非，您无需理会。等到新事发生，人们就会忘记旧事。可难道就任由他人泼脏水吗？恰恰相反，我们要将这事闹大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宫中关于皇后的传言愈演愈烈，甚至传到前朝。太后本想能处理，眼瞅着这法子行不通，心中焦急。皇后是皇上的妻子，也是皇室的颜面，不管她入宫前如何，只要她进了宫，就不能再背负污点。老奴这就去敲打个宫，再有人传着谣言，严惩不贷。娘娘，谣言越来越汹涌，您打算何时出手？会有人比我先坐不住。宫中流言，皇贵妃那边处理的如何了？回皇上，方才凌霄殿那边来人传话，皇贵妃奉旨镇压流言，但屡禁不止，是以无能为力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近日宫中有关你的流言，你可听说了？臣妾有罪，臣妾的确被山匪掳走过，但山匪只是掳走臣妾，不敢对臣妾做别的事，因而臣妾仍是完璧身。若皇上不信，大可让嬷嬷们查验。来人！皇后娘娘，请进内室去医。2刻钟后，嬷嬷们先从内室走出来，他们对着萧玉行礼，禀明皇上，皇后娘娘内壁有损。听到这儿，萧玉的脸色顿时变得冷厉。老奴斗胆，敢问皇后娘娘是否时常跳舞，又或者骑马？是。皇上，此等情况不多，奴婢们在宫中所见，皆是少时养在闺中的娴静女子，是以内壁都完好无损。但像皇后娘娘这种，也有预见，舞蹈和马术一旦过激，便会或多或少的损坏女子内壁，是以老奴才有此疑问。只需回答朕，皇后是否清白？回皇上，虽内壁有损，但皇后娘娘并未行过人事，这点奴婢们十分确信。萧玉眉宇间的厉色有所减退。这时，凤九言穿好衣裳走了出来。臣妾恳请，今夜验身之事，不叫他人知晓。否则哪怕臣妾清白之身，也难挡人心猜疑。即便你真的清白，宫中流言已经传出，这是你招惹来的祸事，若不能平息此事，朕依旧会废后。臣妾认为应彻查散播谣言的始作俑者。这谣言你查得清吗？查不查得清，也请让臣妾一试。皇后就不怕查不出结果，反倒让这脏水更浑吗？怕，但更不甘心。臣妾不愿为这莫须有的罪名向那些造谣生事者妥协。好，朕便解了你的禁足，让你查。皇后莫要让朕失望。不到3日，永和宫那边就有消息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查到谣言的始作俑者，请您过去一趟。萧玉来到永和宫，看到院子里跪着许多人，他们个个低着头，瑟瑟缩缩的。皇上，臣妾不负皇上所望，已查出传播谣言者。那些人都是始作俑者吗？这些都是臣妾请来问话的，通过一层层的询问，最终确定谣言是凌霄殿的宫女所传。皇后捉贼拿赃，短短3日，你怎能确定这些人的证词没有差错？若是皇上能将凌霄殿一视同仁，臣妾这就命人将那名宫女请来审问。你在暗指朕包庇凌霄殿？臣妾不敢，只是考虑到皇贵妃是您最为宠爱的，才在拿人前先问过您的意思。朕是宠爱皇贵妃，可与凌霄殿的其他人无关。若有人恶意传谣生事，朕不会放过。说完这话，他便让自己的侍卫过去拿人了。皇贵妃得知此事，心神微乱。皇上为何要捉拿本宫的人？皇后抓住了侵犯她妹妹的土匪108人，随后她亲自戴上拳套，一拳又一拳地打掉他们的胸盔，直到他们晕死过去。而1天前，皇上也用同样的手段残忍地审问凌霄殿的宫女，他们才审问了一会儿，那凌霄殿的宫女便招了。皇上饶命，皇后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与本宫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这么做？奴婢看不过皇后娘娘胁迫皇上雨露均沾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娘娘，您大人大量，饶了奴婢吧。拉出去斩了！皇上不能斩。
皇后是在对朕说不？皇上应该清楚，一个小小的婢女如何敢做这样的事？臣妾不信她背后没有。皇后只是几句谣言，让一个宫女赔条命给你，足够了。没再给凤九妍说话的机会，那婢女就被拖出去了。只是几句谣言吗？她说的可真轻松啊，那可是危墙被毁了的一生。刘世良，宫中若还要造谣生事者，已经发现，冲入水牢。另外，举报者有功，赏银10两。皇上，您如此镇压，宫中谣言看似已平，但此事的危害尚未彻底清除，还应该揪出那些绑架臣妾的山匪，以防他们在宫外继续散播谣言，并且难保他们背后无人指使，还请您彻查。萧玉猛地拍了下案桌，眼含愠怒。捉拿山匪，皇后是要所有人知道，你确实被山匪所掳吗？这要置整个皇室的声誉于何地？皇上，臣妾是凤家的女儿，亦是先皇钦定的儿媳。山匪当初只敢将臣妾掳走，不曾碰臣妾一根手指头，他们的目的是想毁了臣妾的名声。那么，他们亦或者幕后之人，针对的到底是臣妾个人，还是凤家，甚至是皇室呢？皇上若是无暇管此事，请允许臣妾私下调查。若此事事关重大，朕何须交给你去查？难道朕手下无人可用吗？是，臣妾能力有限，但臣妾是当事人，没人比臣妾更迫切的想查出真相。皇上可以让别人去查，但最好希望那些人个个都守口如瓶。好，皇后，朕给你1个月，1个月后，你若抓不到山匪，查不出背后之人，那此事以后都不可再提。比起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，朕更厌你无事生非。说完，他转身便走了。凤九妍看似面无表情，实则内心狂热的回答道：“臣妾遵命。”娘娘，皇上终于答应了，可是只给您1个月，来得及吗？1个月足够了。今夜我出趟宫啊！娘娘，您要出宫？离开永和宫后，萧玉召了侍卫过来，找几个信得过的，暗中捉拿那帮掳走皇后的山匪，查清楚他们背后是否有人指使。少将军，属下恭候您多时了。您找来的那些人可真是神通广大，连武林盟的人都来了。我们已将那些山匪尽数捉拿。对了，有个姑娘一直追问属下您的下落，非要见您一面。山匪呢？就在这儿，这地方也是您那些好友提供的。凤九妍见到他们后，内心挤压许久的滔天恨意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。他戴上拳环，铁环包裹着手指，能大大增强出拳的攻击性。那些山匪见状，纷纷瞪大了眼睛。一个时辰后，山匪们都活活痛晕过去，身上受了很重的伤，尤其是下身，个个都见了红。少将军，您已经亲手废了他们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就没命了。您不是还想让他们指认凶手的吗？看好他们，几天后我有重用。属下办事，少将军放心。孙嬷嬷跑进内殿，却没瞧见娘娘，她抓住莲霜问：“皇后娘娘呢？皇上来了，还不赶紧让娘娘出来接驾？”什么？皇上来了？愣着干什么？娘娘呢？我这就去找娘娘。太了，我去哪儿找娘娘啊？孙嬷嬷先去外殿伺候圣驾。萧玉没看见皇后，瞬间恼了。皇后呢？皇上，娘娘这就要出来了，想来还在沐浴。又等了会儿，也不见皇后出来。萧玉耐心渐无，孙嬷嬷也察觉到不对劲了，她赶忙进入内殿，却见莲霜像个木头似的站在屏风内侧。你干什么呢？让你去找娘娘，你在这儿作甚？不知道皇上在外头等着吗？娘娘突然腹痛，去进房了。嬷嬷，皇上有什么事啊？非要这会儿见娘娘吗？你等会儿，我怎么觉得你有些怪异？死丫头，你赶紧说实话，娘娘去哪儿了？娘娘在进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，那我这就去进房找娘娘。不行，娘娘不喜欢被人打扰。莲霜拉住孙嬷嬷，不让她走。两人正拉扯时，屏风外侧响起一道尖声：“你俩干什么呢？”刘公公，娘娘晚膳吃坏了东西，去净房了。我们正商量着如何和皇上解释。去净房了？先前不是还说在沐浴吗？是奴婢在伺候娘娘。孙嬷嬷不清楚也正常。两人一唱一和，勉强将刘世良唬住。随后刘世良走出去，向皇上说明了情况，但皇后是否真的在净房，刘世良也不确定。皇后莫不是掉进净房了？你们去看看。去净房再找不到娘娘，岂不是暴露了？该怎么办啊？娘娘再不回来，真的要出大事了。刺客，有刺客！萧玉起身离开，到了廊檐上，他一跃而起，朝着刺客的方向追去。人都走后，莲霜想到什么，赶紧关上殿门，一回头，果然就看到一个黑影从侧窗跳入。莲霜熟练配合着，立马关上窗户。凤九妍行动迅速，换了衣服。娘娘，方才那刺客不会是您吧？在殿外瞧见皇帝的教撵，我便知晓他来了。砰！殿门突然被推开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刚从净房出来吗？是的，皇上。有血腥味。臣妾鬼水方至。这已经是那刺客第2次出现在永和宫附近了，怎么就如此凑巧？突然，男人抓起凤九妍一只手腕。皇上这样看着臣妾，是有什么要问的吗？皇上又发现那刺客的身影，王子成功去了。萧玉闻言立马追了出去，宫中都在传皇后已经揪出造谣生事的始作俑者，那人出自凌霄殿。不久后，永和宫聚集了太后、皇上和皇贵妃。凤微强这贱人，居然真敢把被掳的事捅出来，倒要看看这贱人玩的什么把戏。凤九妍命人将山匪带过来，由于他们人数众多，便只带了那山匪首领过来问话。那日掳走臣妾的山匪，父亲已将他们尽数捉拿，他们行踪诡异，事情过去几个月才得以找到他们，也幸得皇上允诺，臣妾才能得到一个证明清白、找出真凶的机会。经审问，这些山匪供述，指使他们掳走臣妾、造谣臣妾失节的，正是皇贵妃身边的赵钱。是他
他查出来的，还是在构陷凌霄殿？赵钱怎么会是他？带赵钱！随即赵钱被扭送进来，他跪在地上行大礼，一副茫然模样。赵钱，5个月前可是你叫山匪掳走皇后，冤枉啊！太后，即便奴才狗胆包天，也不敢做出这种事。奴才在宫中伺候主子，不曾与宫外那些人有过来往。太后，皇上，明鉴。凤九言拿出山匪的供状，丢到赵钱面前。赵钱，好好看看这些话呀！找你来，便是让你们当面对质。你也瞧瞧，可认得此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记得他鼻子上的痣，那天是他拿了好多黄金来，让我们掳走一个姑娘。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凤家大小姐。你是哪个？咱家何曾叫你们做过那等事？太后，皇上，奴才冤枉啊！奴才根本不认得他，不晓得他们受谁指使来诬陷奴才。太后，我没撒谎，就是他。那晚他穿着披风，有意遮挡，但他的声音我听得出，他这张脸我更是过目不忘，化成灰我都记得。太后，不是臣妾偏袒凌霄殿的人，而是臣妾觉得奇怪，如此各执一词，该如何取信呢？赵钱的为人，臣妾不好置评，但这些山匪平日里鸡鸣狗盗，满口胡言，他们的证词，官府好像都不怎么信的，何况英明如太后、皇上呢？他这番话不无道理，太后一时也不知如何反驳，总要受些皮肉之苦，才会说实话。把赵钱送进慎刑署审问吧。太后，您爱护皇后娘娘，难免关心则乱，请恕臣妾斗胆，就这么把人送进慎刑署，岂不是屈打成招？如此手段下获得的供状，怕是难以令人信服。皇上，臣妾说的对吗？此举不妥。后，即便不用刑，臣妾也还有人证。凤九言没有立马召证人，而是先问那山匪：你坚称见过赵钱，那你可还记得那天是几月几？记得，是10月10。如此确定吗？你的记性也太好了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。每年的10月10都是拜山头的日子，兄弟们正吃喝着，赵钱来了。冤枉，奴才可一直都在宫里头，怎可能去山里头？赵钱，你又如何确定10月10你人就在宫里？皇后娘娘，要不臣妾这就命人去趟内务署，让他们将10月10那晚的出入宫名册送来。那便有劳皇贵妃。不一会儿，名册拿来了，不只是10月10的，一整个10月的全都拿了过来。赵钱，本宫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确定10月10你人在宫中吗？奴才回皇后娘娘的话，确实如此。宫人当值都有述职记录，如此说来，现在查找凌霄殿10月10的记录，就能找到你赵钱那晚负责什么，对吗？是的，皇后娘娘。随后，凌霄殿的工人职录背送来，10月10那一夜，赵钱的名字赫然在目，还当了一整天的职。太后，皇上，奴才冤枉，这山匪诬陷奴才，幸而宫中法规严明，否则奴才真是说破嘴都没人信。传金娘子，草民参见。这是何人？皇后娘娘，怎么什么人都往宫里送？这位赵公公，你可认得？认得。10月10，赵公公来到馆内，是草民伺候了他一整晚。你胡说！贵人们若是不信，草民能说出他身上的那几颗痣，还有他给草民的一颗金锭子。金娘子是龙阳馆的头牌，想必赵钱也是慕名前去。混账东西！赵钱，你竟敢偷偷出宫寻欢！皇上，您一定要惩治了这个不知羞的。赵钱还算聪明，从皇贵妃话中会意，立马磕头认错。奴才有错，奴才鬼迷心窍，出宫训了金娘子，可奴才的确没有找过山匪啊。赵钱，你本来的确可以做得天衣无缝，但你错在不该色迷心窍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何意？母后，不知您可记得，那山匪说赵钱拿了许多金子找到他，而方才金娘子也说赵钱给了他一个金锭子。你是说？不错，两者拿到的金锭子都是同一批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把金娘子手里的金锭子和山匪手里的核对，就可以证明赵钱就是那个送金子的人。赵钱顿时一软，侍卫拿了金娘子手里的金子去检验，结果和皇后所说的一致，山匪和金娘子手里的金子属于同一批。同一批炼出的金子，又何止1、2？奴才只是凑巧有那锭金子，怎能证明？山匪爱财，尤其爱金银，正是因为可以省去拿银票兑现银的麻烦。赵钱想收买山匪，不可能拿现有的散碎金银充数，他会拿着银票出宫，再去城中的钱庄兑换金子。而钱庄若是一次性取这么多金子，那金子必定是号连号。可奴才也只是恰好收到那批金子里的1枚。你是想说，那金子不是你取出来的吗？赵钱刚想回答，凤九言又道：请封龙钱庄掌柜。草民见过皇上。你可别说，也记得曾见过赵钱。钱庄每日进出人数众多，草民没有那么好的记性。不过做我们这行的都是看账本，这是皇后娘娘要的账本。10月10日那天，一次性取走100斤的客人只有1位，因而并不难查，上面还有客人的签名。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？掌柜把账本呈上，太后没有看，让侍卫直接交给皇帝看。那上面虽不是赵钱的真名，但字迹总是错不了了，只要比对便能验明身份。查！不一会儿，负责查验字迹的工人有结果了。皇上，奴才比对后，这钱庄上的签名正是出自赵公公之手。赵钱和山匪凌迟处死。皇上，皇后娘娘饶命！皇后娘娘，奴才不是有意害您的，奴才见命一条。娘娘，本宫也想知道，与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要这样污蔑本宫的清白？皇上，杀一个赵钱容易，再想找出他背后的势力就难了，望您三思。皇上，哀家同意皇后说的，一个奴才怎会有这么大的主见？恐怕有人指使。皇上，臣妾也同意严审赵钱，此事真是细思恐极。赵钱是臣妾宫里的人，他谋害皇后娘娘，不知情的人肯定以为是臣妾指使的，还请查出真凶。
还臣妾一个心安，也还后宫一个安宁。今日在场的所有人不可再传论此事，一切到此为止。侍卫们要将赵钱拖出去时，凤九言突然出言制止。且慢，皇后是在质疑朕的判决吗？这就是自己和万千将士效忠的君王吗？他不只是暴君，更是昏君。赵钱身上背负的不只是指使山匪掳人的罪名，还有什么？皇贵妃身为一宫之主，御下不严，同时执掌金印，管理后宫，宫中却发生出入宫门造假之事，便是失职。看来平日里他只知媚上祸君，而没有尽到宫妃之责，如此妖妃，理当严惩。皇上，皇后所言无错，赵钱能够自由进出宫闱，说到底是皇贵妃失察。皇上，臣妾的确有错。皇贵妃失职，于凌霄殿反省几过。贵嬷嬷，扶哀家回慈宁宫。哀家老了，没人愿意听哀家说话了。既如此，哀家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太后离开后，侍卫们将山匪和赵钱都带了出去。皇上，臣妾有几句话想与您单独说。其他人也都退下。很快，殿内只剩下帝后二人。皇上，既已查明是赵钱指使的山匪，臣妾想要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还臣妾一个真正的清白。你不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没有山匪，没有你被掳一事，你大可以清清白白的做这个皇后。至此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臣妾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朕容许你查明此事，但从未允诺会让你将此事昭告天下，闹得人尽皆知。你是连你凤家满门的荣耀都不要了吗？再者，皇后如何会觉得朕会愿意被天下人耻笑，承认朕娶了一个被山匪掳过的女人？比起这无用的皇后之位，我更愿无愧于自己。你说什么？臣妾只要真相，哪怕失去这后位，也在所不惜。若皇上担心皇室名声受损，那就请您先废了臣妾这个皇后，臣妾再将真相揭露。凤微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妾胆大。皇上，臣妾被掳救回后，虽是清白身，却无人相信。臣妾若不胆大，早已死在流言蜚语中，怎么还敢穿上凤冠霞帔嫁进宫来？臣妾若不胆大，怎敢主动求您查明真相？臣妾胆大，是以请皇上废后，臣妾再胆大一回，将案情陈明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臣妾是被人诬害。你并非想让朕废了你，你是想逼朕严惩皇贵妃。赵钱只是奉命办差，真正的主谋是谁？臣妾不信您猜不到。萧玉没有否认，松开了他。此前抓到的造谣者便是出自凌霄殿，如今这指使山匪绑架臣妾的赵钱又是凌霄殿的人，这只是巧合吗？这都是你的猜测，并无真凭实据。如果皇上坚定的相信皇贵妃是无辜的，为何不敢继续审问赵钱？轮不到你来质疑朕。臣妾现在的确没有实证可以证明皇贵妃是主谋，但这些年皇贵妃犯下的罪过还少吗？您的行为无异于宠妾灭妻，后宫已然混乱无序。皇上若执意要包庇皇贵妃，臣妾自请下堂。这个皇后臣妾当不起，还请皇上另请高明。你便跪着，朕看你能跪多久。扔下这句话，他便甩袖离开，却听背后传来：跪着不行，臣妾便绝食；绝食不行，臣妾便自缢。另外还有一事，臣妾忘了告诉您，那些山匪并未全被抓住，不巧押送途中跑了3个，还顺走了好些钱财。想必皇上也听说过3人成虎。你故意藏起他们，还给了他们钱财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造谣生事，只要有一张嘴就成。何况臣妾只是让他们说出真相，也不算造谣。但听过的人会如何传说，臣妾就难以保证了。威胁朕，你是真不怕死吗？都说女子的贞洁比性命重要，那么从被掳那天起，臣妾就死了。娘娘，幸好皇上没有继续追查。皇上肯定也猜到是本宫指使的赵钱，可皇上还是选择护着您呢，可见您的地位不可撼动。突然，殿外传来一声：圣旨到。娘娘，必定是皇上的赏赐。方才在太后和皇后面前，皇上不得已罚您闭门思过，现在就来哄着您了。圣旨到，皇贵妃接旨。春和扶着皇贵妃走到外殿，失身行礼。皇帝诏曰：赵钱倒卖宫中财物，证据确凿，皇贵妃失察，即日起交出金印，转由皇后娘娘掌管后宫。另外，将皇贵妃降为贵妃。臣妾接旨。宣旨的工人走后，林燕儿一掌拍在桌子上：贱人，凤微强这个贱人，他到底和皇上说了什么？皇上从未这么对过本宫，从未。娘娘息怒，皇上还是宠爱您的。滚，都滚出去！哀家真是欠了他的。那个林燕儿到底哪里好，能叫皇上这般维护？赵钱是受谁指使？明眼人一猜便知。皇上这是色迷心窍，不分是非，这难齐的江山早晚。太后，宫中人多耳杂。这时有个太监来使禀告：太后，凌霄殿那边有新消息，皇贵妃被降为贵妃，金印也被收了。这可是真的。太后，总算叫凌霄殿那位吃了个教训，皇上到底还是一片孝心，不敢惹您动气。不，也可能是做给哀家瞧的。皇上喜欢那狐妹子，简直喜欢到了心坎上，他舍得罚她，你瞧着，说不定没2天就去凌霄殿哄着了。萧玉坐在案前，一侍卫向他禀告：皇上，赵钱自尽了，摆驾凌霄殿。山匪们颤抖着手，每人拿着一颗药丸，面面相觑。老大，我不想死，那个人说的话能相信吗？这真是假死药，不是毒药。赌一把，哪怕被毒死，也比明天被凌迟强。他答
答应过我，办成此事就会给我们一条活路。出去后，我们照样是英雄好汉。话落，山匪首领第一个吃了药，其他人见状纷纷跟随。不多时，巡逻的狱卒发现情况，大喊：“快来人！这里有犯人服毒自尽了！”牢中犯人无数，仵作检查了一遍，确定人都死了后，山匪们的尸体就被送去了乱葬岗。不多时，山匪们在颠簸中醒来的，浑身发软无力，只有眼珠子和嘴巴能动。这是哪？这时，马车停下了，一白面男人进来，对着他们上下摸了一番。这批兔子不错，够劲儿！正好这几天来了个口味刁钻的客人，就喜欢这样的糙汉。等等，这是哪？我们不是逃出来了吗？你们是谁？这儿可是个好地方。凌霄殿内只有皇上和贵妃两人，林燕儿跪在张子门外。天快亮时，门开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一时糊涂，竟做出这样的糊涂事。但臣妾也是看您不愿娶凤家女，想为您解忧，让人去吓唬一下她。皇上，您若是不肯原谅臣妾，臣妾便继续跪着，只是莫要气坏您的身子。再有下次，你便是跪断了腿也无用。皇上，这是原谅臣妾了吗？皇上要去早朝了吗？臣妾伺候您更衣可好？萧玉依旧没回应他，径直越过他走了。他脖子上隐隐露出一点银线。来人，娘娘，您有事吩咐？赵钱的家人都给本宫杀了。可是娘娘，赵钱并未背叛您。触及到娘娘的眼神，他当即低下头，话锋一改：赵钱办事不力，险些牵连了娘娘，是该付出代价。你是不是觉得本宫心狠？奴婢不敢。本宫这叫防患未然，难保赵钱没把本宫的事告诉家里人，他死了也难保他的家人不会闹事，用那些秘密威胁本宫，所以他们都得死。娘娘考虑周全。属下无能，没有找到那些山匪，既没能在皇后之前找到山匪，也没能找到皇后藏起的3个山匪。朕的暗卫营竟不及一个女子，属下等有副圣上所望，自当连发。知会皇后，朕去永和宫用早膳。你放下碗筷，朕有事问。您问。山匪和那些罪证，你是何时找到的？出事后，臣妾的父亲便一直在寻找。朕给你1月期限调查，你并不着急，因你早已调查好一切。皇后，你这是罪犯欺君。臣妾无意欺君，顶多是没有将调查的进展一一向您禀明，但您也没问，不是吗？不管怎样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朕已经惩治了贵妃，你也该交出那3名山匪了。是，他有山匪，没问题，但是要到此为止，不可能。赵钱犯事，贵妃无辜，但朕还是罚了他。是以你切不可欺他，在这宫里，有些人你动不得。皇上走后，莲霜不禁抱怨起来：娘娘，奴婢听了那赵钱昨儿就自尽了，真是便宜他，居然死得这样容易，被凌迟才好呢。赵钱平日里为虎作伥，作威作福，要不是贵妃纵着，娘娘您知道吗？皇上昨晚留宿凌霄殿，一宿没回紫成宫，他那么宠爱贵妃，咱就算有金印在手，都很难动得了他吧？把那副碗筷丢了。随后他转身进了内殿，提笔写信给吴白，让他准备3句难诗。反正皇帝没见过那些山匪。午间，金印被送到了永和宫。娘娘，难怪皇贵妃难怪贵妃一直霸占着金印，奴婢亲眼见到后，感觉都不一样了，光看着就沉甸甸的呢。放话出去，本宫要办一场宫中马球赛。娘娘，瑞王说过，皇上喜欢会马术的女子，您办马球赛是想帮其他娘娘争宠吧？皇上喜欢的是会马术的容妃，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行。娘娘，奴婢愚钝，那您是为什么啊？愿者上钩。可让哀家说中了，皇帝前脚惩治了林燕儿，后脚就留宿凌霄殿，这惩罚如何能服众？他连一夜都忍不了吗？真是荒唐。太后，您犯不着为这事儿生气。皇上昨晚宿在凌霄殿，今早却是去了永和宫，和皇后娘娘一道用膳。如今皇后执掌金印，且看吧，她和贵妃有的斗呢。你也瞧出来了。恕老奴直言，皇后刚入宫那会儿，老奴并不觉得她能和贵妃抗衡，但经过上回提审山匪赵钱一事，可让老奴见识了。现在想来，皇后一直暗暗的蓄势待发呢。且不说她如何调查出的赵钱，那日皇上分明猜出赵钱背后是林燕儿，却还是结义包庇。哀家也以为真要让林燕儿这么逃过了，没成想啊，皇后让哀家刮目相看，竟还能说服皇上，降了林燕儿父后的位分，连金印也收入囊中。是啊，皇上是什么人，谁能左右他的决定？何况还是惩罚他最喜欢的贵妃，皇后就做到了。老奴实在好奇，皇后娘娘那日究竟说了什么？这份好奇藏在心里便罢了，哀家不会问，免得她多心，并且哀家有预感，皇后被山匪所掳这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，这后宫就要不太平了。太后，眼下还真有一事，皇后娘娘要办马球赛。马球赛，让妃嫔们去打马球，这有些不成体统吧？皇后想做什么？很快就到了马球赛的日子，下面的嫔妃纷纷行礼，皇后娘娘万福。做马球赛，有谁报名参加？臣妾身子弱，常年服药，身体又不协调，怕是要让皇后娘娘多费心，但臣妾还是很愿意参加的。贤妃都这么说了，谁还敢拉她出去骑马？这要是不小心摔了磕了，倒成了疙瘩麻烦。骑马倒也能强身健体。莲霜，写上贤妃的名字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就不参加了。臣妾自幼受的教导便是，女子要温柔娴静，舞刀弄枪，骑马踢球，这些都是男子的事，女子骑马实在不雅观。若没有旁的事，臣妾告退。他说完便要走，凤九言却大声
手一挥，本宫与你告退了吗？臣妾每天都要陪太后礼佛，皇后娘娘不允许臣妾告退，是还有什么比陪太后更重要的事吗？宁妃，好好说说，什么是男子的事，什么又是女子的事？皇后娘娘没读过女则吗？如何做女子，可都在女则里了。女则这东西，本宫自然看过，但时过境迁，人的思想若是不随着改变，便会与宁妃你一样迂腐不化，墨守成规的下场便是自取灭亡。皇后娘娘是在质疑臣妾爹娘的教养吗？您可知太后她也是，这是你们家的事，本宫无法插手。但在这宫中，宁妃若再敢言女子不该骑马射箭之类的言辞，本宫便让你看看本宫的规矩。宁妃被当众批评，面上挂不住。臣妾没错，皇后颠倒阴阳，让我等女子骑射，才是有违祖训。祖训，南齐的祖训便是巾帼英豪杰，千古之名不可灭。宁妃若是不明白，可去金国堂瞧瞧，那里供奉着多少跟你一样同为女子却能名垂千史的巾帼英雄。宁妃的脚下一个后退，其他妃嫔也都变了脸色，但也有些不明所以的，私下问金国堂是什么？当初太祖征战四方，缺少兵力，征兵令一出，家家户户的男丁都上了战场，只留下老弱妇孺。后来敌国偷袭，男人们在前方，女人们只好拿起武器守城门。那之后，太祖颁布一条命令，女子也可救国，成立女子营。还有这事儿，我都未曾听说过。何止？听说宁妃的先祖就做过女子营的将军，今日他却……臣妾知错了。凤九言没再看他，而是对其他人说：本宫举办马球赛，是想承袭金国堂之精神。既然除了贤妃，你们都无意参加，那么众妃嫔缓缓抬眸，若没人参加，希望这马球赛就免了吧。宫中5品以上的妃嫔都要参加训练，一个都不能少，违者宫规处置。什么？皇后娘娘说的一个不少，也包括贵妃吗？怎么，宁妃是听不懂人话，还是耳朵有损？训练结束后，宁妃立马去慈宁宫跟太后告状。姑母，您不知道那皇后有多嚣张，她还敢质疑我们家的教养，这是连姑母您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桂嬷嬷，一会儿你亲自去趟永和宫，就说这段时间宁妃要和哀家一起礼佛，马球赛是没工夫训练了。谢过姑母。你是哀家的亲侄女，在宫里哀家能帮的一定帮，但你切记不要公然和皇后对着干，她到底是6公主位。是姑母。然而第二天到场的只有2人，一个是贤妃，一个是性子欢脱的嘉嫔。娘娘，其他人也太不知尊卑了，您如此强制，他们还敢不来？先练习。贤妃从未骑过马，瞧见宫人牵着马过来，连连后退，表现得抗拒。上马后，她更是摇摇晃晃的，不知道该如何御马。凤九言亲自帮她牵住马，马不走，不要强行拉缰绳，拿上软鞭，轻拍她的斜腹部。臣妾记住了。娘娘，说来也好笑，就2个人去了，贤妃是要罐子，嘉嫔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那2个人能成什么事儿？想来也是没人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做皇后做成这个样儿，实在给凤家几代贤后丢人。娘娘，皇后娘娘去求见皇上了。皇后娘娘这是知道自己的话行不通，想让皇上出面了，那就看皇上会不会帮她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朕国务繁忙，有何事直说。贵妃的头疾药也快用完了，臣妾送了瓶过来。皇后上次说只剩下最后1瓶了。臣妾写信给父亲，让他多加留意那位游医的行踪。巧得很，几天前那位游医又来了皇城。的确很巧，为何不直接送去凌霄殿？山匪一事，臣妾与贵妃有局语，臣妾送的只怕贵妃不敢用，要已送的，臣妾告退。先送去太医院，太医确认无误后，再送去凌霄殿。皇上对贵妃的事可真是上心呐，只怕没多久，贵妃又会恢复往日的荣宠了。娘娘，奴婢真想把那药撒了，也不愿给贵妃，这下她只怕更得意了。那药里我掺了一味药材。娘娘，您是想这么毒死贵妃吗？直接下毒，我岂能逃得了干系？也是，娘娘，您到底加了什么药材啊？能让她痛不欲生。太医查不出来吗？上次就验证过了。上次，娘娘，难道您上次给贵妃的药就已经动了手脚了？小生仙如此一惊一乍，沉不住气。娘娘，这永和宫隔墙有耳，您已经拿到金印，是不是该把那些人都撤了？上回江嫔就收买了人，给您下药呢。撤走了这一批，还会有下一批，与其春风吹又生，不如收为己用。皇上，这是那刺客送来的字条。这字条是约萧玉今夜见面解读，而此时其他妃嫔还聚在一起嗑瓜子听乐子。我们这样真的不要紧吗？皇后难道不会怪罪吧？管他呢，我们就说病着，难道他还能强行把我们拉过去？而且贵妃和宁妃也都没去，天塌了有他们顶着，大不了一起受罚呗。皇后娘娘懿旨，皇后娘娘差太医给各位娘娘诊治，有病治病，至于故意称病不去御马场的，罚抄宫规50，杖责5下。太医们一个个的给妃嫔们看诊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一个个都挨了板子，还要罚抄。那贵妃呢？听说贵妃娘娘今日也没去御马场，皇后怎么不敢罚她？郭某着这个时候，懿旨已经到凌霄殿了。什么？皇后真敢罚贵妃？贵妃娘娘得罪了。方四，你们怎么敢打贵妃娘娘？就算是皇后娘娘的命令，皇后上头还有皇上呢，难道你们不知皇上是如何宠爱贵妃娘娘吗？今日若打坏了娘娘，皇上不会饶过你们。娘娘，奴才们也是奉命行事，您放心，我们只是做样子，绝不会伤到您。可若是一点不做事，
只怕皇后娘娘也不会放过奴才。去请皇上来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在这宫里是谁说了算。凤九言一容来到长信宫，一跃翻进了内殿。迟了1刻钟，有些事耽搁了，请您宽衣。无需这般警觉，朕说过不杀你。您最好君子一诺，毕竟现在只有我能救您。下完最后一根针，凤九言抬眼看着他。上回过后，您这毒加重了，每隔一段时间施针不够，明日起劳烦您每晚来此施针。另外，进房事。说完，凤九言瞥了眼他腹部以下，眼睛不想要了吗？有件事一直想问您，天水之毒，除了千羽飞针无药可解，但您体内的毒性却能一直被抑制着，是用了什么法子？我要帮您施针解毒，就需要了解有关您这毒的一切。若您用的法子会耽误我施针，那耗费再多时间也是无用。若你每晚都能来，朕便无需用其他法子。皇上，凌霄殿的婢女去死成功传话，贵妃进房事。闭嘴！您若想尽快解了这毒，就最好听我的，否则元阳一线，前功尽弃。现在正是关键时候，任何事不得打扰。行刑的工人也在等皇上旨意，否则还真不敢贸然对贵妃动手。不一会儿，前去请皇上的太监回来了。皇上呢？娘娘，刘公公说，皇上白天累着了，早早的就歇下了，还明令不准任何人打搅。你这糊涂的，难道没说明清楚？娘娘都要被打板子了。那行刑的工人面面相觑，随后站出来道：贵妃娘娘得罪了。次日一早，工人急匆匆地来永和宫传旨。娘娘，皇上召您立即前往凌霄殿，肯定是为着昨晚贵妃挨板子的事儿。皇上那么宠爱贵妃，您这么一去，不会有事儿吧？兵来将挡。此时贵妃正扑在皇上怀了，哭的那叫一个凄惨。皇上，臣妾好疼啊！皇上，皇后娘娘到了，让她滚进来。随后凤九言走进内殿，萧玉当即发飙：皇后，你做的好事，连朕的贵妃都感动。凤九言失身行礼，语气沉静地说明了来龙去脉，而后道：臣妾只是按公规行事，臣妾虽执掌金印，说到底是皇上暂交给臣妾的大权，贵妃不守公规，岂非不敬交与臣妾大权的皇上？好一个伶牙俐齿！既然你这么想办马球赛，朕让你办，但昨日的事，朕不希望再发生。既挨了板子，公规就不必再抄。身为皇后，应当温良，以德服人，而不是靠严刑逼迫。臣妾遵旨。皇上，朕还要上早朝，下朝后再来看你。皇后打了众妃嫔板子，但他们还得去御马场练习。开始后1个时辰，贵妃姗姗来迟，径直走向凤九言。真是抱歉，臣妾来迟了，都是因为皇上心疼臣妾，叮嘱了好久，才放臣妾过来呢。转告皇上，他不必担心，本宫会好好照顾贵妃。皇后娘娘莫不是忘了，皇上早上还说过，您得以德服人，不能动辄惩罚人的。贵妃往休息的棚子下一坐，众妃嫔都看贵妃行事，见她如此，自己也都如此。娘娘，他们哪里像是来骑马的，都在偷懒。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就看能否抓住。中途休息，凤九言3人坐在阴凉处。贤妃姐姐，你的气色好很多呢，都比以前红润了，是吗？别的没觉得，倒是夜里好睡很多，人也精神了。以前总是昏沉疲乏。皇后娘娘，这么久了，还是只有臣妾与嘉嫔妹妹在练习。马球赛真的能办成吗？能。皇后娘娘，今儿有匹马忒不听话，不知是怎么了？奴才们试了很多法子都不管用，可否劳烦您一驾？这马傲气得很，他有多久没跑了？约某好几个月了，这些都是御马，可皇上1个月来的次数也就3、4回，马儿又多，而且奴才们靠近，他还不让。平日里也就是脾气犟了点，今日也不知怎得，尤为暴躁，还踹伤了人。小问题，本宫带他跑一圈。娘娘小心呀！皇后娘娘骑得好快啊！忽然，贤妃眼神怔怔地看着某处。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弟见过2位娘娘，免礼。皇上，你也是来骑马的？2位娘娘，一个娴静温婉，一个活泼灵动，皇上好福气。羡慕，朕明日就为你指婚。臣有罪，不过听说后宫的娘娘们都来练习骑马了，怎么臣只见到2位？1人1马在树荫下歇息，马儿站着，凤九言则躺在草地上。凤家便是这样教你规矩的。参见皇上。行事如此不端，丢的是你凤家的颜面。皇上教训的事，臣妾必不再犯。朕将贵妃的安危交由你，她若在训练时受到任何伤害，朕唯你是问。臣妾知道了，他可没说马球赛当天也要贵妃毫发无伤。凤九言牵着马回去，将马交还给管事。娘娘这么快就将他调教好，真是奴才们的救星啊！皇后娘娘，皇上来了。嫔妾方才瞧见皇上骑马的身影了，好俊朗，可惜您方才不在。小声些吧，可别让奴才们瞧了笑话。巧得很，本宫方才也碰到了皇上，这会儿应该是往东边去了。嫔妾该去练习了。人都走了后，只剩下贤妃还留在原地。娘娘，嘉嫔那明显是去找皇上了，您为什么不？皇后娘娘办马球赛，其实是想让我们争宠，好对付贵妃。娘娘，您怎会这样想？本宫记得容妃会骑马，难怪皇后娘娘不在意没人训练，想来她把希望都放在嘉嫔身上了。毕竟宫中除了贵妃，就属嘉嫔最像容妃了。可是即便如此，若真能得到皇上恩宠，也是件好事啊。娘娘，您为何不顺水推舟呢？冬夏，本宫早已不奢求皇上的宠爱了，更加不想掺和皇后与贵妃的争斗中。我们回宫。半个时辰后，嘉嫔回来了。皇后娘娘，嫔妾又见到皇上了，皇上还和嫔妾说了2句话呢。这么多天辛苦骑马，真是值当了。果然，嘉嫔并非表面这样没心没肺。
费，宫里的女人个个都精明得很。而此时，休息处那边的妃嫔们才晓得皇上来了御马场，他们激动不已，立马穿上旗装，手忙脚乱地跑了出去。众妃嫔跑出去后，皇上早已离开了。嘉嫔大师运气好，谁能保证我们也有这样的运气，能见着皇上？就是皇上又不是天天来御马场，要不我们还是去打马道吧。可皇上来御马场的次数绝对比来我们宫中的次数多。说的也是，之前皇上去个宫，是因为皇后胁迫他雨露均沾，那之后就再也不曾爱。要不我们还是好好练习吧，皇上早晚会再来的。突然，众人身后响起嘲讽声。怎么，现在人人都觉得骑马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吗？首先，这旗装就不是每个人都穿得惯，就比如庄嫔，穿上旗装只会暴露你前胸后背一样平，皇上瞧了就没兴致了。被取笑的庄嫔自卑地低下头，退到人群后。再者，你们做好摔下马的准备了吗？而且每次骑完马，两腿间都会被磨得红肿，严重的第二日连路都走不好了。人家骑得好，才是赏心悦目，能入皇上的眼。若是骑得笨拙滑稽，谁要看，只会让皇上更厌恶你们。宁妃这番话虽然难听，但在理，却也有人问了：既然如此，宁妃你来干什么？本宫就是路过而已。娘娘，贵妃天天偷练，这样下去，她能参赛吗？旁人都需要练，他不用。为什么啊？他本就会骑马，待字闺中时就打过马球赛，别人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学得像容妃、贵妃的长处便是，他不用刻意改变，本身就像极了容妃，不止容貌，连马术也是如此。我们这位皇上既喜欢像容妃的，又厌恶刻意模仿容妃的，所以贵妃才得宠。娘娘，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查到的。眼下最重要的不是让他加入练习，而是让他展露马术，将他逼上马球赛。让你打听容妃的事，你打听的如何？容妃和皇上是青梅竹马，及笄后就入宫了，死的时候才17。奴婢听说容妃爱骑马，皇上总是陪着她在御马场，爱极了。她独创的凌霜飞雪，深得皇上喜欢。凌霜飞雪吗？娘娘，如您所料，好些人已经在练习凌霜飞雪了。贵妃那边倒是没什么动静。传本宫的懿旨，近日天凉，贵妃身患头疾，可以不必来御马场。是，娘娘。几天后，凤九言找到管事的问话：娘娘，最近有好些人都在练习凌霜飞雪，奴才也按照您的吩咐，在主子们遇到难关时稍加指点，但也只有嘉嫔娘娘最有天分，学得最快，也学得最辛苦，回回都是晚上偷摸着过来。凤九言明了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他退下。娘娘，嘉嫔真能刺激的贵妃展露马术，双管齐下，还需要一样东西，猜疑。皇上今晚又直接回紫宸宫了。是的，娘娘，小路子去打听过了，皇上这段时间都是批完奏折就回紫宸宫了。批完奏折，最晚也不过虚时。是呀，皇上怎会那么早安置？许是太劳累了。贵妃直接一个抬脚，正踢在春和胸前。连你也想诓本宫？娘娘恕罪，让小路子好好查查，皇上夜间究竟去了何处？皇上，您今儿还要出去吗？他一离开紫宸宫，潜伏在暗处的小路子就跟了上去。小路子有武功在身，懂得隐藏自己的气息，可还没跟几步，他就把皇上给跟丢了，只能回到凌霄殿禀告。你确定皇上离开紫宸宫了？是，娘娘，奴才亲眼瞧见的。大概往哪个方向去的？是华清宫吗？好像不是。娘娘，皇上会不会去容妃的故居了？你为何这样想？奴婢也是揣测，皇上的异常好像就是从在御马场见了嘉嫔开始的。许是因为嘉嫔的缘故，皇上越发思念容妃娘娘，便去故居怀念祭哀思。容妃。凤九言与宋离相约在城郊酒馆内，他走上楼，刚推开雅间的门，迎面便是一道劲掌，出招极狠。他反应甚快的出掌对上，男人被凤九言的掌力生生逼退，眼看着就要被伤，立马喊话：姓苏的，你大爷，跟你打个招呼而已，没必要动真格的吧？谁大爷？行，我大爷，你是我大爷，这么多年面具还没换呢，看来你也没混出个什么名堂，还是那么穷酸，不像本公子。想死吗？此时凤九言才看见宋离被绑在椅子上，便上前松开宋离身上的绳子，扯了他嘴里的破布。苏兄弟，不是我不提醒你，是他太卑鄙了，一路跟着我过来，还把我给误了。上次的事的确多亏你们相助，他日必约你们出来好好相聚，但今晚我与宋神医有要事相商。听你这意思，是觉得我碍事，想赶我走了？好，我走，亏我还派人帮你保护那位姑娘，给她买了不少补品和药，我这一腔真心真是错付了。苏焕，你记着，我江陵绝不是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。城东木莲酒家给你的谢礼就在那儿，上好的料子最衬你的美貌。江林这下可高兴了，他走后，宋离才有机会说正事儿。那位姑娘的病情很重，下猛药好得快，痊愈的可能也大，但会伤及她肺腑。若是按照寻常方法治疗，至少得3-5年，但能痊愈到什么地步，我也无法确保，得看调理的如何，需要你拿个主意。寻常治疗即可，我不希望他再受病痛折磨。我以为你是想从他口中问出些什么，如今看来，他是你一位重要的人。是很重要，那位姑娘就交由宋兄了。今日我来见你，还有一事请教。你说。我需要一种药。萧玉刚下朝，刘世良便传话：皇上，皇后娘娘称马球赛前的训练初具成效，邀您和太后一同去御马场观看赐教。萧玉平日
里喜欢去御马场，可若是去看那些妃嫔表演，她无比不愿，但太后竟亲自来请了。皇帝政务繁忙，哀家本也不该打搅，但近来朝中都有我们母子不和的传言，为了前朝和后宫的稳定，还是得扩一扩了。趁着今日这机会，陪哀家走走，如何？萧玉点点头，陪着太后来到了御马场。皇上，你是精通马术的，瞧瞧他们可有什么不当之处？不伦不类。臣妾见过母后，皇上。快起身，皇后，你这宫中马球赛颇有新意，费心了。的确，直接开始，朕还有许多奏折堆着。等几位妹妹准备好，便可以开始了。皇后，你不和他们一道？是。可惜了，哀家记得你的马术是极好的。准备骑马上场的妃嫔们个个激动又忐忑。皇上终于来看我们了，我好紧张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勤加练习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妃嫔们依次骑着马，展现自己这些日子的收获。贤妃身子弱，没想到骑马倒挺像回事儿。不一会儿就轮到了嘉嫔，只见她稳住马后，突然起身，单脚踩上马背，双手抓着缰绳，接着另一只脚也踩了上去，开始一段英气又柔美的马上舞。嘉嫔这马术是皇后所教吗？嘉嫔天赋高，无需臣妾教导。嘉嫔表演完，太后露出满意的神情。好。皇上，嘉嫔表现虽好，却还有些不得要领，可否请您指教一二？有形无神。就因为如此，才需要皇上指导。随后，他将嘉嫔叫了过来，嘉嫔满心欢喜，嫔妾参见太后、皇上，还有皇后娘娘。瞧他们骑马，哀家也想下去走走了。臣妾陪您。两人就这么走下看台，把萧玉和嘉嫔留下了。萧玉本就无心来此，他起身也要走。皇上，臣妾昨夜梦到容妃娘娘了，她托臣妾带句话给皇上，愿为影息，随居身。娘娘，您看那边。只见御马场西侧的树荫下，贵妃正站在那儿，一瞬不瞬地盯着看台。娘娘，外头风大，要不回凌霄殿吧？嘉嫔骑马的样子，真的像极了容妃吗？嘉嫔娘娘不过是哗众取宠，不及娘娘您仪态万千，风华绝代。老实告诉本宫，回娘娘，以奴婢拙见，嘉嫔也就是骑马的时候笑。皇上就这么忘不了容妃吗？皇上，梦里容妃姐姐允诺会在今日助臣妾一臂之力，臣妾原也觉得荒诞离奇，可方才臣妾表演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如有神助，或许真是容妃姐姐显灵。你的凌霜飞雪是自学的吗？是的，但臣妾愚钝，学得不好。东施效颦。嘉嫔愣怔在原地，她深受打击，仿佛活儿都飞了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难道他对嘉嫔也不满意？太后，皇上能和嘉嫔待那么会儿，已是极难得的了。皇上并不是己色之人，嘉嫔多在皇上面前露露脸，可能这事儿就成了。嘉嫔也是辛苦，一会儿挑些首饰给嘉嫔送去，有太后的奖赏，嘉嫔很快就能伺候圣驾了。嘉嫔，好一个嘉嫔！娘娘，您犯不着生气，嘉嫔在卖力，皇上心中还是只有您。骑马是不会，娘娘您的马术比嘉嫔好得多，您才不像他们需要那么费劲儿的表现。住口！给本宫准备一套旗装。娘娘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凌霄殿那边来消息，贵妃坐不住了，这就要去骑马呢。御马场那边都打点好了。娘娘放心，早几天前就告诉过管事，没有娘娘您的允准，后宫妃嫔是无法进御马场的。贵妃虽然会马术，但已经许久没骑过马，表演给皇上看之前需要先练习，而宫中唯一能够骑马的地方就是御马场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娘娘进不得。贵妃娘娘真不是奴才不让，是上头有令，奴才不能违抗圣意啊。前些日子娘娘都能进，为何今日进不得？这是谁的规定？是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说，这御马场的马匹和骑装有限，只有参加马球赛的娘娘们才能进，而且得有她的允准才能。放肆！皇后娘娘是为了各位主子的安全，贵妃娘娘，奴才也是奉命行事，还请您别再为难奴才了。皇后不准，若是皇上允准，奴才定然给您开门，绝不含糊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召您过去问话。娘娘，肯定是贵妃向皇上告状了。更衣，凤九言一进去就看到皇帝坐在案桌后，贵妃站在他身侧，两只眼睛红红的，美人娇弱，如风拂柳。臣妾拜见皇上。皇后好大的威严，以后朕去御马场也要经过你的允准吗？臣妾的权力只在管理妃嫔宫人，不知皇上为何有此误解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今日去御马场，那管事的说您有令，我们想去御马场都得经过您同意，难道是管事的撒谎吗？不让妃嫔随意进出御马场，的确是臣妾的意思。解释。马球赛临近，每队需要4人，一共8人，另个有1名替补，算下来一共需要10人，但参加训练的共有19人，将近一半要在赛前被淘汰。最近他们个个都很积极，殷勤练习，都想要入选。积极练习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但过了头便会暗自较量，生怕别人超了自己，就会私下练习。他们若是精通马术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一群初学者，极容易发生意外，造成自身伤害。如此对他们，对臣妾这个主办者皆是不利。为了便于管理，为了他们的安全，也为了防止恶意争竞，臣妾固定了练习时辰，并且臣妾在时才容许他们入内。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？皇上，臣妾只是想骑给您一个人看。贵妃若只是想取悦皇上一人，倒也不必特意在白天去御马场，尽可带金乌西鞋，拉上帐幔。放肆！皇后娘娘竟如此折辱臣妾。是非要在白天用御马场练习骑马也行，但得等马球赛结束，毕竟最近用马和场地都很紧张。贵妃不会骑马，还得要几人跟着保护，也是不便。我会骑马，用不着皇后费心。贵妃会骑马？皇上，您是知道臣妾会马术的。贵妃的马术远超那些人之上，皇后你多虑了。既如此，贵
贵妃无需参加选拔，10日后直接参加马球赛。皇上，臣妾不愿。那就只能等到马球赛结束后了。咦，莲霜见自家娘娘出来，赶紧迎上。娘娘，没事吧？马球赛名单加上贵妃。娘娘，您怎么做到的？贵妃怎么会同意啊？皇后娘娘，且行且看吧。金印挺好使，那也得您握得住才行。本宫借给你玩玩而已，你还得依上了。你的前车之鉴，本宫定当牢记。再者，留不住的沙，本宫习惯养了它，谁都得不到。凤微强，你得意不了太久。贵妃去御马场被拒，众妃嫔听闻都非常惊讶。那可是贵妃啊，御马场那帮奴才敢拦她？还是得有金印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皇后娘娘有了金印后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？反正我是没见过贵妃吃闷亏，听说她被拦在外头，脸色可难看了，转头就去找皇上告状了呢。告状有什么用？皇上也没为她做主，她明日就要和我们一起练习骑马了。凤九言正在调香，听闻侍卫禀告，皇上，凌霄殿又来人请了，就说朕在忙，改日再去看他。遵命。皇上可忍的？要朕拔了你的舌头吗？眼见心变不静，心不静便乱了神智，因而归根到底，倒不如不见。身为医者，我言尽于此，望您珍重龙体，莫要因一时之欲，将这些日子的治疗毁于一旦。你难得说这么多。2个时辰后结束，我先告退。得知皇上又没空，贵妃的头急犯了，疼得厉害。娘娘，您缓缓。待她稍稍缓过来后，春和冒着危险提醒娘娘，恕奴婢直言，皇上只是太忙了，您别多想。1个多月了，皇上1个多月没来了，这不正常。他就这么思念容妃吗？还是说他是故意冷落我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快点练习马术，重新夺回皇上的心。4日，贵妃就和众妃嫔一起，一大早就来到御马场练习。但她练习的时候，不容许别人在场，生怕别人害自己，所有要用的东西都得检查过。娘娘，贵妃如此小心严防，我们如何能对她下手呢？总会有意外的。凤九言很少上马，大多数时候都在场边看。今日的练习快结束时，瑞王来了御马场。臣弟见过皇嫂。凤九言下意识往他后面看，没见着暴君。今日只有臣弟一人，皇嫂用心良苦，若是有需要，臣弟会劝皇上多来御马场。不必。看来是臣弟多此一举了，皇嫂忙。臣弟预祝皇嫂得偿所愿，与皇兄两情缱绻，恩爱白头。有病！我看起来像是要争宠的吗？宁妃陪着太后礼佛，似乎真的得到平静。秀婉，哀家记得你以前也学过马术，怎么不去参加马球赛？姑母，我不愿跟着皇后瞎胡闹，这马球赛办不起来，皇上也看不上嘉嫔。若是真的喜欢嘉嫔，前几日就会临幸她了。宫里头的风言风语，只有那些蠢笨之人会相信，趋之若鹜，我是不信的。秀婉，你从小就聪明，所以当初哀家才会在一众孩子中选中你，力保你入宫为妃，你才貌双全。只可惜你不像其他人，他们多多少少和容妃有相似之处。而你，皇后办马球赛的真正目的，哀家也是知道的，无非是让那些像容妃的人更像一些。所以哀家听说你没去，也就没催逼过你。哀家也高兴你能沉得住气，不去做那没意义的事，但你要一直这样沉稳才好。是，姑母。宁妃走后，桂嬷嬷对太后道：太后，贵妃也在练习，并且在马球赛的名单上，老奴觉得这事儿值得推敲。贵妃之前还怠惰得很，带着一帮人偷懒，如今却辛苦练习马术，确实稀奇。或许是因为皇上已经1个多月没去他宫中，又眼见着嘉嫔受到皇上注意，贵妃便着急了。皇后如此费心举办马球赛，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几天的训练后，马球赛如期而至。宫中第一次举办马球赛，皇后娘娘着实费心，的确是头一遭，比之凤家历代所出的贤后，也是前所未有。皇后有玲珑心思，这马球赛定是别开生面。嘉嫔穿好后，跑到皇后的帐篷。皇后娘娘，真没想到我们是一对。原本嫔妾还担心贵妃的马术那么好，没人能压住她。现在藤甲脱下来啊！有人在嘉嫔的藤甲上撒了雪兰香，其目的是什么？显而易见，让马发狂，从而引发意外，摔伤嘉嫔。皇后娘娘，嫔妾的藤甲怎么了？凤九言暗自发力，将藤甲下方的一根拴绳扯了下，拴绳断了。方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？莲霜手工活好，让他给你缝制，很快。莲霜会意，马上接过嘉嫔的藤甲。嘉嫔不疑有他，先出去后着了。娘娘，嘉嫔这藤甲被人动手脚了。是能让马发狂攻击人的雪兰香。这是想害死嘉嫔啊！一定是贵妃。娘娘，您的藤甲也得检查检查，这太危险了。我的没问题。贵妃是指针对嘉嫔吗？这也太明显了吧！你怀疑贵妃是因为先入为主，若真的事发，在旁人看来，有心害嘉嫔的不只有贵妃，还有其他想要争宠的人。娘娘，奴婢有些糊涂了，那这到底是不是贵妃做的啊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等事，且特意选在马球赛当天的，只有可能是贵妃。可是贵妃也很记恨娘娘您，她应该也会在您的藤甲上动手脚啊！你想给人下毒，如何能最快摆脱自己的嫌疑？自己也喝下掺了毒的东西，但要提前备下解药。刚说完，莲霜便觉醍醐灌顶。娘娘，奴婢想到了，贵妃存心害嘉嫔，若是给您也下雪兰香，别人便会觉得您和嘉嫔都是被害者。所以贵妃为了摆脱嫌疑，会在自己身上也弄些雪兰香。你说的都对，但还有补充，贵妃身上的雪兰香分量极少，不会引起马匹发狂，而嘉嫔一旦出事，本宫这个主办者也会有责任，甚至背上同时谋害2位宠妃的嫌疑。好卑鄙！娘娘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告诉嘉嫔？将这
这藤甲缝好了，还给嘉嫔。马球赛开始，参赛的妃嫔们穿着旗装骑马进场。年轻就是好啊，一个个的和平时大不一样了，不像深宫里的妃嫔，倒像女将军。太后母仪天下，皇上英明有道，这宫里自然就养人。母后说句玩笑话也就罢了，近100年来，南齐从未出过女将军。皇上福泽庇佑南齐大计，帝陵人杰，相信再过不久，南齐也能出个女将军，为我南齐开疆辟土，称霸中原。萧玉端起酒盅，与瑞王隔空相碰，咚的锣声响起，比赛开始了。比赛一开始，嘉嫔就策马冲了出去，她用球杖控住球，将它击向对方球门，拦住他。嘉嫔动作极快，几个连击，马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球门。工人举起红旗，得抽。那是谁？身手十分了得啊！太后是嘉嫔，不错。赛场上，嘉嫔还沉浸在短暂的得意中，一双阴鸷的眸子望着她，那便是贵妃。嘉嫔刚想控住球，突然一只球杖横插过来，夺走了她的球。再一看，那人已经带着球飞奔，是贵妃，不好！他们的球门那边无人防守，贵妃要进球了。嘉嫔一急之下，立即追上前去，但贵妃的马术在她之上，岂能这么容易被她追上？仅仅几个眨眼的功夫，一球入洞。贵妃娘娘马术精湛，马球打得也好，难怪深得皇上宠爱。接下去的比赛，贵妃没给嘉嫔反攻的机会，她针对嘉嫔，每次都是先让嘉嫔控球，等到嘉嫔快要射球门的时候，又横插一脚把球夺了去。蓝方的丑记2分，蓝方的丑记3分，蓝方。工人的声音持续不断，一次次打击着嘉嫔，嘉嫔的脑门上都是汗。不，我不能输，皇上还在看着呢。终于，他看到球了，嘉嫔抓住这机会，将球击向球门，咻，进了。嘉嫔大喜，可一回头，同队之人诧异地看着他，没有一丝喜悦，这不对劲。这时候，又听工人说，贵妃摔马破相，手还断了，而太医却不能给她打麻药。皇上非常气愤地叫来皇后，再不说实话，朕便打断你的胳膊，毁了你这张脸。嘉嫔的球进错球门了，贵妃骑着马经过凤九岩身边时停下。皇后娘娘，你们这对媒人能战了吗？我晓得你想让嘉嫔争宠，想让她分走皇上的宠爱。凤微强，你这个皇后做的真窝囊啊！你费这么大功夫培养嘉嫔，结果她不还是被我踩得爬不起来？你也是，很快你会趴在我脚前，求我饶了你，就像你母亲那日一样。凤九岩眉间聚敛，贵妃窥见她这细微的表情变化，反露出一抹得意来。怎么，你不知道？你被掳后，凤夫人可是求见过本宫呢。本宫让她作甚，她便作甚，连跪在地上给本宫穿鞋督尘，比你识趣儿多了。凤九岩攥着缰绳的手一用力，指骨骨节泛白。原来你的蠢事随了你母亲，她居然以为给本宫磕几个头，被本宫当乐子玩弄，就能换你平安。她也不想想，本宫受尽宠爱，有必要嫉妒她的女儿害人吗？居然怀疑本宫，呵，活该被本宫耍。下半场会很精彩。下半场比赛开始时，瑞王看着场上的局势叹了气。贵妃势如破竹，整个赛场上没人能拦住她，这胜负必然没悬念了。皇上，你以为呢？萧玉望着场上策马击球的身影，不予置评。观赛的妃嫔们也在议论，贵妃着实厉害，这样下去，蓝方必胜。平时看嘉嫔练习，还以为她多无敌呢，今儿真是人外人，天外天。幸好我们没上场，一直输球真丢人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别忘了，皇后娘娘还在场上呢，她的马术很好，说不定可以力挽狂澜。这时，场上突然发出爆鸣声，进球了，红方得抽。谁进球了？太后是嘉嫔。嘉嫔大受鼓舞，之后的几球，她再度体会到那熟悉的感觉，有人在给她传球，而且每次都恰到好处。忽然，贵妃双眼一亮，时机差不多了，嘉嫔的马已经开始狂躁不安了。这时，嘉嫔也发现马有些难控，但她这时球感正好，舍不得下场，反正比赛也快结束了，撑一撑就能击败贵妃了。贵妃假装失误，将球击打到东侧场地，嘉嫔果然追着球过去了。去死吧！贵妃勒住马，想亲眼看嘉嫔摔得血肉模糊。突然，她的马扬起脖子，旋即抬起前蹄，如同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，也追着那马球而去。更可怕的是，她的马也失控了。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听见几声凄厉的喊叫，旋即有人被生生摔下马背。贵妃极力想护住自己的脸，可在几个剧烈的翻滚后，她的脸还是不可避免的被划出一道大口子，并且左胳膊咔嚓一声。我的脸，我的胳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好痛！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贵妃坠马了。快看，嘉嫔好像也不对劲。众人这才看到嘉嫔费劲地控制着马，颠簸的厉害，救命！却见皇后突然策马而去。更奇怪的是，皇后没有丝毫减速，似乎要驾着马朝嘉嫔撞去。两匹马相撞，硬生生让嘉嫔的马减速下来。凤九岩站到马背上，起身一跳，就从自己的马背上跳到了嘉嫔的马上，稳稳坐落在她后面。把藤甲脱了。把藤甲脱了。嘉嫔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照办了。随后凤九岩一家马妇强行操控着马离开东侧场地，两人一马一个飞跃，跳出场边的栅栏。那一瞬间，只靠马的两只后蹄支撑，等到了较为柔软的草地上。凤九岩单手抓着缰绳，另一只手持银针，迅速扎入马背上的穴位。一瞬间，马儿短暂麻痹。娘娘啊，带嘉嫔回帐篷，让太医给她看看。是，娘娘，你没受伤吧？要不要紧？凤九岩没有回答，直直地看着赛场东侧。传太医。皇上太过分了，那么多太医全都去医
医治贵妃用得上吗？娘娘您也需要太医看诊啊。他的确用得上。贵妃是被活活痛醒的，惨叫声连连。好痛！皇上，臣妾好痛啊！娘娘您忍忍。皇上，娘娘胳膊上的伤口太深了，需要缝合。那就缝。皇上，娘娘体内积着一种药，名为助魂散。方才臣查过，它出自娘娘平日里服用的头疾药。这助魂散确实有益气养神之效，但它性活泼，极易和许多药材相互作用，产生毒素，包括麻沸散。也就是说，娘娘的伤口得生缝。皇上，若是再不缝合，贵妃就会失血过多，届时就危险了。不，皇上，按住娘娘，切莫让她动弹。看到太医拿着针线靠近，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贵妃尖叫，别过来！旋即帐篷里充斥着惨烈的喊叫，外面的人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。皇后，你好好歇息，哀家去看看嘉嫔。是。送走太后，莲霜大大的松了口气。娘娘，好险！您去救嘉嫔的时候，奴婢可担心了。娘娘，那马求您将它用药汁浸泡过，不用处理吗？不必。娘娘，要是被其他马儿闻到怎么办呢？那些马不会，贵妃的马被下了药，才会对它有反应，而药效已过，即便是贵妃的马，也不会受那马球影响。你若做的太多，反而会招致怀疑。何况他们要查，也是去查雪兰香。难怪娘娘没告诉嘉嫔真相，依旧让她穿着沾了雪兰香的藤甲，即便出了事，也可以说是贵妃和嘉嫔较量多，离得近了，那马才会连带着一起发狂。只要皇上去查雪兰香，就不关我们的事了。若是运气好，还能查到贵妃身上呢。但说着说着，他又想到一个问题，可是娘娘，每种药发作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怎么就这么巧？嘉嫔的马发狂时，贵妃的马也被那马球给勾得发狂啊，这也太巧了吧？您用的也不是雪兰香啊。我临时加重药量了。娘娘，贵妃怎么喊得这样大声啊？上药接骨也会这么痛吗？我的药不是白白送给她用的，她既用了，就得承受该有的后果。娘娘，那皇上岂不是知道是您在头疾药里动了手脚？怕什么来什么。不到片刻，刘世良奉命前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召您过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跪下！朕说过，贵妃若有任何闪失，拿你是问。臣妾的确难逃其责，任凭皇上责罚。但今日之事并非普通坠马，若是不查出真相，你怎知这不是普通坠马？赛前嘉嫔来找过臣妾，彼时她的藤甲就有股特别的香味，臣妾觉得在哪闻过，一时想不起来，以为那只是普通的脂粉。马球赛开始后，臣妾心不在焉，一直在想究竟那是什么气味。眼看对方一直得逞，才不得不停止胡思乱想，投身于比赛中。萧玉没有打断他的话，便是容许他继续说下去。再后来，嘉嫔的马表现异常，有狂躁之状，臣妾这才想起嘉嫔藤甲身上的异味是雪兰香，去取嘉嫔的藤甲。因此臣妾营救嘉嫔时，先让她脱了藤甲。隔壁贵妃的喊叫突然停了，像是痛得昏厥。所以你明知藤甲有问题，却没有深查。臣妾一开始并不知道那是。你当朕是傻子？他手移到他肩膀，随即握住他，咔嚓，凤九妍的肩膀生生脱臼。娘娘，拖出去。随后莲霜就被捂上嘴巴拖走了。帐篷里只剩下他们二人。再不说实话，朕便打断你的胳膊，毁了你这张脸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贵妃从马上摔下来，脸破了相，连手都折了，而皇上却在问责皇后办事不力。臣妾想查出到底是谁要对嘉嫔下手。继续说。臣妾先前的确有所隐瞒，发现嘉嫔的藤甲有问题后，臣妾有意不声张，便是为了引蛇出洞。上半场比赛，臣妾无心马球，一直在观察着场内外的人。嘉嫔的马失控，臣妾早有预料，才能及时救下她。但贵妃坠马，在臣妾意料之外。传太医。这时刘世良也取来嘉嫔的藤甲，让太医查验了一番。皇上，这藤甲上的确有雪兰香。萧玉想到什么，旋即又下令去将贵妃的藤甲取来。皇上，贵妃的藤甲上也有少许雪兰香。雪兰香的事，朕会让人去查。但皇后，那头急药里有助魂散，你要如何解释？助魂散那是什么？要是那游医所给，臣妾并不知晓里面有什么。这时隔壁又惨叫了。皇上，臣妾好痛，臣妾不缝了。臣妾受不住了。这才过了多久，就已经受不住了吗？若是那药有问题，臣妾这便写信给父亲，让他全力捉拿那游医。臣妾还有疑惑，如果只是寻常坠马，身上不会有那样的伤口，贵妃的伤更像是锐物所致。萧玉早就想到这一场，已经让他的心腹御前侍卫陈吉封锁了马球场，好好检查场地，尤其是贵妃坠马的地方。不多时，陈吉入内禀告：臣妾先行告退，在外面候着，朕一会儿还有事问你。是。
启禀皇上，马球场东侧那块草地散落着碎石，那些碎石乍一看很普通，实则磨得尖锐如刀子，并且有些碎石被排布，就像一把插在地里的锯齿。贵妃娘娘的胳膊和脸正是被碎石划伤。这幕后真凶究竟是谁？莲霜见自家娘娘出来后，立马挣脱侍卫冲过去。娘娘，您不是？那里面仍然有惨叫声传出。凤九言就更气愤了，很痛吗？但和微强所受的相比还不够。不多时，瑞王来此，见皇后站在帐篷外。不多时，瑞王来此，见皇后站在帐篷外，当即上前问候。皇嫂为救家嫔，以身犯险而坠马，现在凤体可还安好？与贵妃相比，本宫并无大碍。贵妃伤势严重，皇兄难免关心则乱。娘娘，皇上让您进去。帐篷内不同于瑞王的温和关怀，皇上这儿只有怪罪。看看这碎石，贵妃正是被他们所伤。马球赛是你一力主办，好好的草场怎会出现这等害人的东西？皇上，臣妾失察。究竟是失察还是有意为之？皇后，你最好和此事毫无干系。正因为马球赛是臣妾一力主办，臣妾才不希望今日这赛事出现任何差池。贵妃和家嫔遇险，对臣妾没有任何好处。说起来，朕竟不知你能一跃跳到另一匹马上。臣妾善马术，马背跳跃靠的只是平衡和胆量。再者，当时一心想着救人，顾不上想太多。马球赛出现事故，你责无旁贷。朕给你10日查出真凶。是，娘娘，您忍忍，马上就好了。太医们很小心，但那可是生凤，再小心也是用针线穿过皮肉。半个时辰后，终于缝合完了。皇上呢？娘娘，皇上就在隔壁，他在审问是谁害了您。皇后也被问责了。娘娘，您这伤不会白受的。止痛，本宫要止痛的药。娘娘，这会与助魂散反应产生毒素的，不只是吗啡散，还包括所有止痛药物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什么？本就疼痛难忍，加上这强烈的情绪冲击，贵妃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娘娘给贵妃处理完伤口，太医们一起去向皇上请罪。皇上，臣等检查不力，实在无颜待在太医院了。皇上，臣已听闻过助魂散，这药材千金难求，本是续命的神药，并且它十分罕见，与寻常安神之药非常相似。哪怕是医术再高明的神医，也很难查出皇后所给的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或许出在贵妃用药的次数太多，才会导致助魂散在体内累积排不出。那药贵妃以后用不得了吗？是的，皇上，眼下的将助魂散慢慢排出。只是贵妃本就患有严重头疾，只有那神药能缓解，这段时间用得上瘾，若是以后不能再用，只怕每次头疾发作起来，会比之前还要难忍耐。罚俸半年，各打10板。另外，研制头疾药，将功折罪。谢皇上饶命。打听到了吗？贵妃怎么样了？娘娘，您可是没听见，贵妃叫得凄惨，生生缝了10几针，太吓人了。居然这么严重？可不是，从发狂的马上摔下来，脸部都有伤。娘娘，幸而您给皇后所救。我得好好谢过皇后娘娘，如果不是她，我很可能就和贵妃一样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怎么我们的马就发狂了呢？之前训练那么多次，每回都好好的。娘娘，大家都在传是有人暗中作祟，想除掉您和贵妃，甚至还有怀疑皇后娘娘的。皇后？不，绝不可能是皇后。娘娘，奴婢还听说，皇上只给皇后娘娘10日，让她找出凶手。10日？那怎么够？皇上这不是故意为难皇后娘娘吗？与此同时，莲霜也在埋怨。娘娘，皇上只给您10日时间，贵妃做事又谨慎，我们如何能查到是谁弄伤的雪兰香，又是谁摆上的那些碎石？皇上要彻查，贵妃比我们更着急，不出几日，所谓的凶手就会浮出水面。太后，贵妃的伤口是生缝的，难怪喊得那样惨，真应了太后您的那句，皇后娘娘举办马球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贵妃出事只怕是和皇后。没有证据的事不可胡言，皇上那边怎么说？皇上要求皇后10日之内找出凶手。凶手？怎么？这难道不是意外？已在贵妃和家嫔的藤甲上发现雪兰香，并且马球场东侧草地有碎石，像是人为放置的，异常尖利。皇上疑心有人谋害贵妃，不仅让皇后查，同时也让臣急在暗中调查，但只给皇后10日，似是有意发难。10日后，如果皇后找不出真凶，皇上定会借机责罚。你伙派些人手，能帮的尽量帮。皇后，哀家一定要保。是太后。皇上，臣已查过诸位娘娘的藤甲，确定只有贵妃和家嫔的藤甲被染上雪兰香。贵妃藤甲上的雪兰香只有少许，却与家嫔的马同时发作，甚至更加狂躁。去查是否还有别的原因。遵命。臣级调查的严密，连马球都没放过。殊不知马球原本沾着的药物早已挥发殆尽，查来查去还是回到原点，诱发赛马发狂的就是藤甲上的雪兰香。比赛时，贵妃和家嫔都有接触，两人经常为了得轴发生碰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贵妃所骑的马也会受到家嫔藤甲的影响，因而两匹马在差不多的时候发狂也有可能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恰恰好是花生，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香香脆脆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.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。点商城，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
萧玉听完这个解释，暂时不疑有他，毕竟实在找不出其他可疑。皇上，定是皇后要害臣妾，臣妾本不想参加什么马球赛，都是皇后。如今臣妾成了这副模样，皇上您可会嫌弃臣妾？不会，朕会寻来最好的药，确保你不会留下伤疤。谢皇上，臣妾真的好怕，今晚您留下陪臣妾好不好？随后，萧玉特意差人去趟长信宫，春和趁着皇上还在外面看奏折，在贵妃耳边低语了几句。皇上派人去长信宫作甚？他示意春和让小路子继续盯着小路子奉命躲在长信宫外。侍卫进去后没多久就出来了，他确定侍卫走了，趁着夜色溜进去，殿内空荡荡的。正当他以为要无功而返时，却见桌上放着一只木盒，打开后立马有张字条：贵妃娘娘，奴才在长信宫看到皇上留下的信，上面写着今夜有事，不便当。难道之前皇上每晚去的就是长信宫？是谁在等皇上？男人还是女人？他们每晚都在做什么？娘娘，您别心急，或许是正事。皇上在暗中调查什么地方官员，每晚有人向他禀告。本宫的头好痛，拿药来。娘娘，昨日太医说过，那药不能再用，已经全被毁了。马上去请太医。贵妃头疼的抓狂，抓住什么摔什么。药，给本宫药！你们想痛死本宫不成？药，给本宫药！你们想痛死本宫不成？啊，好痛！春和没办法，只能去求见皇上，让他忍着。萧玉翻了翻折子，他前方站着几个文臣，言辞多多。皇上不可否认，此次对战梁国，北营军功不可没，孟家父子亦是带兵有功，但那位孟少将军多次违背军令，毫无军纪，如此桀骜不驯，难保他不会居功自傲。是啊，皇上，那孟行舟仗着有些本事，连皇上您要他回京述职接受封赏，他都百般推脱。这次又说受了伤，连个申令书都不交，就擅自跑到其他地方养病，派去的钦差大臣，那代表的是皇上您。孟行舟也不去拜见，难道他真伤得下不了床？明明大战后，他还和一众将士说笑笑，赛马赌球。皇上，依臣之见，孟少将军如此不敬您，应当惩治，免得军中其他人纷纷效仿。既然不满，朕便任命你们为钦差大臣，即日前往北大营，将方才这些话一一说给他听。皇上，在皇城告状也就罢了，谁敢当着那位孟少将军的面说？他连他老子都不服，还揍过皇上派去的监军，那位还是武状元出身，被揍掉了2颗牙。如此霸道凶狠的人，谁敢惹？皇上，方才那几位大人，莫非又是来状告那位孟少将军的？你去过北大营，在你看来，孟行舟此人如何？臣弟也只是远远的见过那位少将军，彼时正值战事，并没有机会和他正式见上一面。不过据军营中的那些人说，孟少将军并非居功自傲的人。你来有何事？关于贵妃坠马一事，臣查到一些线索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恰恰好是花生，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香香脆脆，太适合看着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.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。点商城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臣查到布置场地的原本另有其人，但因那人临时生了场大病，才转交给了别人。当日负责场地清理的是太监王天海。事发后，他坚称不知道那些石头是从哪儿来的，还说曾在半夜听到搬运声，企图混淆视听。而事实上，有人目睹马球赛开始前几天，王天海每天晚归，并且不准人靠近马球场。由此可见，这人大有嫌疑。捉拿王天海，严加审问。然而，陈吉刚到御马场，就见王天海被侍卫抓了。那些侍卫是永和宫的人。他的消息倒是快。臣听御马场的管事说，皇后娘娘昨晚在御马场待到子时，几乎彻夜未眠。娘娘已经审了1个时辰，王天海还是嘴硬不认，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了。寻一间屋子，将他送过去，不必用刑，只需每顿好吃好喝，严加保护。既然王天海有嫌疑，就应该好好审问才是，不让他遭罪，怎能说实话呢？娘娘却要好好对他。皇后那边可有进展？听说一大早抓了个太监，名叫王天海，审了许久也没个结果。既然抓了人，就说明有线索了，或许真是哀家想多了。贵妃坠马和皇后无关，不着急，还有8天，且看皇后如何处理。太后，那个王天海瞧着老实，旁人对他的评价也都不坏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害贵妃坠马的真凶。皇后这么做，大有屈打成招，找人顶罪之嫌。疼痛，像是没了半条命，虚弱的躺在床上。贱人，凤微强那个贱人，本宫不会放过他。虽不知他是如何做的，但一定是他在暗中搞鬼。娘娘，奴婢觉得皇后娘娘不太可能做得出这种事，可能是您身上雪兰香的量放多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王天海被皇后抓了。这么快就被抓了吗？娘娘，王天海对您的忠心比赵钱更深，他绝不会背叛您。皇后这么查下去，只会白白浪费时间。找人盯着。奴才打听到，皇后娘娘没再审问王天海，反而让人好生照看着，还保护了起来。娘娘，王天海不会已经招了吧？不，皇后卑鄙，定是用来迷惑人的。话虽如此，当晚贵妃便胡思乱想起来，她忍不住将小路子叫进来。王天海不能留了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安排人除掉他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按照娘娘的吩咐，已经设下埋伏，只要有人接近王天海，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王天海所在的屋外有2名侍卫把守，入夜后有个宫
宫女送来饭菜，侍卫们一见多了壶酒，很诧异。皇后娘娘说：“你们看守有功，这是赏你们的。”谢皇后娘娘赏赐。几口酒入喉，侍卫们直直地倒在地上。送酒菜的宫女立马出现，进入了屋内。你是谁？而后就看到来人亮出一把匕首，那宫女刚要动手，外面突然被火把照亮。快走，你中计了！话音刚落，几名侍卫冲进来，将两人团团围住。王天海见势不妙，动作甚快地抢走宫女手上的匕首，而后直接刺入她胸膛。那宫女瞪大了眼睛，没一会儿就咽了气。有刺客，我把刺客给杀了。把人拖出来！你们凭什么关着我？皇后就能不按宫规滥用私刑吗？我要出去查清楚他的身份，哪个宫的？是娘娘。不用审了，是我，都是我干的。去请皇上。不多时，盛家来到永和宫。是我，都是我干的。我就是要杀了他们，杀了贵妃和嘉嫔。容妃娘娘那么好，我不容许任何人利用容妃争宠，他们都不配。就算和容妃的模样有些相似，他们也都是赝品，赝品就该被毁掉。只可惜时间紧迫，我磨破了手指，也只能在东侧那块草地铺上石子。但连老天爷都在帮我，也是容妃在天之灵庇佑，恰好就在东侧那块草地出事了。哈哈哈，都该死，谁都别想取代容妃，都别想。话落，他使劲一用力，咬破了舌头，拦住他，他要咬舌自尽。侍卫陈吉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可为时已晚。启禀皇上，此人玉牙内藏了毒囊，方才他咬破毒囊自尽了。此人说的，你信吗？臣妾信与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上有圣裁，将此人拖下去，五马分尸。除了皇后，其他人都退下。一个天意就能解释贵妃为何恰巧摔在东侧碎石阵内吗？还有，他若是想谋害贵妃和嘉嫔，为何贵妃藤甲上的雪兰香极少？皇后一个王天海就想让朕满意。臣妾也知此事疑点重重，凶手最想害的人应该是嘉嫔，贵妃只是用来做障眼法。马球赛当日，臣妾一直在留意嘉嫔，是因为臣妾觉得那想要害嘉嫔的人势必会有所动作，将嘉嫔引入危险中的无他，正是贵妃的那一球。萧玉蓦然起身，哗的一下扯过他胳膊。你想说是贵妃在背后操控？臣妾只是猜疑，信与不信，查或不查，全在于皇上。贵妃的伤势如何？你可有去看过？她因为你的药，只能硬撑着忍痛。贵妃的伤势如何？你可有去看过？她因为你的药，只能硬撑着忍痛。你却说这一切都是她所为，她是蠢人吗？想害别人，反而害了自己。朕倒觉得你才是罪魁。凤九言并没有立马辩解，而是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。赵钱一事过后，朕就警告过你，一切到此为止。贵妃无辜，你不可再伤她。贵妃坠马，究其缘由都是你办的这马球赛。皇后，朕且问你，你当真毫无算计吗？没有。突然，外面有人禀告，皇上，贵妃娘娘痛晕过去了。皇上，臣妾好痛。你可认得王天海？王天海是谁？皇后已经查出害你的凶手，正是御马场的工人，名叫王天海。查到了吗？皇上，您定要严惩王天海，臣妾被他害得好苦。皇上，朕已将他五马分尸。燕儿，你最好没有欺骗朕。臣妾不敢。皇上，臣妾好疼，您今晚留下陪陪臣妾，好吗？今夜有药物处理，你好生将养。皇上走后，他将小路子喊进来。稍后你去长信宫，小心藏着。本宫要知道究竟是什么人，勾得皇上总往那儿跑。你又迟了。宽衣，昨晚少说话，调息。够了。越到后期越容易感到疼痛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没别的法子，您忍忍。你故意这般下针，当朕没感觉？朕昨晚有要事，并非故意不听医嘱。总之，朕是皇帝，前朝后宫都有许多事。身体是您自个儿的，您来或不来，对我都没什么损失。但是您派人跟踪监视长信宫，便与我有关了。废物东西，不是让他们藏好了，别被这女人发觉吗？朕没有。人已被打晕，丢在草丛。草丛里那个，拖出来。人被拖到皇上面前，他一眼认出这是贵妃宫里的。拖醒他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哗的一声，盆凉水浇头，小路子被迫醒来，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主宰参见皇上，废他一条胳膊。是。陈吉下手又快又狠，只听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地上就多了条断臂。娘娘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臣妾方才还在想您。你的人，朕给你送回来了。臣妾的人。旋即，他便听到外殿春和发出一声尖叫。到底怎么了？这些年，朕独宠你，护你周全，但是爱妃，你是否有些太不知分寸了？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只是太害怕了。您之前1个多月没来过臣妾宫中，臣妾也只是偶尔胡思乱想，可这次臣妾受伤，您也只是陪了臣妾1晚，就去长信宫。臣妾单怕是因为臣妾脸上的伤，您不喜欢臣妾，不想见到臣妾，臣妾才让人打探。皇上，臣妾以后不会再犯，求皇上看在臣妾对您一片真心，为了您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份上，您饶了臣妾这回吧。朕说过，饶是后宫妃嫔再多，朕也只会宠爱你一个。你脸上的伤只是暂时的，用了药，不出3个月便能恢复如初。但你若是再敢让人跟踪朕，臣妾不会了。臣妾只是一时糊涂，得知皇上这般宠爱臣妾，对臣妾不离不弃，臣妾心满意足了，往后绝不再犯。既如此，以后就好好养伤。皇帝走后，贵妃心慌地坐在床上。娘娘，贵妃心慌地坐在床上。娘娘，小路子没了一条胳膊，是皇上让人卸的。没用的东西，死了倒好。幸好皇上没怪罪本宫，他还保证不会让别的女人分去本宫的宠爱。
妙手回春，鱼归鱼池。娘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鱼是人质的统称，无白之信的意思是，那晚负责刺杀王天海的宫女，现已被救活，且被控制起来。伤成那样，奴婢还以为他必死无疑呢。不过娘娘，您干嘛要救他，还要留着他啊？贵妃做事滴水不漏，且有控人之术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她的罪证一点点补齐，滴水成河。这次是那个宫女，以后还会有别人，总有一天证据链齐全，贵妃百口莫辩，到那时皇帝便再也保不住她。皇后再一次让哀家刮目相看了，本以为时日太短，她却只用2日就破了案。太后，那王天海真的是凶手吗？他背后会不会还有人指使？谁知道呢？娘娘，这次很险，皇后竟真的设计由我们出手，幸亏王天海聪明，当机立断的杀了宫女坠。说完您是先交代他的话，就咬犊子紧了，否则2人落在皇后手里，受些严刑折磨，难保没个万一。供出您来，贱人，本宫不会放过他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恰恰好是花生，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香香脆脆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试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点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，点商城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还有嘉平，原本坠马重伤的应该是嘉平那个贱人，本宫却给他挡了灾。娘娘息怒，娘娘听内务府的宫人说，凤夫人今日便请旨入宫了。好啊，她入宫后，本宫倒要请教请教，怎么养出的好女儿。贵妃身受重伤，无法侍寝，众妃嫔蠢蠢欲动，嘉嫔却与众不同，不想着讨好皇上，成天往永和宫跑。皇后娘娘，这是臣妾亲手做的糕点哟。您这永和宫还有秋千呢。皇后娘娘，安静些，你属麻雀的吗？皇后娘娘救了臣妾一命，就是臣妾的再生父母，您让臣妾属什么，臣妾就属什么。你来找本宫也无用，本宫无法帮你见到皇上。皇后娘娘，您误会臣妾了，臣妾是真的对您心存感激，想与您亲近。至于皇上，经过这次后，臣妾想通了，皇上那么宠爱贵妃，已经不单单是因为贵妃和容妃相似了，否则怎么连贵妃容貌有损，皇上都还依旧对她宠爱有加呢？臣妾也不想折腾了，就在这宫里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，挺好。娘娘，不好了，今日夫人入宫，奴婢让人去接应，可迟迟等不到人，打听了一些才知，夫人不知怎的进去了凌霄殿。凤夫人今日请旨入宫看望女儿，一入后宫就有位公公殷勤上前询问，那公公把她领来了凌霄殿，一转头，那公公就不见了。她想走，一婢女突然拦下她，说她定是迷了路，才会走到这儿，然后将她单独安排在暖阁里，还让人在殿内各处点上熏香。凤夫人着实被熏得受不住，她自己动手开窗，窗户纹丝不动，紧接着她推门，门也不动。有人吗？开门！娘娘，那凤夫人拍门要出来，好像是遭不住了。娘娘，那凤夫人给您撒气是再合适不过的，可她到底是皇后的母亲，若是万一，本宫好心给她熏香提神，难不成是在害她？那凤夫人拍门要出来，好像是遭不住了。娘娘，那凤夫人给您撒气是再合适不过的，可她到底是皇后的母亲，若是万一，本宫好心给她熏香提神，难不成是在害她？皇后知道了，也该感激本宫。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，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。本宫梳妆好了，让凤夫人进来吧。很快，凤夫人便被领到贵妃面前，参见贵妃娘娘。娘娘，是一位公公带着臣妇来此，臣妇原本是要去永和宫。若是本宫没记错，你除了一个女儿，还有个儿子，望女成凤，望子成龙。如今你那女儿成了皇后，儿子呢？有劳贵妃挂心，但犬子不堪重用。的确是不堪重用，当初皇上器重他，命他带兵押送赈灾粮，他却丢了粮，还害得手下全都死于匪寇之手。出事后，夫人好像还求过本宫，对吗？是，那次多亏娘娘于圣前美言，犬子才保住了一条命，但凤家没白白成这个情，名下值钱的铺子、田产，连同我的嫁妆，全都给了贵妃。我们早已不欠贵妃什么，反倒是贵妃害了我的女儿微强。原来你还记得，如果不是本宫，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恰恰好是花生，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香香脆脆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试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点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，点商城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你那大儿子早死了，如何还能翻得了身？听说他现在倒好，进了皇城守卫司，当了个9品的佐领。凤夫人沉默忍受，不予争辩。告诉你的女儿，不是他的，别妄想。就算本宫动不了他这个皇后，但想要弄死你们凤家其他人，比如你的儿子，那可是易如反掌。只要本宫一句话，皇城司里有的是人找他麻烦，明白吗？是，臣妇记下了。这时，外头响起急促的禀告声：娘娘，皇后娘娘带着侍卫闯进来了。不长眼的侍卫竟然拦住皇后，还叫嚣道：皇后恕罪，贵妃娘娘有令，正在接待贵客，任何人不得。不想死
就给我滚开！是皇后娘娘来了吗？请恕臣妾伤重，无法亲迎。你们这些没眼力见的，连皇后都敢拦，回头本宫非要好好罚你们。皇后娘娘，请。皇后娘娘，令堂走迷了路，到臣妾这凌霄殿来了，臣妾正要派人去知会您呢，正巧您就来了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连说，先送夫人去永和宫。是娘娘。凤夫人不放心凤九妍一人留下，三步一回头，等到她离开后，贵妃扑哧一笑，满是挑衅的说道：皇后为何如此紧张？是害怕本宫对凤夫人做什么吧？这里可是皇宫，臣妾怎么敢呢？何况臣妾和凤夫人可是聊得来。凤九妍踩在那些飞斩碎片上，一步一步直逼着贵妃而去。皇后娘娘，您皇上怪本宫没来探望，今日本宫便来好好看看你。凤九妍一把扯下贵妃脸上的面纱，露出那张带着伤疤脸。凤夫人不敢走太远，她要亲眼确定九妍安然无恙地走出来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听娘娘的，先去永和宫吧。那可是皇上的宠妃，皇后如何能与她抗衡？我早说过，让她入宫后低调行事，她究竟做了什么，惹得贵妃不悦了？夫人，娘娘一直都听您的话，没有和贵妃为敌，是贵妃揪着娘娘不放。怎么会这样？凤微强，你不怕本宫毁了你哥哥的前程吗？后宫不得干政，怎么贵妃皮痒了？以色侍人难长久，你没有强大的母家，如今容貌有损，皇上对你的宠爱可还能似曾经？以本宫看，皇上对你应是多了些怜悯，可这份怜悯又能持续多久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和薯条。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，搜索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你若够聪明，就应该利用皇上对你仅存的那点情谊，为自己谋个后路，而不是四处树敌。皇上对本宫宠爱依旧，凤微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本宫做事？本宫告诉你，就算本宫这张脸真毁了，也是宠冠6宫，你的母族又算什么？只要本宫出手，弄死他们，不自量力！说完，凤九妍头也不回地甩袖离去。凤微强，你等着，本宫必要废你后位，毁你全族，清白尽失的贱人，还有脸装，这次非要揭穿凤微强的真面目。思及此，贵妃心中已有个大概的章程。太皇太后在玉阳山清修，也是时候回宫了。娘娘，这能行吗？太皇太后对您成见颇深，当初还当众责罚过您，她不在宫里，您这日子才能过得轻快些。要知道，请谁容易送谁难啊！本宫确实不想见太皇太后回宫，但比起她，眼前的皇后更令本宫憎恶，像只臭苍蝇，成天在本宫眼前晃来晃去，本宫要她死。娘娘，此事一旦败露，皇后破罐子破摔，说出山匪毁她清白一事，岂不是会将你也牵连其中？山匪一案已经了结，凤微强现在在说是山匪所害，死无对证，牵连不到本宫身上，到时候本宫大可以说他诬陷本宫，当初审山匪和赵钱都牵扯不出本宫，如今人都死了，他手里更加没有证据。如此说来，倒是皇后绝了自己的退路。娘娘在宫中过得好的吗？往后您再入宫，认准永和宫的令牌，凌霄殿不敢强行掳人。好，你是不是对贵妃下手了？凤九妍没有回话，算是默认了。早知你一意孤行，我就不该告诉你真相。你到底想如何？你妹妹她已经没了，就让她安心去吧，闹大了对你对凤家都没有好处。娘娘，您如今贵为中宫，有些事还是忘了吧。凤九妍不答，凝神望着眼前的母亲，就当母亲求你了，好吗？贵妃心狠手辣，有恃无恐，母亲实在不想看到你，还有你兄长被害啊，你就安安心心做个皇后，荣华富贵。母亲还真是不了解我，皇后荣华富贵这些都不是我所求。好，我答应您，不会与贵妃为敌。凤夫人信以为真，却不知凤九妍只是为了稳住她，放过贵妃，怎么可能？一婢女叩响房门，呈上一封信。太皇太后宫中的消息，准备回宫。太阳刚下山，贵妃的伤口开始作痛。哟，快用药给本宫止痛，你想痛死本宫不成？娘娘，太医说只有排出诸魂散，您才能用止痛药物，您忍忍。娘娘。贵妃大汗淋漓，虚弱地靠在床头。混账东西，废物！太医院那帮人存心耽搁本宫痛了这样久，他们却都无计可施。助魂散，该死的助魂散！本宫喝了这么多药，怎么还没将它排尽？娘娘，您只要多喝药，很快就能把诸魂散给排完，到时候就能用上止痛的药了。今日太医来给您请脉，都说您体内的诸魂散渐减少了许多。够了，这样的日子，本宫还要忍受多久？如此疼痛，真想让嘉平和皇后也尝尝。那些个贱人一定很得意吧？玉阳山那边什么情况？太皇太后收到消息了吗？收到了，娘娘，听说太皇太后已经动身，准备回宫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晚膳吃多了，四处走走，消消食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和薯条。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，搜索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
走着走着就到了您这儿。咦，皇后娘娘这是要出门？没有，那臣妾陪您一块儿去外面散步，好不好？松手，本宫与你不是这样相熟的关系。本以为嘉嫔会就此告退，她却越挫越勇，没有话聊，也要自己找话聊。皇后娘娘，您知道太皇太后吗？臣妾听说她就要回宫了。太皇太后是个怎样的人？说起太皇太后，那真是这宫里最可怕的人了，连贵妃都被她责罚过呢。她对谁都不满意，后宫妃嫔她也只喜欢容妃，因为她是容妃的姑婆，连太后见了她都犯怵，都是太后了，还被太皇太后罚呢。嘉嫔走后，凤九言沉默良久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？太皇太后突然回宫，事有蹊跷。这次又有人跟踪。凤九言拿出一套银针，摊开放在桌案上。有事耽搁，请您宽衣。萧玉梅直直地盯着他，手一动不动。为何不宽衣？你近日是越发懒散了，朕等了你3刻钟，没能守时，是我知过。施针的过程并不长，但也有小半个时辰。您这毒已经控制住，往后隔段时间一施针即可，无需每晚来此。凤九言兀自收拾银针，却见烛火猛烈的一颤，旋即男人铁钳一般的大掌箍住他胳膊，哐，手腕处一片冰冷。再一看，竟是一铁环，铁环连着一条铁锁链，锁链的另一端正握在男人另一只手上。你解完毒，朕便放你离开。凤九言怔了怔，铁环很紧，只靠蛮力绝对打不开。我认输。萧玉一声令下，御前侍卫陈吉现身了。姑娘，你若识趣，最好不过；若是不配合，我们只能给你喂下毒药，用以控制你乖乖听话。我配合。关起来。陈吉低头领命，随后拽着铁链一端，要将凤九言带走，却听咔咔2声，他手里的铁链立马随之一松，垂掉在地。只见方才还被铁环困住的女人，竟在短短几息间脱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除非她会缩骨术。陈吉反应过来，想去抓人，而此时凤九言早已翻出侧窗。站住！凤九言只顾着往前逃，没有防范到周围。萧玉突然从他侧旁偷袭，精准地擒住他脖子，随后一颗药丸被他用内力送入他口中。卑鄙！太皇太后逼皇上和皇后圆房，皇上只能答应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行房事之时，贵妃却在外面叫喊：本宫一定要见到皇上！刘公公，你告诉皇上，本宫见不到他，绝不离开。凤九言一个闪身落地，他手附于喉咙下方，想通过拍打将那药丸震出来，但无济于事。朕知你本事不小，梦华之毒每10日发作，你按时施针，朕便按时给你解药。多此一举。凤九言一个闪身离开了长信宫，回到永和宫后，当即传召信鸽，写信给吴白，让他寻找梦华之毒的解药。吴白收到信后，很快找到神医送离。宋神医别喊，是我。你是苏兄弟的人，苏兄弟怎么了？我家公子中了梦华之毒，神医可有解药？梦华之毒，我也是闻所未闻呐。这样，给我一些时日，我打听打听，等弄清楚这是什么毒，才能对症下药。要不也跟我说说呗？屋里突然响起第3个人的声音，甚诡异。江莲，你又不是没地方睡，又跑到我这儿做甚？苏焕中毒，凭什么找宋离不找我？他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吴白无语，他想走，却被江林揪住后领。别跑！那什么梦什么毒？你给我好好说道说道，我得让姓苏的知道。关键时候，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和薯条。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，搜索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我可比老宋靠得住，您这计就不行。凤九言尝试用内力逼毒，却没什么成效。他额头沁出细密汗珠，后背的衣衫已被汗水浸透。娘娘，您这是练功，热水备好了。是。一大早，凤九言正在内殿练功，连双脚步甚快地跑进来，喘着气儿道：娘娘，太皇太后回宫了，她派人传话，让您立马过去。怎会突然回宫？太后别急，据说太皇太后这一回来就要见皇后娘娘，应是与您无关。按照他老人家的习惯，回宫休整1日后，才允许晚辈们请安拜见，很少见他当天就传召谁，莫非真是冲着皇后来的？但皇后如何会得罪远在玉阳山礼佛的太皇太后？太后会不会和贵妃有关？皇后这一关怕是不好过。娘娘，太皇太后已经回宫，皇后也被请过去了。如此好戏，可惜本宫没法亲眼瞧瞧。凤微强，你以为主动挑破被山匪掳劫，避重就轻的隐瞒失真事实，本宫就拿你没办法吗？太皇太后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验了身，看你如何圆。太皇太后一身宫装，手持一串佛珠，威仪万千的坐于主位。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。皇后，你可知哀家为何召你来？臣妾不知。哀家听闻你已非完璧之身，你给哀家从实招来，若有一句隐瞒，哀家必要你的命。臣妾清白之身，皇上最清楚不过。太皇太后看向身边人，那嬷嬷立马会意，让人去给皇上传话，给皇祖母请安。皇帝，哀家在玉阳山清修，本不愿插手宫中事务，但有些事传到哀家耳中，叫哀家气愤难当。皇家的儿媳竟然名声有损，这成何体统？宫中的确有过流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一个个的竟然都瞒着哀家。方才哀家问他，他还有脸说，皇帝你最清楚，他是清白的。皇祖母息怒，皇后所言非虚。你说什么？朕确定皇后是清白之身。皇上，凤家有女百家求，这门亲事是你父皇定下，你可以孝顺，但不能愚孝。你说你知情，你如何知情？哀家查过你的起居注，你与皇后根本就没有圆房。谣言初起，朕也如皇祖母这般疑心皇后，是以朕命人给皇后验过身。谣言初起，朕也如皇祖母这般疑心
接皇后。是矣，朕命人给皇后验过身。皇后，你前免礼。是。皇祖母若无他事，朕与皇后先行告退，明日再来请安。等等，皇上，后宫本就无嗣，你与皇后至今未圆房，实在不像话。哀家不能白白回宫一趟，你们索性今日就把未尽的礼给尽了。这话一出，凤九言和萧玉的脸色都变了。什么？让皇上和那贱人圆房？奴才亲耳听见，太皇太后她……够了，本宫再问你，太皇太后可有质问过皇后被掳的事？这个奴才就不清楚了，内殿只有几人伺候，奴才在殿外听不清主子们的谈话。那现在呢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和薯条。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，搜索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皇上在哪儿？皇上按照太皇太后的吩咐去了永和宫。春和，给本宫更衣，本宫要去见皇上，快点。此时，周嬷嬷正在教凤九言闺房之事。娘娘，一会儿皇上是不会动的，他往榻上一躺，您就得主动些。娘娘，老奴方才说的，您可都记下了？只见几个宫女端着物品有序入内，有锦衣、香薰，还有周嬷嬷方才提过的各种助兴之物。东西放下，伺候皇后沐浴。是，连双一人伺候即可。皇后娘娘，您初次承宠，不懂这宫里头的规矩，这侍寝前的沐浴和平时沐浴可不同，工序细揪着呢，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？娘娘可别让皇上久等。周嬷嬷恭敬地伸出一只胳膊，做了个请的动作。太皇太后派你来，是为了确保本宫和皇上顺利圆房。本宫若是不痛快，你且看看这个房，本宫是圆还是不圆？皇后娘娘这口气未免太张狂了，都退下，在殿外候着，老奴这就先行退下了。娘娘，那周嬷嬷也是个难缠的主儿，怎么这就出去了？凤九言没有多言，径直进入内室。娘娘，待会儿您真要侍寝吗？看圣意。娘娘，您常年打仗，从未受过伤吗？没少抹药罢了。刘世良偷偷望向那还在看书的皇上，心里着急，眼瞅着时辰差不多，他忍不住提醒皇上，皇后在偏殿，这时候估计快沐浴完了，您闭嘴。这时外头有人禀告，皇上，贵妃娘娘求见，让她回凌霄殿养伤。娘娘，您还是回吧，皇上敬重太皇太后，他老人家都下命令了，皇上出于一片孝心，定是。不，本宫一定要见到皇上。刘公公，你告诉皇上，本宫见不到他，绝不离开。他不走，刘世良也不敢强行驱赶，毕竟这可是皇上的心头肉，掌中宠。贵妃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周嬷嬷耳中。下贱胚子，做戏给谁看？太皇太后的意思是让皇上和皇后尽早圆房，他在外头闹着要见皇上，是要违抗太皇太后的意令啊。嬷嬷，贵妃若是装病晕倒，皇上一心疼，肯定又被勾走了。你马上去禀告太皇太后。怎么，周嬷嬷没教你如何侍寝？忽然萧玉扯过他的胳膊，他那指腹隔着衣料，紧压在他手腕处。怕痛吗？什么痛？男人一手抓着他，另一只手上突然多出一把匕首。拿匕首做什么？拿匕首做什么？不管你搁何处，只需确保原帕上能染上血，足以拿去交差即可。原帕，懂吗？贵妃娘娘，太皇太后有请。贵妃不愿离开，但那是太皇太后，连皇上都敬重有加的。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。哀家难得回宫，正缺个品茶问道之人。贵妃坐。这些年，皇上独宠你一人，哀家没有话说，只因容妃早逝，皇上心中苦闷，身边有你这么个替代品，多少会好受些。死老太婆！但现在皇上立了后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。谁敢阻拦帝后行大礼，妨碍皇家子嗣，哀家绝不放过。臣妾明白，不，我不能容忍皇上有别的女人，尤其是凤微强那个贱人不配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特意换了辆车，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挑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，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凤九言用匕首刺破大腿，冒充处子之血，染红了一小块原帕。床上弄乱些，再过1刻钟就叫水。皇上跟皇后圆房结束，周嬷嬷刚拿走原帕，刘世良就抢先一步把床褥给搬走了。等等，你这是作甚？这是皇上定下的规矩，之后的床褥都得烧。皇上这怪癖，周嬷嬷也有所耳闻，但是头一回亲眼见到。不过这都是次要的，周嬷嬷只要拿了原帕，就能交差了。皇后娘娘好生歇息，早早的给皇家开枝散叶，老奴等着您的好消息。原帕被送到时，贵妃也在场，她身子一颤，不可置信地盯着那帕子。不会的，皇上不可能宠幸凤微强。还有那原帕上的血，一定不是凤微强的处子血，凤微强分明早已失了清白。太皇太后倒是很满意，旋即允许贵妃离开。贵妃出了万寿宫，一路上心不在焉。这消息千真万确吗？太后不会出错，太皇太后派周嬷嬷全程盯着的，原派也送到万寿宫了。皇上真有那么听话？先前哀家和前朝官员都劝过他，为了子嗣考虑，不可再独宠贵妃，他不听，还为此处置了好几位大臣。这次怕是有古怪。贵妃坠马重伤，面容有死，皇上正是年轻气盛，起居住已经许久没添过，想来也是赶得巧。太皇太后这么一逼，皇上正好。后面的话他不好直说，
太后也只能这么想。皇上若真能君宠6宫，哀家也了却了一桩心事。帝后远访一事传到各宫，众妃嫔反应不一，宁妃不信，差人去打听了好几回。即便是太皇太后的命令，皇上若是不愿，又怎会听从呢？一定是假的。皇后和本宫一样，都与容妃没有半点相似之处，皇上怎会宠幸她？皇后娘娘承宠，自是再好不过的。娘娘，贵妃脸上有伤，肯定是要失宠的。现如今皇后娘娘得了机会，您若能和她走近些，说不定也能。不可胡言，本宫无意争宠，更无意利用任何人满足自己。何况那人是皇后，你以为皇后是这般天真好利用的吗？娘娘，难道皇后娘娘是心机颇重之人吗？你且想想，马球赛后最大的得利者是谁？世人皆知凤家出了好几位贤后，却不知贤良的名声背后是杀人不见血，却不知贤良的名声背后是杀人不见血。皇后能破除对她不利的山匪谣言，至今稳坐凤位，就证明她绝非不争不抢的人，否则太皇太后怎会突然回宫，突然就要逼着皇上圆房？难道是皇后暗中向太皇太后？花无百日红，本宫只求平安。皇上的宠爱，得知我幸，失之亦是我幸。娘娘，您真的失寝了吗？此事你不必多问。忽然，外头响起叩门声。娘娘，贵妃想见你。贵妃这个时候过来，一定是为了您失寝的事儿。娘娘，您要见她吗？让她进来。殿内只有凤九妍和贵妃2人。贵妃一见到她，脸色凝然，仿佛下一瞬就要扑过去，将她撕碎了。皇后娘娘，好生得意啊！这么精彩的剧情，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。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？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，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，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，已经卖了9000多块，真的太香了。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。凤九妍没有接贵妃的话，已经制动。臣妾怎么瞧着您不像是出尘雨露的样子呢？凤微强，我看你能装到几时？你早已失身，根本骗不过皇上，更别说让元怕见红。你究竟用的什么法子，骗过了所有人？本宫一直觉得奇怪，贵妃为何总是这般笃定本宫已非清白之身？我如何确定？你说呢？是你匿名传信于太皇太后，让她以为本宫非完毕，着急赶回宫中，想查本宫清白。你骗得了太皇太后，甚至骗得了皇上，但你骗不过我。凤微强，你早就被山匪玷污了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你这样肮脏的女人！凤九直直地望着贵妃，贵妃倏然感觉到对方眼中的杀意。真是抱歉，揭了你的伤疤，很生气是吗？想杀了本宫是吗？按你们吗？凤微强，纵然你是皇后，也奈何不了本宫。那件事是你指使的赵钱，你想套我的话，凤微强，你不会还想查本宫吧？事实上，赵钱被问罪的当晚，我便告诉了皇上，是我指使的赵钱。可你瞧，皇上还是轻易原谅了我。别说指使山匪掳走你，就算杀了你，皇上也不会处置本宫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皇上宠爱本宫，离不开本宫。凤九妍坐在那儿，心沉到谷底。如果贵妃所言是真的，便意味着皇帝在明知贵妃有罪的情况下，竟然还选择包庇她。本宫真是好奇，你这贱人明明失了清白，如何能瞒天过海？除非你不是真正的凤微强。的确，我不是凤微强，被山匪所掳后，我就不再是了。说完，凤九妍直接抓着灵燕的衣领。你松手！异域有种奇药，用它涂抹，749天后便能蜕皮重生，所有的伤疤都会消失不见，肌肤娇嫩似婴孩。还有一种修补术，能令妇人恢复如初，真是痛极了，但效果也真是不错。否则你以为我如何敢驾进宫来？难怪这贱人竟用了秘药。而此时，萧玉还在与大臣议事，商讨与梁国和谈事宜。皇上，梁国使臣不日就要抵达，他们妄图以和谈之名行索赔割地之事，狼子野心，绝不能任由他们狮子大开口。皇上，臣附议，听说他们还带了几名高手，不知有何企图。皇上，臣附议，听说他们还带了几名高手，不知有何企图。皇上，臣有异议。两国一战，百姓无辜，孟行舟带兵强攻，致使梁国百姓伤亡惨重，梁国要求赔偿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我们当有大国风范，不能为了小利损害两国结盟之意。两军对战，伤亡乃寻常事，但孟少将军绝不会伤害无辜百姓，定是梁国为了索赔放出的谣言。你很了解孟行舟，臣相信孟少将军的为人。当年臣匆匆路过北大营，听到的都是对孟少将军的赞誉。王爷，时过境迁，只怕早已物是人非了。孟行舟军功赫赫，早就目中无人。如何目中无人？只怕是谣言听多了，就将他当成了真的。若无孟家父子，我南齐的北大门早就失守了。眼看两边又要争执不休，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上美味的炸鸡薯条。正好我在闲鱼上买了不少肯德基的超低价套餐券，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萧玉厉声打断，都给朕闭嘴！皇上恕罪。一完事，萧玉单独留下瑞王，言辞训斥：你素来冷静自持，孟行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这般维护？臣有错，但是臣不愿见到忠臣良将寿无限，还请皇上明察，莫要寒了边关将士的心。瑞王诚心劝谏，
生怕皇上真会相信那些谣言，把孟行舟给处置了。御马场来了几匹马，你挑一匹，与朕的赏赐一同送去北大营。皇上，伤口又痛了。皇上，您和皇后是真的吗？你依旧是朕的宠妃。那你没有碰皇后吗？萧玉刚要开口，殿外有人喊：皇上，皇后娘娘晕倒了。凤九严中了梦华之毒，等待宫外无白消息的同时，他也想尝试着自己逼毒，一个不慎，莫名其妙就昏厥了，而后便像是回到过去，又像是陷入梦魇。凤九严醒来时，也不知自己晕了多久。娘娘，您醒了。凤九严直觉不对劲，起身后再一看，就见萧玉也在。难道被他知道中了梦华之毒？皇后，你好得很。莲霜，发生何事？娘娘，您晕倒后，奴婢就去请太医，不知怎的，皇上也来了。然后皇上刚进床榻，你们就抓住了他的手，说了好多奇怪的话。太医查出我是为何晕倒的吗？没，太医说您气血有亏，加上这些日子睡眠不佳，疲乏了。那就没事。娘娘，您就不想知道皇上为何发怒吗？他何时发怒？就您抓着他的手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您唤他郎君，让他留下给您暖床。凤九严准备去给太皇太后请安，却在半路碰到瑞王。恭喜皇嫂昨日得偿所愿，此后宫中再无人会疑心您的清白，这必定也是皇兄所期望的。他这个人向来是面冷心热。凤九严本不想理会，瑞王却格外话多。若是皇兄不厌，哪怕是太皇太后也逼不了他。想必在皇兄心中已经认可您这个皇后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，尤其是那个色令智昏的暴君。认可什么？皇上，你回去。皇祖母不喜外人打搅。娘娘可是皇上的正妻，太皇太后的孙媳，怎么在暴君嘴里就变成外人了？是。太皇太后坐在上首位，皇帝和瑞王各坐两边。都这个时辰了，皇后为何不来向哀家请安？皇后拙口笨舌，只会惹得皇祖母心烦，朕让她回了。太皇太后暂且没追问，但等皇帝和瑞王走了后，她让周嬷嬷去打听。不一会儿，周嬷嬷回来了。老奴打听了一圈，原来皇后昨日身体不适，夜里有昏厥之症，想来皇上是心疼皇后娘娘，他不会。晚膳后，凤九严收到了吴白的飞鸽传书，吴白找到了赵钱的亲弟弟。吴白找到赵钱的老家时，一家6口人于睡梦中被活烧死。吴白比对过骸骨，拼凑出5具，还有一个活口，直到这2日才找着。据赵熙透露，赵钱有本手札，上面记录着贵妃这些年让他做过的事，就是不知道那手札被放在哪儿，但可以确定一定在凌霄殿内。如果赵钱所说的是真的，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上美味的炸鸡薯条。正好我在闲鱼上买了不少肯德基的超低价套餐券，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那么有了那手札，距离给贵妃定罪就近了一大步，但是想找到他就得进入凌霄殿，可只要贵妃还在凌霄殿，皇帝就会时常过去，守卫就格外严密，阻碍也就大了。凤九严正筹措此事的切入点时，圣驾突然来到永和宫。知道朕为何不让你去万寿宫吗？太皇太后一向精明，您怕臣妾不善撒谎，败露了昨日我们假圆房之事。不算太蠢，皇祖母最新佛法，不会在宫中待太久。万寿宫那边的晨昏定省，你能免则免，实在避不开，小心说话，莫要露怯。是。移驾凌霄殿。贵妃都这样了，皇上竟然还这样宠爱，如此宠爱已经不是因为他那张脸了，的确怪异。不同于皇后的淡漠，贵妃哪怕伤重也亲自到门口迎接了。皇上，臣妾正要用晚膳，您就来了。伤势如何了？有皇上记挂着，臣妾恢复的极好。朕今夜留宿凌霄殿。是。翌日天刚亮，贵妃便醒了，殿内没有皇上的身影，她眸底闪过一缕失落。恭喜娘娘盛宠不断，今早皇上离开时还吩咐奴婢要熬些人参蒜鸡汤给您进补。娘娘，奴婢斗胆，您昨夜可是请了谁？太皇太后回宫没2日，这就又要离宫去玉阳山了。娘娘，您可要去送行？送行、送葬还差不多。本以为他能出手整治凤微墙，他倒好，反而促成帝后圆房。他老糊涂了，这把年纪还活着作甚？娘娘，这话可说不得。本宫交代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娘娘放心，已经交代皇城守卫司的守卫。皇后那位兄长不过是个9品左领，给他找点麻烦，不过是上面几句话的事。得知帝后终于圆房，凤府心情甚好。我就知道他有本事。好啊，只要再争口气，一举怀上皇子，这皇后之位就稳了。夫人，你下次进宫给皇后多带些益运的补药，务必要让她多喝。九颜的性子不同于微强，怎么会甘愿一辈子待在皇宫，给皇帝生儿育女？还有，最近燕臣出了点麻烦，不知是否是贵妃的授意。那孩子近年来越发的沉默寡言，问他什么也不说，只知道他每晚都带着一身伤回来。皇上不是专宠贵妃吗？他怎么会宠幸凤微墙？姨娘，大小姐如今是皇后，可不能再直呼其名讳了。我也算是她的长辈，怎的不能直呼其名？她以前见了我，还得恭恭敬敬喊声姨娘呢。呵，让婚后到如今才圆房，也好意思到处宣扬。娘，儿子回来了。林姨娘闻到一股子浓重的脂粉味，气得将扇子丢到他身上。又去花楼，你怎么就是不学好呢？难怪你爹瞧不上你，连带着你娘我都抬不起头。娘，谁又惹您生气了？您告诉儿子，儿子这就去弄死他。光会说大话，让你去科考，你给我考了个倒数，补考也没个好名次，都是凤家的孩子，眼瞅着大房那边一个个嘟你就不能给我争点气吗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
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麦当劳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又是大房娘，他们有什么好？我那大哥前些年犯了事儿，现在就是个九品芝麻官，现如今过得还不如我自在呢。至于凤微强，那就更没什么用了。他的性子，我保证在宫里活不过3年。宫里都是些什么人呐？他能斗得过他们？他言语间尽是不屑，自视甚高，而后他又得意洋洋道：“我去花楼，可不仅仅是寻欢作乐，那是广结人脉。梁国使臣要来了，正缺个通事，我已经找着门路了。”真的？总不会是骗你的吧？那不会，我花了那么多银子呢。明日我问问你爹，是否真的缺个通事？你也得小心些，别轻信他人。次日一问，还真有此事。林姨娘想让凤父举荐自己儿子，遭到凤父的嫌弃。就他那样，老老实实待在家就行了，当什么通事？他晓得梁国使臣什么习性吗？行了，别让他瞎凑热闹。那也比大哥强。我今早瞧见他被御手当众骂得狗血淋头，窝囊，丢我们凤家的脸。凤夫人求见皇后。凤九言听说大哥的事后，反应平淡，不破不立。那是你兄长啊，若真断了他的前程，凤家何谈将来？不能因为你们没有打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，你就从哪摔下的就重新攀爬上去。他为何会受制于人？是因他安于现状，只做个小小的左领，失了斗志，是他自断的前程。微强出事，他身为兄长护不住他，何谈将来？何谈能担起家族重任？你根本不清楚他经历了什么。正相反，我清楚得很。运送粮饷不利，几十个人只活了他一个。自那以后，他便自怨自艾。事实上是凤夫人不清楚，凤九言这些年经历的比凤燕尘经历的惨痛得多。他可以，凤燕尘为何不行？他枉为大丈夫。这次我若为了他向贵妃妥协，那就还有下次、下次。娘呢？这把火早晚会烧到他身上。我能做的便是给他一个重新站起的机会，转告他梁国使臣来访，我会给他这个机会，要不要他自己决定。什么机会？您不需要知道，只要他愿意拉燕尘一把，凤夫人就松了口气。后者拿出一大包药材，这是助孕的土方子，你平日里凤家如何会觉得我会如傀儡一般乖乖待在宫里生孩子？拿出去偷偷处理了。是。好巧不巧，连双拿着药出去时碰上了圣驾，他本能的慌张，越是想藏起那药，就越是容易露馅。连双姑娘，你这拿的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些发霉的药，正好咱家略懂药材，教讲。刘世良打开嗅了嗅，还亲自尝了尝。糟了，这是娘娘让我丢了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回皇上，这里面都是协助夫人受孕的药材，倒是珍贵。还想怀孩子？皇后竟如此不安分。若非朕今日碰上，还不知你私下里喝那等药。此药是臣妾的母亲所送，她并不知晓圆房一事的内情，臣妾正要让连双处理了。你最好没有旁的心思。梁国使臣即将抵达，届时会举办接风宴，从前是贵妃操办，而今她伤重，朕便交给你。记住，事关两国邦交，不可出现任何差池。梁国人两面三刀，出尔反尔。这次梁国使臣来南齐，必然又是场腥风血雨。不过他们武将已经把该打的仗打了，接下来就是那帮文臣要操心的了。是，臣妾定当好好操办。凤夫人入宫了。是的，娘娘，定是为了凤家大公子的事。皇后这会儿应该也慌了，知道得罪您会是个什么下场，想必很快就会来向您低头赔罪。贵妃在等着皇后的到来，然而凤夫人都出宫2个时辰了，依旧没听到皇后来凌霄殿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肯定要换一个最新款的手机来观看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凤家不在乎嫡长子的前程，凤微强也不在乎他兄长吗？皇后不会狠心至此吧？再给那御手传话，继续折磨，下重手。本宫倒要看看他凤燕尘能撑到几时，凤家和皇后能撑到几时。是。到了房值的时辰，御手交代凤燕尘，再过几日梁国使臣便要抵达，上头吩咐加强巡逻，审查一切可疑人员。等官得到消息，今晚有人乔装入城，你速去把他们带回来严查。凤燕尘点头称是，随后便带着2个手下直奔城门。2名手下坐在角落喝茶，凤燕尘站在那儿盯着官道。2刻钟后，果然有一队人出现了。凤燕尘刚要做事，那2名手下冲到路中间拦下他们。停！什么人敢拦相府千金的轿子？入城车马一律严查，下马车。大胆！本小姐进出皇城，从来没下过马车，给我让开，否则我就告诉父亲，让他。那2名手下怕凤燕尘动摇，低声提醒他：大人，御手的命令是把他们带回去审查，您可得听命令行事，否则我的大事儿，我们兄弟2人就被您连累惨了。凤燕尘听到最后那句话，情绪顿时紧绷。片刻后的皇城守卫司内，丞相气冲冲地走在前头，御手则一直在说好话。丞相大人，误会，是手底下的人眼拙，才将令千金抓了来，下官一定好好教训你这废物，让你抓可疑人，人家丞相小姐可疑吗？脑子呢？难怪当年办事不力，害死那么多人。御手大人，我们都劝过左领，可他不听啊。是啊，大人，左领大人固执己见，我们兄弟2人是无辜的。丞相知道此人是皇后的兄长，未免节外生枝，带走女儿便告辞了。他走后，御手抬起胳膊往凤燕尘脸上打了一巴掌，扒了他的左领官服，撵出去！这样的废物，皇城司不要了。凤九言收到500的信，得知凤燕尘被罢官一事。娘娘，大公子
子丢了官职，老爷夫人怕是要急上火了。一个左领之位丢了便丢了。凤夫人瞧见儿子衣衫不整的回来，无比心疼。燕城，你怎么了？凤燕尘没有理会母亲的关心，径直往内院走。一路上，他眼神空洞无光，耳边都是当年那场厮杀，以及一具具死不瞑目的尸体。自己就是这般没用，才会让所有人失望吧？大哥，不是吧？大哥，你这当差怎么连衣服都保不住？乔建梅，我要做通事了。大品呢，比你这左领还高一阶，恭喜！天，废物，还是什么武状元出身，却混成这副德行。凤家还是得靠我这个数字。我的了，了不得！退，快去请老爷来，一会儿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爹，你爹肯定高兴。姨娘，大房那边闹起来了，据说是大公子被罢了官，老爷正生气呢。好了，双喜临门，明轩，娘的好大儿，你可给娘争了气。凤父一直盼着大儿子做高官，继承凤家的荣耀，结果这官职一降再降，如今还没了。你养出的好儿子，小小的干的什么蠢事儿？我没有他这样丢人现眼的儿子。真是一个蠢笨的，还以为会很难对付，没想到一个小伎俩就让他上了套。得罪娘娘，是他活该。谁让他是凤微强那贱人的兄长？本宫瞧着碍眼的很。娘娘，您既然让凤燕尘丢了官职，为何又让凤家那庶子得了个通事的职位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肯定要换一个最新款的手机来观看。郑浩之前在闲鱼上卖到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凤燕陈蠢，凤鸣香更蠢，本宫就是要把这一家子蠢货聚到一块儿，等到接凤燕，让他们凤家在使臣和百官面前出尽风头。皇后一人忙不过来，可以让宁妃、娴妃从旁协理。凤九言看破不说破，宁妃站着协理接凤燕的位置，却不做实事。倒是嘉嫔几乎天天来永和宫帮忙。嘉嫔现在都成了皇后的狗了，她和那成天谄媚贵妃的江嫔没什么分别，说到底都是为了争宠，为了能在皇上面前多露脸。那嘉嫔为何不去凌霄殿呢？皇上也是难得去永和宫的。她倒是想，但轮得到她吗？她那模样和容妃极为相似，贵妃怎会容忍她在自己身边晃悠？至于永和宫，就算皇上去的再少，好歹也是皇后，又圆了房。这个月才刚起头，皇上都已经去了3趟了，嘉嫔惊着呢。娘娘，您明明也想见皇上，为何不和皇后多走动呢？宁妃没有说话。午后，凤九言亲自查看宴会场，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连双不解，却突然瞧见娘娘嘴角渗出点点血珠。娘娘，凤九言示意连双莫声张，他自知这是梦华之毒发作了。凤九言易了容，只身前往长信宫拿药，殿内只有侍卫陈吉一人。皇上说用这毒就能够控制你，无需再抓你，所以你用不着这样警惕。凤九言他拿了药，先行逃离。凤燕尘前去皇城守卫司取自己的物品，被一位熟人认出。燕尘兄，真是你啊！我刚运送完一批军饷回来述职，顺道来看看你，却听说你怎么回事？你也不是那么没头脑的人啊，怎的就得罪了丞相呢？要不我去跟御手说说，让他给你官复原职。用不着哟，脾气真不小。也是，你那妹妹入宫做了皇后，你便是皇上的大舅哥，哪里用得着我来说情？只要你妹妹把皇上伺候好，枕边风一吹，说不定你哪天就复职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皇上好像瞧不上他吧？连圆房都是被太皇太后逼得没办法才。你敢打我？薛池召来手下，指着凤燕尘，此人以下犯上，给我打！一群人打得凤燕尘倒在地上，脸上青紫。薛池用力踩上他胳膊，你当自己还是曾经的参将大人呢？敢打我？瞧你这么惨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皇后不得宠，入了宫也帮衬不了你，反而因为得罪贵妃，害得你也被贵妃整。凤燕尘，你早就翻不了身了。还有你那个妹妹，现在她是皇后，以后可就未必了，让她别再招惹贵妃。薛池将人一甩，便大摇大摆地走出皇城守卫司。大人，凤燕尘好歹是凤家大公子，皇后的兄长，他不会去告状吧？怕什么？我们都是按规矩办事，哪怕闹到皇上那儿，他也不占理。晚上，凤燕尘主动找到母亲。母亲，皇后所说的机会是什么？燕城，你愿意接受了？3日后，梁国使臣抵达皇城，宫中设接风宴，百官皆出席。贵国皇后真是殊色无双啊！贵妃保持着笑容，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。爹皇真乃大丈夫。外臣来皇城的路上，听到一些谣言，与皇后娘娘有关，说的是皇后娘娘婚前遭山匪所掳。那只是谣言，皇后娘娘清白之身，使臣慎言。凤燕尘盯着那使臣，差点要站起身，被凤父阻止。凤府谨小慎微，他深知这个时候不管说什么，都是越描越黑。清者自清。外臣当然知道是谣言，只是钦佩齐皇，面对如此谣言，还能不受影响？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照样娶了个名声有损的女人为后，有担当，有魄力，佩服啊！哈哈哈！朕为凭此谣言，已杀了好几人，不介意再多杀几个。使臣应该庆幸你并非南齐人，否则你会见识到，皇上不只有担当、有魄力，还主张严刑峻法。哈哈，这是自然。谣言众多，止于智者。也曾有谣言称，贵国长公主驸马为攀富贵，毒杀了糟糠之妻，还有那以爱妻闻名的宰相，身患花柳之症，以及胡使臣孽，身患奇臭，脚有6指，
甚至贵国陛下。南齐的诸位大臣听傻了眼，没想到梁国这么热闹。皇后娘娘，以上这些谣言，本宫就未曾相信。对，都是谣言，外臣根本没有体臭。胡尔达这就没事儿了，区区几个谣言就把他们给唬住了。事实上，凤九言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，谣言而已。他知道的多的是，就怕他敢说，他们不敢听。皇后知道的竟比我还要多，她究竟还知道什么？比如那梁国皇帝的隐秘，是自己太久没见到凤微强了吗？怎么感觉他现在变得尤其犀利？他以前的嘴可没这么毒。凤家父子3人，只有凤父知晓，如今这个并非凤微强，而是那天生反骨的凤九言。这孩子真是不像话，他有必要得罪梁国使臣吗？这种事应该让男人出面解决。他一个女人说这么多，太显眼了。男人可不喜欢强势又能言善辩的女人，难怪皇上那么久才圆房。下次可得让夫人好好与他说道。酒过几巡，胡尔达提议，光是瞧这些美人儿跳舞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少了点乐子。齐皇，听闻贵国能人辈出，不知能否与我们的勇士来个比试？咚咚咚，梁国那名勇士一登场，地面仿佛在震动。见到真人，南齐众大臣目瞪口呆。好高，怎么会有这样高大的人？足有我们2个人高了。紫元明魁斗是我们梁国赫赫有名的勇士，他听闻贵国勇士颇多，便自请来贵国比试切磋。齐皇陛下只是切磋，无关其他，不知贵国要派谁第一个上？谁要上？在没有摸清对方实力之前，那些想比试的武将们也都在观望，一时间没人应答。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手下败将之一。萧玉凌厉的视线扫向那些武将，他们的眼神纷纷回避。这时，瑞王站了起来。皇上，齐皇，就让外臣身边这位同事大人第一个比试吧。什么？让我上？虽然也自幼学武，还参加过武举，可对手是那个巨人，怎么打得过？同事大人是皇后的娘家兄弟，昨日与我们闲聊时也说过，他武艺了得，作为开场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凤鸣轩长子都悔青了，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子。凤九言看向凤彦辰，对他点了下头，要他应下这场比试。他知晓魁斗的弱点，绝不会让凤彦辰输。带他们下去准备。遵命。凤家兄弟去准备后，贵妃嗓音娇软的提议：皇上，2个人打来打去，多少会有些暴力。臣妾听闻马牙部每年都有摔跤大赛，摔跤手都会戴上面具，既是为了更有观赏性，也是因为他们相信面具能帮他们与真神交流，赋予他们力量。今日这场比试，想来也是以乐为主，不如效仿马牙部，也让他们都戴上面具，并让工人在击鼓助力，可好？这样一来，就算凤家兄弟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求饶想退赛也是退不得，只能被活活打残，甚至被打死。按贵妃说的做。凤家兄弟2人分别在2处换衣裳，穿戴护具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凤鸣轩第一个上场，先被拖了出去。凤彦辰还在屋内候着。大公子，娘娘让奴婢告诉您，一会儿对战魁斗，您莫要正面相抗，要进攻他的右膝。皇后怎会清楚此事？娘娘负责接风宴，早已打探过梁国诸位使臣的底细，所以晓得那魁斗。大公子，您记住，只要按照娘娘说的做，您一定会赢。凤彦辰有些懊悔，昨日不该和薛迟起争执的。大殿空地上，只见那魁斗不止块头大，动起来也十分迅敏，还没过几招，凤鸣轩就被魁斗举起，狠狠地摔下。凤鸣轩意识到打不赢，还要被虐打，立马爬起身，想要认输退场。可那魁斗看穿他的心思，一把将他抓回，旋即一拳头打在他腹部，噗一声，凤鸣轩口吐鲜血。我不比了，不比了。但鼓声如雨如雷，将他的声音掩盖。魁斗宣泄着对南齐人的不满，就像在戏弄一个木偶，把他掰扯、拉拽、摔下。齐皇，您要喊停吗？外臣看您那小舅子好像不是魁斗的对手，再这么比试下去，人恐怕要废了。听闻凤家出贤后，果然如此。凤家的女人了不得，但男人就未必了。老天爷还是很公正的。皇上，情况不妙，凤家2公子招架不住。再等等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这会儿是凤鸣香，下一个就是凤彦辰。忽然，连双煞白着脸，担心的近前来，在凤九言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。在这关键时候，凤彦辰竟伤了胳膊。演舞台上，凤鸣轩还在被魁斗虐打，谁胜谁负一目了然。凤鸣轩被扔下台，彻底昏死过去。不够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上来！皇上说好了，凤家大公子第2个上，人呢？凤彦辰何在？不多时，一太监上前禀告：皇上，凤大公子临时有些不适，需要稍作歇息。皇上，凤大公子应该不会故意称病，不如再等等。魁斗抱着演舞台上旁边的木桩，一个用力就将其整根拔起，哐！他将木桩扔到台下。还有谁？南齐无人敢上来吗？等。他随手一指，指向那些守在台下的太监们：对，上来跟我打。太监们哪里是他的对手，赶忙低下头去，不做任何的眼神对视。齐皇见谅，魁斗是个武痴，若是没人陪他打，他就容易狂躁不安。既然凤大公子要稍作休整，贵国人才济济，可还有其他人上场啊？我来。紧接着，他不穿任何护具，直接飞奔上演舞台。然而不过10招，他就被魁斗扼住脖子，在了地上。齐皇真是客气，居然如此礼待，让我们连赢2场啊！老臣，你看傻了吧？绝对没错。凤彦辰正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攻击，怎么就进攻了？凤彦辰在绕圈躲避，但你们看，他并非混乱的躲避，而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躲，他的左边，也就是魁斗的右边。这说明什么？凤彦辰绕着一个方向，想把魁斗绕晕。没错，是绕晕。所以这会儿魁斗已经失衡了。当然不是，你们看，魁斗每次移动都在加重右腿的承
承受。你们再看凤燕尘，她的移动是不是也不太寻常？还真是不寻常。凤燕尘都比魁斗矮那么多了，每次躲拳移动时，居然还要屈膝，把自己变得更矮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难不成躲得矮些，防止被拳头打到？他屈膝是为了让魁斗屈膝。屈膝，这是什么进攻战术？等等，老者，我好像也看明白了，魁斗的右膝怎么了？你又看懂什么了？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老李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右膝竟然是右膝，我之前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可恶！右膝怎么了？急死我了！你们倒是说清楚啊！魁斗的右膝有伤，没错，有伤，所以一直在出右拳。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，专攻他的右膝，那我们就不会输。竟然是这样，可是凤燕尘怎么看出来的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凤九言犹如一阵疾风掠过，一脚攻向魁斗的右膝。魁斗的面具下脸色骤显痛苦之色，然而魁斗也不是这么容易倒下的，他旋即化疼痛为杀意，怒吼着抓住凤九言，紧接着他将他举起，要像前几场比试那样把对手摔下台。齐皇，外臣本以为凤家是皇后娘娘的母家，又出了好几人贤后，一定是相当厉害的。不过能撑到现在也是不错了。他这话就差直接说凤家不行。齐皇，这样吧，外臣这就让魁斗停战，知道您客气礼让，但再这么比试下去，我们都不好意思赢了。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南齐无能人呢。萧玉不予理会，视线始终在演武台上。梁国使臣还在相继说风凉话时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快看，那是怎么了？”众人立马看去，却见凤燕尘一下子就逃出魁斗的掌控，而魁斗那样高大的人还没将凤燕尘摔出去，自己却单膝跪了下去。魁斗咬着牙，强撑着尝试着站起来。凤九言一个飞扫，将力量集中于膝盖，进攻魁斗的脖子。魁斗整个人失去平衡，往后一倒，凤九言膝盖弯曲，跪压在他喉结处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？这怎么回事？魁斗，站起来，你是梁国第一勇士，没人能打败你。凤燕尘打得好，继续继续。就在这时，演武台上发生变故，台边的陈将军冲凤九言大喊，提醒他小心。魁斗猛然发力，一个鲤鱼打挺式的跃起，用尽全身力量将凤九言带翻，随后用手捶打自己的右膝。好啦，我要杀了你！魁斗，被激怒的魁斗用蛮力拔起木桩，朝着凤九言挥去。凤九言几度被逼到死角，魁斗甩起那木桩，灵活的宛如他的胳膊。他好几次差点打中凤九言，两眼猩红可怕。去死！危急之际，凤九言抓住那木桩，借助他一个转身空翻，旋即他窜到魁斗面前，转眼间就扯下了他的腰带。凤九言位于魁斗后面，魁斗顾不得拎裤子，抡起那木桩向后击打。一眨眼功夫，凤九言用他那腰带刷刷几下，瞬间就将他双手和木桩绑连到一起。干得好，这是利用木桩把魁斗的双手给控制起来了，相当于给他上了个枷锁。早在第二场比试开始时，凤九言就来到偏殿，亲自查看凤燕尘的胳膊。皇后，这点伤不碍事，我还是相成。不行，都怪我不够小心，不够忍耐。昨日我应该忍一忍，否则也不会。有人存心想让你输，即便你什么都不做，他们也会弄伤你。面具给我，我找人带你比。不可，如此便是作假。机会就这一次，要还是不要？你真的查出当年那件事的真相了吗？是，只要我抓住这次机会，真相就会公之于众，我就能为那些枉死的人讨回一个公道，是吗？是。凤公子，您好些了吗？要太医给您瞧瞧吗？好多了，那就请凤公子准备下一场比试，莫要再耽搁了。轰！魁斗忽然发力，看准时机，把其中一人踹下台，剩下两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短短1刻钟内就被魁斗一一攻破路数。魁斗已经许多年没碰到过旗鼓相当的对手了，一次对战3个，也勉强够塞牙缝的。齐皇，下一场直接挑5个一起上，如何？放眼整个北大营，也就那位孟少将军能与魁斗一战，可惜他也被魁斗打得重伤，至今还在卧床养病，都不敢露面了。本王虽在皇城，却也知晓边关之事。据本王所知，是你们的勇士被孟少将军所伤。这位王爷，您还是孤陋寡闻了，不然您瞧瞧，现在谁还好好站着，谁却卧病不起？孟少将军用兵如神，可论单打独斗，还是差了些。南齐众官员都信以为真，他们纷纷摇头叹息。原来连孟少将军都是那魁斗的手下败将，这谁还打得过他呀？这没法比。孟行珠可是北大营第一猛将，他打不赢，其他人更别想了，还是早些认输吧。齐皇，只是比试，倒也不必太过认真，不然就到此为止。反正贵国好像也无人能战了。皇上，凤家大公子还没比试呢。演武台上，最后一位武将倒下了，魁斗咬着牙大吼一声：“去死吧！”他那巨大的拳头飞起，朝着武将的脑袋，但就在拳头要碰到那武将的瞬间，一个戴着昆仑奴面具的人飞身跃上演武台，接住了那猛
猛烈的一拳。谁说我南齐无人能战？那好像是凤家大公子。没错，应该就是他带着护具的。能够接下魁斗那一拳，真是了不得。魁斗撤回那拳头，后退了一步，眼神直勾勾盯着突然出现的对手。来一档，朝这儿打。台上两人的身量差距太大，远远瞧着，魁斗光凭个头就能轻松碾压。魁斗松了松筋骨，头一歪，便是咔的一声。凤九岩后退2步，不疾不徐，近身肉搏，没有武器，比的便是力量、速度和体力。他出右拳，凤九岩一个闪身，先往后撤，旋即往左移动，魁斗立马追击。他块头大，腿长，很快就追上凤九岩。站定后，又是一记右拳，凤九岩他再次后撤，左移，魁斗要跟上他，就得迈开右腿，但要控制速度，右腿抬出的一刹，原本压在左腿的重力没有任何缓冲的，瞬间压回到右腿。如此几个来回，魁斗一直在被绕圈。老主，来一档，看一看，魁斗不对劲，他的身体有些失衡。魁斗累了。等等，我好像看明白了，凤燕尘不是想拖累他，而是想……他想干什么？凤燕尘不是想拖累魁斗，更加不是防御，相反，他正在攻击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一直在躲避吗？老陈，你看傻了吧？如方才的比试，输赢不定，若能各退一步，便能保全双方颜面。若是非要追究个结果，这擂台就会一直摆下去。继黄一鸣，外臣无话可说了。凤微强那贱人说的比我还多，怎么不见胡尔大气的跳脚？使臣远道而来，想来辛苦，今日这宴会便到此为止。外臣告退。接风宴结束，外臣离开后，萧玉没起身，其他人就都没敢离开。凤燕臣何在？臣在。赏黄金1000两，官升1级。皇上，罪臣几日前已被罢官。皇上是误会，臣已经查清了，和凤公子无关，马上就让他官复原职。皇上，罪臣不要任何赏赐，只求皇上明察，还罪臣一个清白。凤燕臣，本官都给你复职了，你还想查什么？关于2年前的案子，臣有冤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凤大公子，你有何冤情，应当去向大理寺陈明。这话儿告御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南齐法制不严呢。皇上，玄子无状。 2年前，滕后命押走一批赈灾粮，途径陶州，遇匪寇袭击。凤彦臣，你还敢提那事儿？如果不是你判断有误，非要走那条道，弟兄们根本不会死。接着说，你有何冤屈？罪臣并非判断失误，而是被人出卖。众官员互相看了看，真有内情啊。不过是谁出卖的凤彦臣？那可是救灾的粮食，谁这么丧尽天良？出卖我的就是现任参将薛池。皇上，臣冤枉，臣未曾做过这等事情，不知凤大公子为何污蔑臣？可有凭证？有什么？皇上，当年薛池是罪臣的下属，本来也在运送赈灾粮的名单之中，但出发前2天，他声称家中母亲重病要回家照料，便没有与我们一同启程，相约与我们在亳州会合。亳州匪寇横行，地势险峻，罪臣早已拟定秘密路线，知道那条路线的只有参与运送的指挥人员，薛池就是其中之一。后来遭遇匪寇，活下来的知晓秘密路线的只有罪臣和薛池。而后薛池寻找赈灾粮有功，升为参将。由此种种来看，薛池嫌疑最大。凤彦臣，若是仅凭猜测便能定人的罪，还需要官员审理案件吗？你如此污蔑本官，是因为你嫉妒本官，你嫉妒本官找到赈灾粮，你被降职处罚，而我却升了官，你内心扭曲了，你就想报复我。阿才他们被你害死了，你现在又想来害我，可怜那些弟兄们被匪寇砍得血肉模糊，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拼凑不出。凤彦臣想到当年那些事，情绪有些难控，他冷汗不止。薛池深谙凤彦臣的病症，持续的提那些弟兄们的死状。就在凤彦臣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凤九言站起身来：皇上，兄长口笨，说不清，接下去的话，臣妾替他说。皇后怎地也来横插一脚？兄长已将所有事告诉了臣妾，他指控薛池不是凭空猜测，有证据。薛池的一名手下曾听到其与按察使的对话，对话里薛池提起当年之事。片刻中，仁正被带到大殿上，他如实复述了自己听到的。皇后娘娘，凤彦臣是您的兄长，您维护他是人之常情，但也不能因此就冤枉微臣啊。皇上，臣与薛池来往甚少，更加从未听他提过那些事情。除仁正外，兄长还找到薛池与按察使的信件往来。凤九言说完，便呈上那些信件，他们落在萧玉手里，被他一一拆开看了。你们2个跪下！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干？那可是我梁国的第一勇士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齐皇必须让那凤彦臣住手，裤子都被扒了，这就是南齐的待客之道吗？使臣别激动，输赢不重要，好看才重要。你们瞧，多有意思，简直比看舞姬们跳舞还有趣儿，是吧？使臣千万别误会，你们勇士的裤子可不是被人扒的，那是他自个儿掉下来的。比试嘛，各凭本事。方才贵国勇士用木桩做武器，我们也没强令禁止。贵国若是不服气，这样你们也去扯下凤大公子的腰带嘛。凤九言抓住那木桩的另一端，用内力顶住他，掌心发力，一招隔山打牛，将魁斗逼得连连倒退。魁斗被那木桩顶下了台，摔在地上。南齐胜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，那是我儿。萧玉注视着演武台上的身影，是自己多想吗？为何觉得有几个瞬间竟似曾相识？恭喜皇上的子良才！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暂作休整，回大殿。众人进入大殿，但萧玉直奔那浣衣的偏殿。皇上，您这是？
萧玉快步来到凤家大公子换衣的房间外，猛地推开房门。参见皇上，这里只有你。自皇上。萧玉寻人未果，便要回宴会大殿，半路却见到皇后。与他不同，他是朝着这边而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人都回大殿了，皇后这是要去何处？臣妾担心兄长，特来看望。皇后，方才台上比试时，朕并未见到你，那时你又身在何处？第2场比试开始前，臣妾听闻兄长身体有恙，便来看过他。由于担心兄长接下去的比试，加上目睹明轩的伤势，臣妾心神不宁，遂去小福堂坐了会儿，为兄长和我南齐祈福。听说兄长胜了，臣妾不胜欢喜，只可惜没能看到兄长的比试。你去了趟小福堂？凤九言假装没有听到，径直离开了。刘世良去打听了一圈，而后回到宴会大殿。皇上，小福堂的管事说，皇后娘娘去过那儿，但没一会儿就离开了。所以皇后骗了我吗？她鬼鬼祟祟的，究竟去了何处？凤家大公子瞧着这般瘦弱，竟如此勇猛。是臣，方才的比试确实精彩，可惜这么快就结束了。我们继续喝。对，继续喝。人外有人啊，时臣先前言，我南齐无人能一战。倘若真是如此，今日就不是贵国派使臣前来求胡了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陷入一片死寂，连萧玉的脸色都黑沉沉的，厉眸望向贵妃。怎么都这个眼神看着我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本来就是梁国被打怕了，过来求饶嘛。齐皇，我皇是为了百姓少受生灵涂炭之苦，才前我等来和谈，却不知在贵国看来，我们是被打服的。看来南齐许多人并无和谈诚意，今日这比试也只是为了取乐，却被如此羞辱。贵妃的确失言，人外有人，是一人之功。事实上，边关千万将士皆好汉，战功不是一个人拼出来的。比如方才，若非前面几位先耗费了魁斗的体力，让他露出破绽，我那兄长也无法这么快击倒他。终归你们只派了一人，所以这场也算我们南齐以数量取胜。此前两军对战，同样是南齐以10万大军对战梁国9万，梁国虽败犹荣。他这一番话给足了梁国面子，使臣们乍一听很受用。没错，梁国失败了，但齐皇，您若无意和谈，梁皇爱民如子，朕钦佩。是以翠山谷一战后，朕便下令撤兵，全了梁皇全权之心。即使来和谈，便没有谁胜谁负。如方才的比试，输赢不定，若能各退一步，便能保全双方颜面。两人惊恐跪了下去，随后工人将信件放在他们面前，让他们自己瞧是否冤枉了他们。薛迟不死心，拿起其中一封信来回检查，怀疑是被人伪造的，可越看越心慌。皇上饶命！皇上，臣一时糊涂，收了薛迟的好处，明知薛迟他当年害了凤燕臣，臣没有揭发他，臣贪财，臣认罪。皇上，臣没有，臣从未和汪大人说过当年的事，臣更加没有害凤燕臣。欺君罪加一等。皇上，臣认罪，臣一时糊涂，臣是受了汪大人的挑拨啊。薛迟，本官何曾挑拨你？挑拨你什么了？你可要想清楚再说，别像条疯狗似的乱咬。本官唯一做错的就是收了你那些银子，帮你隐瞒秘密，那也是因为本官看你是个孝子，不忍见你坐牢，以致你家中老母无人照顾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可他看错薛迟了，薛迟才不是什么大孝子，他是为了沽名钓誉，甚至当年能得以告假，也是因为他给他娘下了药，又使他的病情加重。皇上，是汪大人看凤燕臣不顺眼，所以借微臣的手除掉凤燕臣。那秘密路线是微臣告诉汪大人的，之后的事情都是汪大人一手安排，他太谨慎了，哪怕是在这些信件上，也没有具体提及他做的那些事。但您看去年7月的这封信上，他说凤燕臣自视甚高，那便是得罪本官的下场。只要你识时务，本官会一直护庇你。这些还有这些都能证明他汪大人才是主谋啊！微臣之所以留着这些信，就是怕有朝一日汪大人反咬微臣，这是微臣留着保命的啊！两人狗咬狗一般，在殿上大吵起来。拖出去，凌迟处死！皇上，兄长无辜蒙冤一事。凤燕臣官复原职，赏金3万，所娶之妻直接获封诰命。凤燕臣还没有成亲，就给自己未来的妻子正了个诰命，这是相当不错。贵妃气得伤口发痛，忽觉一阵天旋地转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被送回凌霄殿后，太医几针下去，她也没能醒来。皇上，娘娘重伤未愈，难免会气血不畅，并无大碍，只需静养。娘娘，您真的没受伤吗？那魁斗太强壮了，您真的不用让太医看看。我上场比试一试，不可告诉任何人。是，娘娘。不多时，御书房的太监来传话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召您过去问话。娘娘，皇上不会怀疑，有什么话就放在心里。小佛堂的管事交代，你只待了片刻，那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去了何处，做了什么？事发突然，臣妾那时收到消息，找到了薛迟和按察使的书信，在偏殿遇到皇上时，臣妾正准备去找兄长商议何时将证据呈上，让案情真相大白。因还未与兄长商定，臣妾不敢贸然禀明实情，便只能称后宫不得干政。你身为皇后，却去插手前朝之事，该当何罪？臣妾
只是不愿看到兄长含冤受屈。若皇上认定臣妾有罪，臣妾认罚。超公归100。是，还有一事，想请皇上彻查梁国使臣让兄长比试，理由似乎可信，但却加上臣妾那位庶弟似乎在故意针对，并且以庶弟的才能，如何会被任命为通事？如此种种，令臣妾不安。你倒是会大义灭亲。行了，退下。燕晨，你救我出去吧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在我们多年情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就算救不了我，也给我一个痛快吧。凌迟太可怕了，我不想被凌迟啊！你不想被凌迟，不想死，阿才他们就想死吗？他们何其无辜，放过你，我怎么对得起那些亡魂？我们曾经很要好，我以为我们惺惺相惜，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居然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你是出身名门的贵公子，而我只是穷苦人家出身，我拼尽全力的跳起得到的，却只是你稍稍一弯腰就能捡到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就能轻松拥有这一切，而我只能远远看着？凤燕晨没想到理由竟是如此简单，极度能让人变得癫狂。你这么想毁了我，是否一早就知道今日比试一事，昨日弄伤我的胳膊，也是你的计划，为的就是让我输？你以为我傻？你问什么我便答什么。凤燕晨，老子告诉你，就算你官复原职，以后也没好日子过。真正想要你命的，可不止我和汪大人，你就猜吧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，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是贵妃指使你弄伤我的人，是他对吗？不是，昨日你警告我的那番话，言语间都直指我们凤家得罪了贵妃。薛迟，真正的答案你早就告诉我了。你不想被凌迟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得出面指认贵妃。住口，左右都是意思，我为何要让你痛快？薛迟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兄弟。你羡慕我的出身，我又何尝不羡慕你的自在如风，你的洒脱。凤家虽大，但父亲只在乎我是否功成名就。第一次去你家，我便羡慕你们母子相亲。别说了，如果可以，多么希望自己不曾认识凤燕晨，不曾跨进凤家大门。凤燕晨却说羡慕我，真是可惜。永和宫这边，莲霜从外面进来，兴奋将供状副本拿给凤九言。娘娘，大公子按照您说的，果真问出来了，这是大公子送进宫来先给您过目的，还说那薛迟愿意出面指认贵妃。更衣面圣。娘娘，这么快吗？再不快些，等贵妃苏醒，薛迟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娘娘，难道贵妃昏厥不是意外？否则你以为她怎会昏厥这么久？御书房内，萧玉面前的案桌上摆放着薛迟的供状副本。臣急提审薛迟，朕要亲自问他。不多时，薛迟被押送来。罪臣薛迟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那供状可是你亲自画呀？供状上不只交代了他2年前陷害凤燕晨、对汪大人行贿等种种罪行，还牵扯到贵妃。这2年，薛迟做了参将后大量敛财，所得的财物一半贿赂了汪大人，剩下一半则送进了凌霄殿。是罪臣画的呀。账本在何处？就在罪臣的书房案柜内。臣急，你亲自去取。遵命。贵妃如何让你打伤凤燕晨，又如何知晓第2天的比试？薛迟，你胆敢有半句虚言，朕会让你死得比凌迟痛苦100倍。罪臣不知，贵妃娘娘怎会知晓第2天有比试？罪臣只是按照娘娘的吩咐行事。皇上，罪臣不敢欺骗您，罪孽深重之躯，只想尽最后一点为人臣子的忠心啊。不一会儿，陈吉取来了薛迟的秘密账本，这账本上记录着他所有的敛财途径和所得，以及这些所得的去向。陈吉又奉命跑了趟凌霄殿，不一会，陈吉带着一堆东西折返御书房。启禀皇上，账目上提及的物件大多已在凌霄殿寻到，请皇上过目。自己的贵妃竟真的收受了薛迟的贿赂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竟真的收受了薛迟的贿赂，那指使薛迟打伤凤燕晨的事，莫非也是真的吗？说清楚，贵妃如何指使的你？回皇上，罪臣无法出入内宫，贵妃娘娘有什么安排都是让宫中太监代画，虽不知道那太监是谁，但罪臣记得他的长相，一认便知。将凌霄殿内的太监都传来。贵妃盛宠浓厚，整个凌霄殿内共有太监50人，他们10个的进入御书房，让薛迟指认。就在第3批太监进来后，薛迟突然两眼放光，激动地指着其中一人：“是他，就是他！”审。2盏茶后，陈吉入内回禀：“皇上，审出来了，那太监交代是奉了贵妃娘娘的命令。”皇上，将薛迟押回大牢。薛迟被拖走时，还不忘求饶：“皇上，罪臣一时鬼迷心窍，求皇上开恩。皇上，您开恩呐！”薛迟的供状副本何以会先到你手里？兄长觉得胳膊受伤的时间太凑巧，便私下让狱卒审问了薛迟，不料牵扯到贵妃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，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世人皆知，皇上您宠爱贵妃，是以典狱长也不敢直接将供状上呈，一来怕罪证不足，皇上您不信；二来怕得罪贵妃，将来招致报复。但兄长认为，若薛迟所言都是事实，因而他复刻了一份供状，先托人悄悄送至臣妾手中，让臣妾拿个主意，是否需要禀明皇上。臣妾看过后，自认为姿势体大，便冒着后宫干政的罪名，本着国家安危为重，宁可错差不可放过的心情，便匆匆拿着复刻本来禀告您。说了这么多，事实上你就是想指控贵妃勾结使臣，陷害你兄长。兄长被伤，臣妾不否认有私心，但身为皇后，身为一国之母，臣妾也有护国之心，请皇上明察。朕会明察，但眼下还有一事，与皇
皇后你有关，凤鸣轩一个废物，如何做的通事？你当真不知吗？臣妾不知。传陆心，凤鸣轩。微臣参见皇上娘娘。陆大人，凤鸣轩如何会被选中为通事？当着皇后娘娘的面，你且好好说道说道。臣有罪，凤家二公子屡次邀臣喝酒逛花楼，臣不想去的，可一想到他是皇后娘娘的弟弟，臣不敢得罪，只好前往。他还给了臣好些钱财，想谋个官职。皇上，臣惶恐凤二公子给的银票，臣一张都没敢用。臣做官以来清白自守，奈何二公子和皇后娘娘的关系？同样被带来大殿的凤鸣轩，顶着一张肿成猪的脸，含糊不清的求饶：皇上饶命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贿赂陆大人。凤鸣轩行贿买官，表面借着钱财，实则是借着你这个皇后的事，你难辞其咎。凤九言则望着那陆心，眼神暗藏肃杀。要不是他早已让人查清，也难想到这罪魁祸首是贵妃，利用凤鸣轩求官心切，设下这个局。或许真是臣妾管教无方，才让庶弟如此妄为。臣妾认罪，任凭皇上处罚。先回永和宫反省，朕该考虑考虑，是否还能让你继续执掌金印了。是，皇上。陆心停职查办，彻查其经手的所有人命，再行处置。凤鸣轩革职，行贿钱财冲入国库，令入狱1年反省，3年不得科考，5年不得入仕。陆心倒还没什么反应，凤鸣轩先崩溃嚎啕了。对，不要，皇上，姐夫，您饶了我这次吧。萧玉听到这声姐夫，眉头深锁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萧玉听到这声姐夫，眉头深锁，显出不耐。拖出去！这凤家二公子太蠢，明知皇上不喜皇后娘娘，却偏要喊什么姐夫，这只会让皇上更加生气。凤九言出了御书房，眼神倏然沉了下去。娘娘，贵妃的罪名不是更大吗？薛池都站出来指认了，怎么不见皇上下令处置贵妃，反倒是对您的处罚下来的如此快？皇上若真的因此夺了您的金印，事情还未结束。皇上是否要审查贵妃与使臣的事？查！遵命。贵妃终于苏醒，她是被春和摇醒的，伤口痛得要命。春和来不及赔罪，赶紧把情况禀报给他。薛池那坏事的，怎么没让人把他弄死？娘娘，您在宴会上便晕倒了，没有您的指示，奴婢不敢发号施令。废物，本宫还能指望你做什么？娘娘，还有个不算坏的消息，凤鸣轩买官的事被查出，皇后娘娘遭牵连，被禁足，还可能被夺走金印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，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果真，更衣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贵妃强忍着伤口发作的疼痛，来到御书房请罪。伤势未愈，就回凌霄殿躺着吧。臣妾若是不向您解释清楚，实在无法安心。薛池的确给臣妾送过许多东西，臣妾本是不愿收的。行了，这件案子不重要，你现在无需向朕解释，先回凌霄殿歇息，养好伤再说。贵妃轻声细语的行礼告退，然而她刚转身走了几步，身后传来男人冷沉的嗓音：燕儿，你跟了朕多少年了？皇上，臣妾入宫4年了。退下吧。凤九言安坐着喝茶，长侍孙嬷嬷端着糕点进来，满脸忧愁。娘娘，皇上怎么又进了您的组，还要收走您的金印呢？孙嬷嬷，娘娘这儿有我一人伺候就行，你去做事吧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孙嬷嬷没把莲霜放在眼里，教起凤九言来。娘娘，要奴婢说，这事儿您得据理力争啊！别说那是您庶出弟弟，就算是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，他犯了错干您什么事，您应该去向皇上求求情，就说您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和那二公子的关系也不好。退下。到了外头，孙嬷嬷一腔怨气没处撒，正好有个宫女来打听。嬷嬷，皇后娘娘又要失宠了。什么叫失宠？她根本就没得过宠。瞧瞧人家贵妃，她先前犯过的差错，哪个不比这大？还曾经罚死了个宫人，也没见皇上罚她。我看呐，皇上早就想处置皇后，借题发挥呢。我们在这永和宫是没有出头之日了。翌日一早，刘世良奉旨来到永和宫。皇后娘娘，奴才奉皇上之命前来取金印。莲霜，将金印取来。娘娘，只要皇上消了气，您这禁足就能解了。凤九言神情淡漠，一点不因金印被夺而失意，他更在意的是那案子要如何了结。萧玉对贵妃的宠溺底线又在何处？凤鸣轩被关进大牢，还被进科举、进入仕，这相当于要了林姨娘的半条命。夫人，您要帮帮明轩啊，我们是一点门道都没了。您进宫求求皇后娘娘，皇上说不定会看在她的面上从轻发落。夫人，贱妾求您了。林姨娘，你起来说话，这次的事的确是明轩犯的错，皇后如何能徇私枉法呢？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为今之计，还是先派人去牢里打点，让明轩少受些苦。我的呀，你好苦啊，娘没用，娘帮不了你。凤夫人不忍见凤鸣轩前途尽毁，她本想求见皇后，被凤府知道后怒斥：妇人之仁，你现在去添什么乱？皇后都被牵累的进了足了，明轩是铁定保不住了，谁都救不了他。只要燕臣和皇后好好的，凤家就还是满门荣耀。皇后怎会被禁足？明轩犯的错，她根本毫不知情啊！还不是因为她没用。若是像贵妃那样得宠，哪会连娘家弟弟都帮不了，反而连累自己也被罚。上回让你拿些助孕的药给她，也是浪费了。这天一早，刘世良将金印送来凌霄殿。
娘娘，金印这么快就回到您手里了，果然是您的水都抢不走。封威强那贱人，根本宫斗也不看看自己的斤两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，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早就说了，在这宫里没有皇上的宠爱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哈哈啊！皇后怎么又被禁足了？连最重要的金印也被收了去。太后，贵妃重新执掌金印，皇上对她真是宠得没边了，脸都毁了，还照宠不误。皇上这真是荒唐！皇后这次何错之有？哀家看她就是故意为之，好把金印给她新加上的人。太后，皇后那边怕是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靠皇后的确斗不过林燕儿，是该换个人扶持了。深夜时分，凤九言收到伍佰的飞鸽传书，便入网而以投喂。皇上，您国务繁忙，也要多加休息啊。您若是累着，臣妾会心疼的。这种事无需你亲自来，好好坐着陪朕用膳。臣妾愿意伺候皇上。用完晚膳，萧玉吩咐朕今夜宿在凌霄殿。之后的2天，皇上依旧是早早的来到凌霄殿，与贵妃一同用膳，然后留宿来到御马场。萧玉连射几箭都是正中靶心，但他脸上不见丝毫满意，反倒是戾气越来越重。臣喜，皇上今日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若因你的下属犯错，朕收了你的封地和王位，你当如何？雷霆雨露皆为君恩，臣自当叩谢。说实话，真有那一日，臣会上话，会消沉。骑了一圈马后，瑞王问起正事。皇上，那位汪姓暗查使就这么凌迟了，不用再深入的调查他其他罪行吗？或许除了联合薛氏陷害凤燕臣、收受贿赂，他还犯了其他事。臣听闻前几任参将，要么就像薛耻，与他关系甚好，要么就像凤燕臣，无端就因犯事被调离。有传言此人一直在暗中敛财，手底下的人若不同流合污，就会被他针对。他一出事，定能够拔出萝卜带出米，查出更多有问题的官员。有些东西能用就成，直到真的无法再用，再换新的也不迟。午后狂风大作，黑云聚集在凌霄殿上空。贵妃头痛的厉害，却没有药能止住这痛。戏班子的表演她也没心思看。宁妃在贤妃这儿小坐。贤妃姐姐，同人不同命，我也倒罢了。姐姐和贵妃一样，都是与那容妃有几分相似的，怎么就不见皇上对你上这等心思呢？皇上宠爱谁，全凭皇上喜欢。也是，就像那皇后，皇上不喜欢，哪怕是宠幸了一回，还是照样瞧不上眼。若非看在先帝份上，怕是早就想把人丢进冷宫了。贤妃没有接话，眼见乌云滚滚，心绪不宁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召您去御书房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娘娘，皇上定是想您了，召您过去红袖添香呢。贵妃兴高采烈地去了御书房，哪知一到里头，却看到皇后也在，她心里头十分不爽利。仗着皇上的宠爱，贵妃没有向皇后行礼，直奔案桌后的男人。皇上，跪下！贵妃被吓得一颤，旋即乖乖下跪。皇上，臣妾做错什么了？贵妃，皇上已经查明，陆欣是奉了你的命令，将凤鸣轩任命为通事。还有，你与那梁国使臣勾结，以他日能够透露北营孟少将军的行踪为诱饵，让梁国使臣借着比试的由头，对我凤家2位公子行残虐暴行，你可认罪？皇上，皇后在说些什么啊？臣妾根本没做过这些事。陆欣是谁？还有那位孟少将军，他在北大营，臣妾如何会知晓他的行踪？这实在太荒谬了。萧玉没有任何回应，仿佛一个局外人，凉凉地瞧着他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，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林燕儿，你且看看你身后是谁？贵妃一转头就看到一个熟面孔，是太监小路子。你做任何事，朕都能容你，但唯独勾结外臣，你这是通敌叛国。不是这样的，皇上，您听臣妾解释，臣妾没。臣级已经查到证据，你虽谨慎到派手下人与使臣相谈，但只要是你的人，就会留下痕迹。贵妃，这次朕保不住你。突然，外面雷声乍起，惊得贵妃身子一抖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几日，皇上不是对我宠爱有加吗？今日还为我请了马戏班子入宫。皇上，臣妾……皇上，贵妃勾结使臣，证据确凿，但她毕竟是您的宠妃，这事儿传出去，怕是不利于稳定军心。是以，臣妾提议，不如寻个由头，将她打入冷宫。不要，皇上，臣妾可以接受任何处罚，只求皇上不要抛弃臣妾。除贵妃外，都退下。其他人都走了，唯独凤九言眼神坚定地站在原地，直视着萧玉。先出去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凌燕儿，4年的荣宠，加上这几日给你的体面，朕不欠你的了。什么叫不欠自己的了？这几天的恩宠都是假的吗？难道皇上早已查到那些证据，知道我做过什么？不可以，皇上，您说过我永远是后宫最受宠的女人，您承诺过的啊！您难道真要把臣妾打入冷宫吗？那样的话，臣妾宁可死。朕身边容不下你。皇上，您看看臣妾啊，臣妾真的知错了，但臣妾没
没有勾结梁国使臣，臣妾只是想利用他们对付凤家兄弟。他们暗中派人刺杀孟行舟，臣妾不过是许一个空头银票。且不说臣妾不知孟行舟的下落，就算真知道，也不会告诉他们的。皇上，臣妾是您的妃子，也是南齐万千百姓中的一个，臣妾怎会帮敌国人呢？皇上，您要相信臣妾，臣妾不会的。凤家兄弟与你无冤仇，你真正想对付的是皇后啊！说到底是为了争宠无所不用其极。你难道不知朕最厌恶什么样的女人吗？贵妃往后一倒，瘫坐在地。她最厌恶的便是为求圣宠不择手段的女人。她这次犯了大忌了。收受官员贿赂，不同于你收受妃嫔家眷馈赠，这是勾结前朝。你还暗箱操控，指使陆辛任命凤鸣轩私联使臣，妄图出卖为我朝立下汗马功劳的良将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灵燕，看在这4年来你为朕所献的，朕不会杀你。旋即他召人入内，当众宣判：即日起夺贵妃封号，降为贵人，搬离凌霄殿，无诏不得面圣，永不复宠。不要啊！萧玉命人将他带走，而后平退左右，只留下凤九妍这个皇后。皇后，朕说过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凤鸣轩行贿买官一事，是朕没有查清，以致你蒙冤。朕已严惩贵妃，将其降为贵人。你的禁足解了，金印也会送回你手中。凌霄殿里那些受贿所得，你一一列明，充入国库。另外，你那个不成器的庶弟，朕明日便让人将他放出大牢。这是朕所能做的最大让步，你可还有什么不满？皇上圣裁，臣妾没有任何不满，但臣妾有一请求。何事？臣妾恳请，看在薛池揭发有功的份上，免了他的凌迟执行，给他个全尸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，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以德报怨，朕真是娶了个好皇后。凤九妍只当听不出他的挖苦，等着他回复。朕可以成全你的请求，但林贵人所犯之事，臣妾不会往外说一个字。薛池一案，你身为皇后不该插手，哪怕是供状副本也有违宫规，你便在此抄宫规，抄到朕满意为止。是。工人摆上了笔墨纸砚，他坐下后手里抄着宫规，心里想着别的事。接下去最重要的是找到赵钱的手札。好在萧玉有言，凌霄殿里的工人要调度到各宫，到时候完全能够以权谋私。但如何安排才能正大光明的查找那手札呢？林燕想到这次的惩罚有多狠，直接冲到门边大喊：本宫要见皇上！皇上，臣妾知错了。贵人，皇上有令，您无诏不得离开清虚宫，请您回去歇歇。林燕怒斥：让开，敢拦本宫的路，本宫杀了你们！纵然林燕威吓不断，侍卫们严守皇命，没让他踏出清虚宫一步。还以为皇后翻不了身，怎么就调转过来了？短短几个月，林燕儿就从皇贵妃降为贵妃，如今又降为贵人，都少不得皇后在背后动手脚。哀家真是老了，老眼昏花，识人不清，竟打算抛弃皇后扶持家嫔。太后，老奴有句题外话，您觉不觉得皇后娘娘和出嫁前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？皇后经历过山匪掳人一事，心性有改变，不足为奇。哀家倒是觉得皇上这回很不一样，平日里把林燕儿护得跟宝贝似的，这次居然说出那样的狠话。太后，清虚宫那地方偏僻得很，和冷宫无异，看来皇上是看穿林贵人的把戏，不再纵容她了。但具体是因为什么事，御书房那边密不透风，目前还打听不出来。既然打听不到，那便是皇帝的意思，你就不要再让人去问了。是。太后。凤九妍回到永和宫，便写了道懿旨，她随后将其交给莲霜，速去凌霄殿。皇后娘娘懿旨：今日宫中失窃案频发，凌霄殿内最为严重，揭秘你们所有人移至行者司，身上不可携带任何物件。另外，举报有功，奴婢遵旨。一夜之间，凌霄殿的工人们全都被冲入行者司。凤九妍当晚便趁着凌霄殿内无人，潜入进去，先搜了赵钱原先所睡的下人房，可惜一晚上时间仍是一无所获。凤鸣轩因为疼痛喊了一晚上，爬到牢门边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鸣轩因为疼痛喊了一晚上，爬到牢门边，抓着门栏哭嚎：狱卒大哥，求求你告诉我爹我娘我大哥还有皇后娘娘，就说我要死了，我真的要死了。那些犯人将他拖了回去，直接丢掉尿桶边。死胖子又在胡说八道，皇后要是你姐姐，那太后就是我老母，老子要撒尿，你伤了腿，手总能动吧？把尿桶扶好喽。皇后真是我姐姐，我亲姐，皇上是我亲姐夫。呜，你们欺人太甚。突然外头响起一道声音：凤二公子，您可以出去了。凤燕臣前来接人，就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弟弟，如今背对着牢门，哭着给人扶尿桶，地上的那些一时分不清是尿还是他的泪。那还是凤鸣轩吗？牢门被打开，确认自己得救后，凤鸣轩抱着凤燕臣的腿，泣不成声。兄长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，你是我亲兄长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吃屎，我绝不喝尿。是小子受什么刺激了？皇后安排他和一群死囚官一起，会不会太过了？凤鸣轩从未吃过苦头，没见过真正的恶人，这次一下尝够了，再也不敢瞎折腾。经历此事后，凤鸣轩一直拉着兄长的手不放，看他的眼神带着崇拜。娘娘，昨晚那林贵人喊了许久。凤九妍正听着，忽觉一阵晕眩，随后便是一口毒血吐出。娘娘。
不可声张。可是您这肯定是被人下毒了，死不了，我有分寸。皇上，景虚宫那边来人说，对林贵人她绝食自强，嚷着要见您。回御书房，恭送皇上。王爷，林贵人真的要失宠了吗？军心难测，不过燕嫔的下场注定不会好。出宫回阳府。王爷，打探到了，白天您看到的那位姑娘，的确是容妃娘娘的堂妹，慕容府的三小姐慕容婵。她自幼体弱，常年在寺庙休养，怎么会突然回来？据说是为了3个月后的选秀锦绣。凤九言来到行者司，春和虽被关押，却没有受到任何审讯。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他将赵前的手札复刻本甩给春和，看过那手札内容后，春和的表情瞬息万变。皇后娘娘，奴婢不知这是什么。凤九言举起火钳，漫不经心似的将其贴近春和的脸颊。皇后娘娘，奴婢真的不知。火钳烫到他的头发，瞬间发出焦糊气味。你今年24，明年就要放出宫嫁人了。听说老家有个情郎一直等着你，但你若是像你主子一样容貌有损，这婚事还成得了吗？春和顿时睁大了眼睛，他的这些事一直都捂得紧，连贵妃都不知道。皇后从何得知？你很聪明，知道把重要的人藏好，让他隐姓埋名，待在别国经商。可你知晓灵燕那么多事，他真会如你所愿放你出宫吗？赵钱便是你的前车之鉴，他并未出卖灵燕，家人却还是惨遭屠戮。春和，你以为你会是那个特例吗？春和咬牙坚持，奴婢不知道。娘娘您在说什么？本宫不会对你严刑逼供，但本宫也见不得灵燕被蒙在鼓里，你那情郎的下落。皇后娘娘，奴婢一条贱命，不值得您这般算计。那就把你知道的所有事告诉本宫。那手札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娘娘想知道的都在上头。你是灵燕的贴身侍婢，本宫且问你，皇上爱重灵燕，除了他那张脸，还有何缘由？还有别的缘由吗？奴婢不知啊。春和不像是撒谎，面露茫然。他是寝食，你可在内殿伺候？这是万万不能的，皇上不喜哪个时候有人伺候？你就没偷看吗？他们除了在床上欢好，可还会去别的地方？主子不让伺候，奴婢怎敢窥探？从皇上和娘娘进了内殿安置，只等皇上离开，刘公公收拾妥当了，奴婢才能进去的。而且殿内就这么点地方，不在床上还能去呢？凤九言本以为能从春和这儿问出些有价值的线索，不料灵燕做事谨慎，关于密道的事，连春和都瞒着了。有一件事，奴婢不知是否重要，娘娘每次侍寝完，身体都尤为虚弱，需要进补大量燕窝、阿胶、红枣膏。凤九言的脑海中闪现一道白光，他当即离开行者司，连双去取皇上的内起居注，马上。御书房，萧玉与大臣刚议事完。皇上，何事？皇后娘娘差人来，要取您的内起居注，奴才不敢擅自做主。她要那东西做甚？连双姑娘说，娘娘想根据起居注，让御膳房盒里安排您的膳食。告诉她，朕的事无需她费心。没拿到起居注，连双悻然回到永和宫。娘娘，奴婢无用，没能办成此事。无妨。夜深人静，凤九言穿上夜行衣，潜入放置起居注的御阁。萧玉每个月都会去凌霄殿，雷打不动，光看记录，还真是对灵燕宠爱有加。但凤九言又查看了灵燕的癸水注，灵燕癸水至时，按理是没法侍寝的，可萧玉还是照去不误，这不正常。谁在里面？侍卫冲进来，却只见御阁内空荡荡。永和宫，凤九言卸下伪装，他大概猜到萧玉体内的天水之毒是怎么抑制住的了。贵人不会真的失宠了吧？肯定是了，咱这清虚宫是什么地方啊？基本就是冷宫了。皇上将他贬到这儿，就没再来过。贵人的脸都毁了，失宠也是必然的。好大的胆子，敢议论主子！贵人饶命，奴婢们再也不敢了。砍掉他们的手脚，拿了他们的石头，再拖出去杖毙。不要啊，娘娘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本宫失宠了？能量风华绝代，定能重回高位。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我灵燕儿永远是这后宫最得宠的女人。他数算着日子，眼中更是填满笃信。皇上很快就要来了。连双，灵燕儿承宠多年，怎么没为皇家添上子嗣？奴婢先前听宫里的老嬷嬷说过，宫里的娘娘是晚寝，都得按照皇上的意思决定留不留子嗣，所以并非所有妃嫔都有资格怀上龙嗣，尤其是皇后未立、未分太帝的妃嫔，是万不可越到前头去的。林贵人从前受万千宠爱，按理说是有资格为皇上诞下皇长子的，可按照宫规，皇长子特殊，即便生下皇长子，将来也要寄养在皇后名下。如果中宫空悬，便退而寄养在太后、太皇太后身边。林贵人肯定是不想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，才选择晚些再生。连双所说的合情合理，但是凤九言仍然对此存疑。娘娘，太后变脸可真快，先前皇后娘娘被禁足夺了金印，太后就与你百般亲近，如今眼见皇后娘娘高楼又起，太后就你话多，连太后都敢议论，当心被哪个听了去，饶不了你。奴婢也是看不得你，被人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啊。娘娘，林贵人的恩宠不复往日，正是您上位的好时机。您和容妃那么像，您若是不得宠，奴婢都觉得憋屈，何况眼瞅这3个月后就要选秀了，又是一批新人入宫，争宠的人就更多了。皇后娘娘也是，您与她是最亲近的了，她都不帮您争宠，如今她一天到晚的查什么失窃案，哪有那么多误解失窃啊？
不许说皇后的不是，皇后娘娘救了我的命，人要知恩图报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便将你撵了。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娘娘别撵奴婢走。灵燕儿也没料到皇后会再次不请自来，将她的衣服扒了。你敢？即便我如今是贵人，却还是皇上的宠妃，你若敢对我做什么，皇上不会放过你。孙嬷嬷和莲霜面面相觑，这巴林贵人的衣裳，皇后娘娘想做什么啊？强，你敢伤我一根毫毛，皇上绝不会饶你。这宫里除了皇上，没人敢扒本宫的衣裳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动手！林贵人，奴婢冒犯了。灵燕儿未曾受过这等屈辱，清虚宫的婢女赶紧偷偷从偏门离开，去找皇上。凤微强，本宫会记得今日之辱，从来只有本宫欺辱别人，没有本宫遭人欺凌的道理。凤九颜直勾勾地盯着他心口位置的伤疤，果然是心头血。如他所料，萧玉体内的天水之毒就是用了心头血在压制，但并非任何人的心头血都有这效果，需要被取血之人浸泡药浴10年以上。也就是说，灵燕儿的体质不同于常人。你怎么会知道心头血？春和已经告诉了本宫。灵燕儿，你一直在为皇上取心头血，难怪每次事情完都要大量进补，难怪你总说皇上离不开你。凤微强，你完了，皇上会杀了你，他一定会杀了你这个贱人。事关皇上的秘辛，本宫知道了，的确会成为皇上的眼中钉，但只要你不说，皇上如何会知道？本宫已经知晓。我当然会说，我巴不得皇上杀了你这贱人。想告状，本宫会告诉皇上，这秘密是你亲口告诉的本宫。贱人，好啊，去说啊。且不说皇上信不信你，皇上最在意的是你知晓此事，马上除掉你，并非你从何而知。我等着给你收尸呢，我就是死也要换你千刀万剐。你失了皇上的信任，他还能留你到几时？你除不掉我，即便我犯下天大的错，皇上也会护着我，降了我的位分，只是暂时的。皇上爱我，也离不开我的心头血。这辈子我和皇上注定在一起，谁都无法介入。皇上不会真的不要我。凤微强，知道真相的你更可怜了，哈哈。你如何确定他会一直需要你这心头血？当然，因为天水之毒没有解药，唯一能解他的千羽飞针，也因这段是最后一位传人的死，彻底失传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皇后娘娘让人撕了臣妾的衣裳，借此羞辱臣妾，幸而臣妾拼死抵抗，保存了最后一丝颜面。可您再不来，臣妾就要守不住了。滚回你的永和宫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再踏入清虚宫一步。是。待凤九颜离开后，萧玉又屏退了其他人。皇上，您不知道，皇后气势汹汹的过来，就要扒臣妾的衣裳，差一点她就发现了。皇上，臣妾好害怕，清虚宫无人能保护臣妾。先把衣服穿好。臣妾头好晕，皇上，抱臣妾去床上可好？自己站好。皇上，万一都被皇后娘娘扯破了，朕会派些侍卫过来。见他要走，灵燕赶忙拽住他衣角。皇上，臣妾害怕，您能陪臣妾吗？朕说过，永不负宠。灵燕儿，你安分些。灵燕张了张嘴，却也不敢再挽留。娘娘，奴婢以为那林贵人彻底失宠了，没想到皇上还是那么在乎她，一听到人出事，就放下国家大事赶去清虚宫了。我们走后，还不知道那林贵人会如何添油加醋呢。娘娘，皇上不会听信她一个人的话，又罚您吧？凤九颜不在意这些琐事，因为他就掌握着千羽飞针，能解萧玉的毒，萧玉便不再需要灵燕。可想要完全解了那天水之毒，为了中毒者的身体着想，还需要施针好几次，前后拢共历时得半年。半年太久了，他等不了那么长。灵燕算了算日子，皇上差不多今晚该毒发了。你去打听打听，皇上现在在哪儿？是否还在御书房处理国务？恕娘娘。点灯。这是他和那女刺客的约定，一旦他临时毒发，需要施针解毒，就点亮长信宫的灯火。果然，不过片刻，人就到了。等等，萧玉衣服都脱了一半，面前的女人却要他等。等什么？找个没人会打扰的地方，我需要整整2日，一次性将您这毒解了。你之前有言，一次性下针逼毒，对中毒者有损。他怀疑，他想他死。我找到法子了，您若是不放心，找人盯着便是。思虑再三后，萧玉同意了，不会被人打搅，且能最大限度控制住他的地方，就是那华清宫的地下密室。你留守在外面，2天后，朕若是出不来，你便集合宫之力杀了他。皇上，属下斗胆，请您三思。萧玉决定的事不会改变，他依然进了密道。第一晚的施针手法和前几次并无多大区别。半个时辰后，凤九颜收了针。接下去我会每隔2个时辰为您施针，一次比一次痛。您若是受不住，可以喊停。你只管下针，你从何处找来的法子？给您下毒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？为何想知道那人是谁？有仇。解了这毒，朕自会告诉你，连同梦华之毒的解药一并给你。第8次的时候，他口吐鲜血，依旧强撑着。好消息是，那道银线已经退至他脖颈，只剩下半寸。灵燕儿心急如焚，已经过去1天多了，皇上到底去了哪儿？他毒发了怎么办？除了我，谁能帮他呢？夜幕至，地下密室内力相撞，迸发出强大的推力，几十根银针被逼出体外，凤九颜也被那巨大的力量弹开，整个人撞在石壁上倒下。萧玉不知从何处取出一颗药丸，强行塞进他嘴里。吃了。
凤九言怕又是毒药，咬紧牙关。解药。凤九言这才吞下了那药。炼制一颗解药需要耗费5日，目前只有这一颗，其余的朕会陆续给你。朕的确不知是何人给朕下的天水之毒，只知他右手有6指。6指，好歹是条线索。凤九言牢牢记下了。萧玉本想松开他，却见他下颌处有一块破裂，他骤然意识到他戴着人皮面具，于是他当即就要将它撕下来，他要看看这人皮面具后下的真容。好奇，害死猫！萧玉收回了手，他也收回了手中的银针，两人就此相安无事。灵燕格外不安，他终于听婢女回禀：娘娘，皇上回宫了。你亲眼见到皇上了吗？他龙体如何？婢女惶惑不已，滚出去！他真是急糊涂了，居然问这婢女。灵燕儿想去见见皇上，可皇上有言，他无诏不得面圣，只能让皇上来见他。萧玉的毒解了后，经过昨晚一夜的好眠，他气血甚好。皇上，林贵人伤了手腕，流了好多血，太医说人快不行了。萧玉直奔清虚宫。皇上，您终于来看臣妾了，臣妾好苦，好想您。你在威胁朕吗？他已经逼问出真相，他并非意外受伤，而是打破花瓶，用花瓶碎片割破了手腕。不，臣妾怎么会威胁您呢？虽然臣妾流了好多血，可臣妾的心头血永远为您备着。忽然间，他脸色一变，皇上脖子处的那道银线竟然消失了。怎么会？那毒发引起的银线，若是不服药抑制，便不会消失，而那药一直都是用那心头血为药引的。可算算时间，皇上也差不多这几日毒发啊。皇上，臣妾担心您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您这几日可安好？皇上，您没有毒发的征兆吗？那日臣妾分明瞧见您的脖子。朕很好，不要再拿割腕这样的把戏威胁朕，命是你自己的。可是皇上，梁国使臣已经入宫了。大殿上，两国大臣唇枪舌战，胡尔达言之凿凿。西皇陛下，孟行舟杀我梁国无辜百姓，赔款是为了安抚他们，让孟行舟负荆请罪，也是为了抚慰梁国上下，促成此次两国和谈结盟。若是南齐一点补偿都没有，即便外臣愿意写下这和谈书，只怕梁国数十万将士不答应，黎民百姓不答应，死去的无数冤魂也不答应。两国对战难免有伤亡，再说我们的将士从来没有屠戮过你梁国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和谈冤魂，谈何抚慰？如此说来，贵国是没有和谈之意了。你们该庆幸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我南齐自有和谈结盟之心，但你梁国咄咄逼人，无理所赔。如我将士，朕若应了，才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朕看是你们梁国反复小人，既无求和之意。来人，送使臣。他一声令下，梁国几位使臣就被侍卫请走。西皇，我等是诚心求和啊！南齐众大臣忧心忡忡，使臣离开后纷纷谏言。皇上，梁国人定是吃准孟行舟重伤不起，又起了战心，想要扳回一城。皇上不能战，臣是文官，不懂军事，但知人性。北营军打了胜仗，早已开始载扬庆贺，松懈下来，而梁国将士触地必将反弹，只待一个一雪前耻的机会。真要再打起来，我军将士已是再而衰，三而竭，梁国必是一鼓作气，如此不利我南齐。何况北营军少了孟行舟，就如同雄鹰失了翅膀。老尚书，您前面说的下官认同，可最后那句就严重了。难道我南齐就孟行舟一个能打的吗？良将虽多，可北大营的兵，只有孟家父子最了解，知道如何排兵布阵，才能发挥他们最大的长处。尚书果然不懂军事，上次一战，梁国已经节节败退，我们本就占据有利进攻位置，真要开战，定能胜。战！凤九言听闻前朝那边的消息，脸色凝重。又要战？那先前撤兵算什么？萧玉以为打仗是如此随便的事吗？连双、更衣、面圣，皇上，臣妾有冤情要诉。殿内只有陈吉一人伺候，他拿过那些供状，转呈给皇帝。萧玉看完第一份，皇后，你可认得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认得，您正在看的是那些山匪的初始供状，没有经过任何删减的真相，那上面才是臣妾被掳后真实发生过的一切。宫中嬷嬷为你验过身，臣妾服用了抑郁禁药，退了一层皮，才除掉那一身伤疤，还有修补之术。是以，哪怕是宫中经验老道的嬷嬷，也查不出臣妾已然非。所以你在欺君，你们凤家都在欺君吗？你一直在骗朕。皇上，山匪的正供提及，臣妾受辱时，灵燕就在旁边，赵前的手札上记下了许多事，大多是灵燕吩咐他做的，其中就包括让他雇山匪绑走臣妾，行凌辱之事。住口！皇后，你真是疯了！谁准你查的灵燕？朕说过，赵前山匪一案早就结束了，你违抗朕的旨意，私下调查，你做的这些已经越过皇后的本分。可对于臣妾而言，并未结束。臣妾遭逢祸事，本想一死了之，但实在不甘见到罪魁祸首逍遥于律法之外，见他受尽圣宠，高高在上。臣妾现在还活着，唯一的目标便是找齐这些罪证，让真凶受到应有的惩治。凤微强，朕看你真是活腻了。当初那些山匪的证供并非如此，你是要推翻先前所有的吗？你这么做便是承认你收买那些山匪，让他们做了不实不全的证供。这些都是细枝末节，臣妾的重点从来只在灵燕一人身上，她是主谋，所有罪责应当由她承担。至于臣妾，为了查明真相，用些手段也无伤大雅。若是皇上非要揪着这些不放，那么等您惩处了灵燕，再想怎么处置臣妾，臣妾都
都领受。只有这些供状吗？你若拿不出其他证据，臣妾还有证人。凤九言没有马上说证人是谁，他平静地讲述前因。马球赛后，王天海被查出是谋害2位娘娘坠马的真凶。事实上，王天海是受林燕儿指使谋害家嫔。他被抓后，林燕儿怕他供出自己，便派宫女珠儿前去灭口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皇上容禀，那晚宫女珠儿并未死，臣妾秘密将她送到宫外救治。现在她可以作证，指认林燕儿。萧玉没有打断他所说的。赵钱的弟弟赵熙，他是赵家几口的唯一幸存者，指认林燕儿手下残害他们一家。如果这些不够，还有林燕儿曾经的贴身婢女春和，她也能作为人证，指认林燕儿的种种罪行。他居然暗中做了这么多事，连林燕儿的贴身婢女都能拿下。皇上，人证俱在，臣妾现在就能召他们。眼下正值我南齐与梁国焦灼之际，朕没工夫处理你这等事，朕比实说到此为止，便是一切终了。皇后，拿着你这些无用的东西，滚回你的永和宫。你欺君一事，朕会与你算清楚。林燕儿所做之恶，朕也会严惩，但不是现在。他还是要保林燕儿。皇上，难道您没发现那些正供和手札都是复刻本吗？萧玉低头一看，果然都是复刻的，甚至有些笔墨还未干透。你想做什么？今日我既然敢来向您陈明冤情，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除了您手上的那些，还有无数的复刻本。今日太阳落山前，若是我不发信号，那么那些供状副本便会出现在皇城上空，落在每一个皇城百姓手中。他这是不惜拉着林燕儿一起死，也要彻查此案，严惩林燕儿，真小瞧了他。传证人，不止人证，林燕儿也被召来。看到春和跪在证人那边，林燕儿脸上难掩惊愕，竟然连春和都背叛了自己。凤微强给了这件币什么好处？春和垂着头，不敢看林燕儿。林燕儿即便跪着，也是昂首挺胸，全然不似犯错之人。证人赵熙仇恨地看着他。皇上，草民的兄长赵钱在皇贵妃娘娘手下做事，他写下那份手札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条生路。没想到皇贵妃那样狠毒，为了斩草除根，杀光我们一家。如今只剩草民一人，幸而得好心人相救，那些人放火烧屋，没注意到草民偷偷爬了出去。皇上，是贵妃娘娘让奴婢刺杀王天海的，是娘娘怕赵钱的家人知晓一些事情，便让奴婢安排将赵钱一家除掉。山匪掳走皇后娘娘一事，也是娘娘。闭嘴，春和，本宫待你不薄，你竟满口谎话，污蔑本宫，说皇后如何收买的你？你是瞧本宫不再受宠，便想另攀高枝了是吧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山匪掳人，臣妾一无所知，臣妾更加没有旁观凤微强受辱。真正撒谎的是凤微强，他婚前与人厮混，失了贞，便谎称是被山匪凌辱，诬陷臣妾，臣妾好冤呐！皇上，请您圣裁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。林燕儿罪大恶极，贬为庶人，判流放之刑。皇上，不是真的，臣妾不能离开您的。您看看臣妾，臣妾是您最亲近的燕儿啊！都拖出去！不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是凤微强算计臣妾，都是他贱人！明明是你自己私通外男，失贞在先，你就把这事儿算在本宫头上，是你污蔑本宫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。随着贵妃被带走，御书房里瞬间清静，但事情还没完。皇上，请您将林燕儿的所有罪行昭告天下，包括他杀人、私通使臣。昭告天下，别的也就罢了，你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这个皇后早已被害的是真吗？您重视皇室声誉，臣妾也不愿被人议论。是以，您只需公开林燕儿所犯之罪，至于受害者的身份、具体经过，都可省去。你倒是考虑周全，朕若不这么做，你当如何？要把那些供状副本洒落全城吗？若非逼不得已，臣妾也不愿这么做。林燕儿的罪状，您若是自己拟，还能有所避重就轻；可若是我那些，就是原封不动，鱼死网破了。被威胁的感觉实在不好受，何况萧玉还是一国之君。朕已经判林燕儿流放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你要朕将她的罪行公之于众，是想打谁的脸？朕吗？林燕儿固然有错，但除却她本身，还有仗着您的宠爱，与其遮掩回避，不如直面过错。皇上您的专宠才是林燕儿的保护符，使得她恃宠而骄，也使得她生出独占恩宠的心思，甚至觊觎皇后之位。否则，臣妾还未入宫，并未得您亲言，林燕儿为何要用那般恶毒的手段毁了臣妾？您若怕龙颜有损，臣妾倒是有个法子，不如您紧跟着下一道罪己诏。萧玉面前的案桌被他掀翻，陈吉心口猛地一跳。你威胁朕，可有想过往后的日子该有多难过？朕有千百种手段，叫你生不如死，悔不当初。皇上，太阳快下山了，要你旨吗？很好，拟定贵妃的罪状，昭告天下。时至黄昏，萧玉按照他说的做完所有事，眼神里充斥着杀意。如此，你可满意了？臣妾并未在宫外安排那些人散播供状，但为求公道，只能出此下策，望皇上恕罪。臣妾自知破败之躯，不配再侍奉皇上。是以，请皇上废后，臣妾会离开皇宫。朕是不是说过会让你生不如死？来人，将皇后！突然，殿外有人来禀：皇上，太后有懿旨，召皇后娘娘前去。皇后，你最好祈求能在慈宁宫待一辈子。臣妾告退。你放心，哀家虽护不住你一辈子，几天时间还是可行的。只是你若想拖延几天，让皇帝消气，只怕是不能的。皇后，你得有个打算才行。谢母后，臣妾这几日想出宫一趟。你要出宫？凤九言没有多做解释，先行告退去偏殿了。太后，皇后娘娘还要出宫做什么？若是被皇上知道您包庇她，
怕是连你也要受罚了。他为哀家解决了林燕儿这个心头大患，别说出宫了，就是出家，哀家也得竭尽所能的帮他流放。林燕儿也有今日啊！皇上，臣妾知错，您罚臣妾，可臣妾不能被流放啊！臣妾不怕死，只怕不能帮皇上压制那天水之毒。这4年你辛苦了。皇上，臣妾不怕辛苦，不怕疼，只要能帮您抑制那天水之毒，不管要臣妾多少心头血，臣妾都愿意。皇上，您还需要臣妾的，对吗？朕会让人打点好一切，流放路上不叫你遭罪，到了南边改名换姓，过你余下的日子。不，皇上，您不想要吗？臣妾的心头血，您想要多少有多少，没有臣妾，您怎么办啊？皇上，朕意已决。不，皇上，您别走。皇上，您忘了您身上的天水之毒吗？松手！皇上，您怎么处罚臣妾都可以，但您不能拿自己的安危冒险啊！皇上，您快毒发了不是吗？您离不开臣妾的，罚也罚了，臣妾知错了，您让臣妾回去，让臣妾继续给您取心头血，好不好？臣妾可以不要您的恩宠，臣妾只求能做个寻常妃嫔，按您左右。朕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流放是罚，也是最后一次救你，以后你是生是死都与朕无关。不可以的，皇上，你毒发了怎么办？朕不再需要你的心头血了。什么？不，这不可能！萧玉拂袖而去，林燕趴在地上，胳膊无助地往前伸。皇上，您不要丢下臣妾！皇上。次日一早，林燕穿上丑陋的囚服，戴上镣铐，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皇宫。林贵人犯下重罪被流放，这一路怕是不好过。毕竟是深受皇上宠爱的妃子，想来那些官兵不会难为她。贤妃取下头上的玉簪，吩咐婢女冬夏替本宫送林贵人。贤妃姐姐真是好心。江嫔妹妹与林贵人亲近如姐妹，眼下她就要被流放到千里之外了，你怎么不去送？嫔妾不知林贵人竟是这般心肠歹毒的人。好一个见风使舵！押送林燕的是2名官兵，他们被上头打点过，出了皇城就把林燕脖子上的枷锁解了，只留脚镣。贵人，上头说了，把您送到南边，就把您放了。到那之前，只好暂时委屈您，您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晚上，3人在一家客栈落脚，林燕一个人一间屋。凤九言先去的隔壁，迷晕那2个官兵后，翻到他们携带的公文以及一份过了名录的照身贴。凤九言将那照身贴撕了个粉碎。林燕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身处乱坟岗，突然一道剑光闪过，脚踝处仿佛有什么断了。谁？是谁？凤微强，原来是你这贱人！你竟会使剑！你的罪行已经昭告于天下，但我更喜欢动私刑，报私仇。你还敢昭告天下？哈哈！你以为不说受害者是谁，就猜不到是你吗？总会有人猜得到，到时候全天下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。你毁了我，也毁了自己，皇上定会废了你，你要遭万人唾弃。天下人会先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，出来吧。随后彩月过来了，她是凤微强的贴身婢女，对自家小姐有多忠心，就对林燕有多恨之入骨。凤九言站立，身后是林燕那不绝于耳的惨叫和咒骂。贱人，凤微强，你这贱人，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，滚开！不够，还不够，留着他的命，我要他求死不得。皇上会救我，天涯海角，皇上都会找到我，他会为我报仇的。凤微强，你这贱人，皇上会把我杀了你。500。送去暗娼馆。不要！林燕拼命反抗，却还是被500抓起来。即将要被扭送到马车上时，林燕冲着凤九言大喊：害你的不止我一个，凤微强，你放过我，我就告诉你你不知道的真相。500一松手，他便倒在了地上。你们凤家把未来的皇后保护的那样好，你嫁人前出趟府都是秘密处刑，你怎么不想想，就算我指使那些山匪掳人，可如果没有人告密，我怎么会知道你何时出门，又走的哪条道？凤九言脸色凛然，蓦然看向彩月。娘娘，她说的没错，老爷格外谨慎。小姐，您从前出府，随行护卫都是老爷心腹，马车也是格外低调，回府路线更是千变万化，府上的下人都不知道您出过门。但是护卫小姐的都是忠仆，没人会告密，并且都死了，活着的只剩下奴婢一人，老爷就更不可能了。是谁向你告密？你要答应放了我，别送我去那种地方。凤九言握住林燕身上插着的匕首，用力一转。贱人，你没资格讲条件。说实话，我能让你死得痛快些。松手，凤微强，我真后悔没让那些山匪弄死你啊！凤九言又是一个用力。我不说，除非你答应不把我送去暗娼馆，否则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。好，我答应。我不知道是谁，那个人给了我一封密信，他透露给我说你会在那日出府途径，总之他才是元凶。林燕倒是会推卸罪责，是他逼你做的吗？他只是告诉你路线，真正下毒手的人还是你？真正下毒手的人还是你？怎么没有？他和你一样找到了我那些
些罪证，他把我做过的事查得清清楚楚，以此威胁，所以我不得不做。密信呢？我烧了，我真的烧了。没有那密信，如何证明你所言属实？那些山匪混账，把所有事推到了我头上。凤微强，你怎么不去找他们算账？你怎么让他们死得那么容易？我只让他们毁了你的清白，没让他们做其他事，其他的毁了你声誉，怪你那些都是他们擅自所做，我更加没有旁观你受辱。那几日我感染风寒，一直待在宫里，我怎么可能出宫去山匪窝？他们的供状都是假的。凤九言一把拽住林燕儿的头发，迫使她抬头看着自己。感染风寒，难道不是在为你出宫做掩饰吗？贱人，信不信由你，你等着，那个人一计不成，肯定还会继续害你，你斗不过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就像恶鬼，早晚把你撕碎了。送走。是。不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要，去了暗娼馆，我的秘密就藏不住了，不要。处理了林燕儿，凤九言与彩月一道回去见微强，他怯生生地缩在床角，见了谁都害怕的直哆嗦。凤九言上前，他就躲，就尖叫，别过来啊，别碰我。外伤能够治愈，但心病难解。近期我打算带他离开此地，可行否？万万不可！方才看那姑娘对你的抗拒，这一路你们怕是会有诸多不便。再者，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都会不利于她的恢复，还会加重病情，导致前功尽弃。不妨再等等，待那姑娘再好转些。要等多久？得视情况而定。目前来看，至少要半年。那便只能这么等下去了。为了微强的病情，不能急于一时。再者，从林燕儿口中得知的那些事情，也需要一些时日查证，究其源头，还得再细查微强被掳一事。苏兄弟，何事？宋离交给他一粒药丸，用帕子层层包裹着。这是梦华之毒的解药，上次你送来的那点解药帮了我大忙，我才能顺利制出。要解此毒，需要每10日服用1颗，100日后才能完全解了。我起初指出的也是如此，后来经过改良，发现也能一次解了这毒，才多耽搁了一些时日。你快些服下吧。多谢。凤九言进入内屋，此时微强已经安然睡去。娘娘，您真的要带小姐离开吗？可您现在是皇后，眼下我有别的事问你，出去说。彩月聪慧，到了外间，立马下跪。娘娘，出卖小姐的人绝对不是奴婢，奴婢将小姐视作亲人，不可能害她。如今您回来了，小姐有您护着，奴婢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奴婢现在就以死证清白。说着，他就要用匕首刺入胸口。凤九言及时出手，打落了那匕首。我要知道微强出事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事无巨细，不可有任何遗漏。是，娘娘。那日小姐要去寺庙求签，老爷安排了好些护卫随行，伺候小姐的丫鬟，除了奴婢，还有姚娘。回来的路上就碰上了那些山匪，护卫和山匪打斗。原本奴婢们和小姐都在马车上，但眼看山匪人数众多，护卫们就要抵挡不住，姚娘便提议下马车往林子里逃。林子里杂草丛生，看不清路，跑了没多远，奴婢就跌倒了。姚娘便一人带着小姐继续往前跑，山匪追得急，后来小姐就被那些山匪给扎了。那个姚娘在府上多久了？姚娘是府里的家生子，是信得过的。那天她也是为了保护小姐，死在了林子里，所以那些山匪只留了你一个活口。是的，娘娘，奴婢那会儿晕倒了，他们没发现奴婢，或者以为奴婢死了。凤九言安静沉思时，吴白从暗娼馆回来了，他跑进院子里，表情满含震惊。主子，属下有事禀告，这件事您绝对想不到。什么事令你如此着急？那个女人，属下按照您说的，再用药把她变成了哑巴，将她送去暗娼馆，那里的老鸨按规矩先给她检查身子，再决定收不收。属下在外头等着呢，没一会儿，那老鸨就气冲冲的跑来，对着属下一通骂。您猜怎么着？凤九言一记眼刀递过去，老鸨说，那根本不是个完全的女人，竟是个使女。少将军，那个女人她不是皇上的宠妃吗？怎么可能是使女？连那个都不行，怎么当上宠妃的？她人呢？原本老鸨是无论如何都不收的，给她治伤还得花钱，但属下给了她一些银子，她就勉为其难给收下了，说是只要还有一张嘴就成，没吃过的屎都是香的，说不定还真有人喜欢这种。萧玉得知林燕儿失踪不见，是被人抓了，还是自己逃了？属下这就去查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传朕旨意，召皇后过来。罪妾参见皇上。你既自知有罪，可有想过按照宫规该受何等惩罚？听凭皇上发落。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臣妾自知无法胜任中宫之位，这一点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萧玉正欲接着开口，殿外传来急报，皇上，南境有军情，北边梁国还未定下，南边又出了什么事？先回你的永和宫。凤九言离开御书房后，迎面碰上瑞王，瑞王站定，闻声对他行礼。臣弟见过皇嫂。免礼。前几日皇兄下罪己诏，听说是听了皇嫂的建议。瑞王想说什么？此前颁布征兵令，参军人数甚少，罪己诏以下，皇兄乃至整个皇室的名望大有提高，报名参军的人也剧增了。原先因为林贵人，以致百姓对皇兄有误解，如今对皇嫂力挽狂澜，民间都言皇嫂不愧是天生凤命，除妖妃新设计，果真能兴旺男气。瑞王这番话说得十分诚恳，
凤九言只感到一阵不适。娘娘，奴婢听说皇上拿到罪己诏下的旗号，朝会时老臣们都说他有明君之范，连带着对娘娘您也赞不绝口。如此一来，皇上就是记仇想罚您，恐怕也事出无名。如今又逢边关战事，可没工夫追究您先前的欺君之事了。倒是希望萧玉能果断废后。娘娘，为何您出宫一趟后变得更加心事重重了？林燕儿被流放，微强小姐的大仇得报，娘娘应该如释重负才是啊。皇后娘娘，您在慈宁宫待了2日，嫔妾丹怕您是被太后扣下了。莲霜上茶，来了这么多趟，总算能喝上永和宫的茶水了。你来作甚？皇后娘娘听说没？刚走了的林燕儿，又来了个更像容妃的慕容婵，她恐怕就是下一个恩宠一身的宠妃了。宫里何时进的新人？本宫怎么不知？还没入宫呢，但也快了。是这批秀女中的一个，已故容妃的堂妹，年16，长得可水灵了，那张脸比林燕儿还像容妃。就在方才，她入宫见太后，引得不少人注目。春和做证人告发林燕儿，以为皇后会遵照承诺，提前放自己出宫，转头却被押送到了行者司。皇后娘娘骗了我，她骗了我啊！娘娘，就是那儿，当时我们的马车被山匪拦截，护卫与山匪搏斗，奴婢和姚娘护着小姐跳下马车，从那边进的林子。凤九言吹亮火折子，走在前面，彩月亦步亦趋的跟上。当时没跑几步，大概就是在这儿，奴婢突然摔倒，姚娘带着小姐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后来小姐折返，想带着奴婢一起走，可奴婢实在走不动，小姐又被姚娘带走了，但逃跑方向没变化。凤九言仿照寻常女子的步子，尽量模仿当日的真实情况，往彩月所说的方向跑去。你就站在原地。他跑了一个来回，差不多时候就停下，大概就是山匪掳走围墙的位置。随后举着火折子查看四周，旋即他仿照人受到惊吓时的音量喊彩月，彩月立马就有回应，不一会儿就循声跑来。怎么了，娘娘？您没事吧？那天你没有听到任何求救声吗？彩月认真回想，摇了摇头，没有，奴婢没听见。旋即他也意识到不对劲，瞬间睁大眼睛，娘娘，这是不正常的吗？围墙被山匪所掳时，人已经晕了。我笃定那日这林间除了山匪，还隐藏着一个人，想对围墙不利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小姐是被那人打晕在先，而后才被山匪所掳，会是谁呢？围墙被打晕时没有任何喊叫，这说明打晕她的离她很近，出手迅猛，来不及设防。娘娘，您怀疑姚娘？姚娘的尸体在何处被发现？奴婢只知道是在河边。凤九言环顾一圈，并未看到什么河流，继续往前走了约莫一盏茶时间，才看到一条小河。娘娘，姚娘打晕小姐，又独自往前跑了一段路，而后被杀害吗？那杀姚娘的又是谁呢？奴婢怎么觉得姚娘未必就是打晕小姐的人，她没理由那么做啊。若说她与外人勾结，怎么还会被杀呢？会不会是小姐自己摔晕？姚娘贪生怕死，丢下小姐跑了，然后又被山匪追赶。姚娘和那些护卫的尸体何在？回娘娘的话，他们为保护小姐而死，老爷秘密将他们厚葬，埋在凤家墓园了。先回去。他先将彩月送回，看了几眼围墙后，让吴白带上锄头，随自己走一趟。少将军，这么晚了，是要做什么？墓园。去墓园做甚？挖坟掘尸。少将军，您确定没来错地儿？凤九言径直往里走，看到写着姚娘名字的墓碑后，便下令挖开。一个时辰后，地上摆放着几具腐败严重的尸体。凤府那些护卫身上致命伤都是斧头造成，姚娘却与之不同，她的致命伤在胸口。少将军像是被匕首刺入胸口而死。的确，山匪不可能用匕首杀人。另外，山匪的口供里没提到杀害婢女的事。通过此次验尸，我有10成把握，姚娘并非为山匪所害，但不确定姚娘是被谁所害，以及围墙是被谁打晕。少将军，那里好像有东西，是玉牌，尸体里怎会藏着玉牌？玉牌能看清上头刻着的小字姚，看来这玉牌是姚娘的所有物。少将军，我见过这个，丰府一等下人身上都配有这玉牌，上头刻着独一无二的名儿，是主子的恩赏，寻常下人不能进的地方，一等下人能凭玉牌进出，所以每块玉牌对应一个人，没法假借。姚娘为何要吞下这代表她身份的玉牌？吞下这玉牌，非死即伤。她是被那些山匪逼迫的吧？凤九言将所有疑点编织起来，突然间他心中有了个猜测。回凤府打听一件事，姚娘可有弄丢过玉牌？何时丢的？少将军，那这些尸体恢复原样。这下可苦了吴白，不过山人自有妙计。我说苏焕那小子到底在干什么？找我来，居然只是让我帮他埋尸，想我是何等身份？江公子，我家主子说了，这事儿除了您，信不过别人，说您格外擅长埋尸。这话倒是没错，他还夸我什么了？凤九言没料到萧玉这么晚来他这儿，凤九言迅速藏好密信，扫了眼信鸽飞离的方向。有刺客来人呐，保护娘娘！刺客在何处？莫不是那女刺客又生事了？方才跳窗跑了。如何发现的刺客？是男是女？臣妾瞧得不真切，只见一道黑影闪了过去。臣姐带上几个人追查。遵命。不知皇上来此，有失远迎。你的胆子一向这样大吗？并非，只
只是经历过人世间最可怕的事，别的自然不觉得可怕。朕本想废后。凤九言倏然抬眸，他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。废后在立后，需耗费一些时日。正值多事之秋，北境未平，南境又将起战事，朕这后宫需要有人操持，是以朕暂时不会废后。臣妾在位1日，必当尽责，不负皇上所望。大婚那日，朕所说的话仍然有效，你是否清白，朕不在意，往后别再欺君。凤九言脸色沉静，仿若未闻。朕要说的便是这些，往后做好你的皇后，守好你的心，莫要妄求。是。凤九言编造出的刺客保全了信鸽。萧玉走后，他才拿出密信。瑶娘玉牌于10月1丢失，上报重补。10月1丢失，10月10赵钱出宫顾山匪，10月12危墙被掳。玉牌是瑶娘想要传达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若是寻常无事，何至于吞下玉牌？真相就是瑶娘没有丢失玉牌，她将玉牌生吞了，因为有人想要夺她的玉牌，假扮成她丢了玉牌的瑶娘，不是真正的瑶娘，而是被人易容假冒，带着危墙逃进林子的瑶娘，和死去的瑶娘根本不是同一个人。怎么会？假瑶娘打晕了危墙，而后将真瑶娘的尸体搬到河边，完成金蝉脱壳，一环扣一环，布局精妙。瑶娘、灵燕、山匪都在那神秘人的计划之中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有人假扮成瑶娘，那她岂不是和娘娘您一样精通易容术？易容术，这也能解释为何灵燕儿否认，并未去山匪窝中旁观危墙受辱，折磨危墙。如今看来，灵燕儿所说的更可信，是有人易容成她的模样，制造灵燕儿在现场的假象。莲霜得知真相后，心有余悸。娘娘，这就是您说的我在明，敌在暗吧？居然能假扮瑶娘，潜藏在危墙小姐身边，那人太可怕了，我们怎么才能抓住他？而且，您不是打算离开皇城回北境吗？不走了，我定要查出那背后布局之人。这些日子，太后那边也对凤九言器重有加。宫中无秘密，后宫不乏聪明的女人，但不叫人看出这聪明。突然一招制敌的女人少见。我们在永和宫也有眼线，却从未听说过皇后娘娘在调查灵燕儿，说明皇后藏得深呐。这次皇后越职查案，眼瞅着皇上怒不可遏，要惩罚皇后，结果这几日又风平浪静的皇后看似不解风情，私下惯会邀宠的。先前就听那眼线说，有一回皇后装晕，皇上去看望，她就不知廉耻地抓着皇上的手，竟说些肉麻的话，欲擒故纵，若即若离，说不定皇上还就吃这套，否则向来说一不二的皇上怎会向太皇太后妥协，和皇后圆了房呢？皇后这等心机深沉之人，比灵燕儿还要可怕。太后驱虎吞狼，可得将虎牢牢控制住，皇后深不可测，我们得拿住她的把柄才行，免得她成为下一个灵燕儿，迷惑圣上，祸乱后宫。让永和宫那边的人留点心。是太后。除此之外，哀家也得利用制衡术，多多扶持自己的人上位。太后高明，只是这人想慕容姑娘如何？她似有攀附之意，寻求您的庇护。她是太皇太后的孙侄女，跟哀家不是一条心，但碍于太皇太后的情面，哀家表面还得护着她些，可此人绝不能信任。太后说的是慕容禅的太后亲眼，隔3差5就被太后召入宫，就连宁妃这个亲侄女都被太后遗忘忽视。宁妃娘娘来的不巧，慕容姑娘正在为太后修缮佛经，太后方才说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娘娘还是午后再来吧。难得姑母和慕容家的姑娘投缘，本宫就不打搅了。娘娘，太后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，为了母族的荣耀，您和太后是沾着亲的，外人不能比。本宫晓得的，望姑母保重身子。娜娜，那慕容三小姐真是好本事，听说见过她的人都喜欢她，如今太后都对她这般好，将来若是让她进了宫，岂不是很快就会得到圣宠？那又如何？难道本宫还能拦着她入宫不成？娘娘，那慕容小姐芳名远扬，又长得格外像堂姐容妃，宫中的娘娘们都如临大敌，属实正常。可您怎么也如此在意？我在意慕容禅，难道不是吗？陈省后，您就心事重重的，将让你打探前朝的事，如何了？娘娘，北境必无战事，倒是南境先打起来了。听说是南边的蚩尤部发了灾，先霸占两国之间的红梅江谋财，杀了不少渡江的南齐商人。皇上已经命人迎战，主将便是那慕容禅的兄长，据说他英勇不凡，不会输给蚩尤部，所以奴婢觉得此事无关紧要，就没想跟您提。北边一直叫嚣的厉害的梁国，竟没有一丝动静。和谈失败后，萧玉都做好了再战的准备，梁国却没有马上起兵，这有些反常。真想回到我们3人同行，不受琐事烦扰的时候，但可惜我们都变了。王爷，这么晚了，您要去何处？去宫里一趟。这个时辰，皇上没有急召，王爷入宫作甚？这天，凤夫人入宫，燕臣重新做回参军后，亲事很快定下了。虽说都是冲着那诰命夫人来的，但那位周尚书家的千金才貌双全，也算门当户对，佳偶天成了。婚期定在什么日子？这几日就在准备纳彩之事，等到景期才晓得何时成婚。但你兄长好事一成，为娘便没有缺憾了。看着你们各自成家。凤夫人突然想起还有个无辜枉死的女儿，内心一阵绞痛。若是微强还活着，该多好啊！我的微强最是乖巧贴心。凤九言递上一方帕子，并无劝慰之词。娘还是很震惊，你竟真能将那灵燕儿除了去。只是你如此刚烈强硬，皇上怕是会不喜。娘呢，二人已除，大仇得报，往后你便做个好皇后，来日给皇上添个一儿半女，如此便再没有哪个女子的福气能够高过你去。那些伤
伤心事便都忘了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让莲霜送您出宫。当皇后非她所愿，生儿育女更非她所求。选秀的消息第一时间被送来，太后得知慕容婵中选，并无意外。皇上看到她反应如何？回禀太后，皇上国务繁忙，并未亲临选秀现场，传话让皇后娘娘代选了。她没去。慕容家送此女入宫，是想再现容妃在世时的荣耀吧？你且派人盯紧了，莫让那慕容婵爬得太高，否则我们秀婉就更没有机会了。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见，让她进来。选秀已毕，皇上过目。萧玉只粗略地扫了一眼，只要看到慕容婵的名字在上面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皇上若没有任何增减，便可定他们的位分。除慕容家的封为敬贵人，其余的皇后看着给。一入宫就封贵人，皇上对那慕容婵可真上心呢。是。王爷，慕容姑娘中选了，如她所愿了。王爷，慕容姑娘有话，她知道擅自参与选秀这事儿没同您商议，您生她的气，她想赔个不是。但入宫这条路，她既然走了，就不后悔。感谢您对她多年来的暗中照拂，这是她给您的亲笔信。扔了吧，看了信也是徒增烦恼。既然这般不听劝告，非要入宫重蹈她堂姐的覆辙，那我只当从没帮过她。慕容婵收到兄长慕容杰的家书，笑容甜美善良。小姐何事如此高兴？兄长打了胜仗，太好了。王爷还是没回信吗？小姐您别多想，王爷公务繁忙。别骗我了，我知道擅自入宫选秀，王爷不会高兴，所以选秀之初我瞒着他，不敢告诉他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，但我不后悔。小姐天生好命，小小寺庙装不下你。王爷不止一次告诉我，安心待在寺庙，我才能平安顺遂。他究竟在害怕什么呢？我晓得他与堂姐、皇上师出同门，深情厚谊，他因着堂姐的缘故待我好，他应是不会害我。可我也有自己当走的路，兄长被调到南境，名声实降，他真以为天高皇帝远，皇上不知道他做的那些事儿吗？我姓慕容，便要重振家族荣耀，而且我会比堂姐做得更好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朕答应过容妃，惠恩待慕容家，你既入了宫，朕便许你妃位，心碎后正式册封。但你记住，勿要安分守己，不可生事。萧玉哪来的兴致，突然召我来御书房，还只是和他下棋。没过几招，凤九言就被吃下一子。听闻皇后是棋圣弟子，下的一手好棋，怎么是不屑与朕对弈？原来是听说了微强棋艺精湛，胜负未分，继续。暴君不会怀疑娘娘什么，故意用下棋来试探吧？微强小姐棋艺超群，可娘娘……莲霜不由得捏了把汗。两盏茶后，棋盘上的厮杀堪比两军对垒。宫外有多少你的人手？皇上何意？朕的宫中容不得偷偷摸摸、自作聪明之人。来人！宫人会议，恭敬地盛上一碗汤。鸽子汤味鲜，皇后喝了它。凤九言没动。几日前，陈吉抓了只信鸽，这鸽子汤莫不是朕的赏赐？皇后不肯喝。没有，只是在想，宫中怎会有信鸽？那信鸽是从永和宫飞出。皇后，你当真不知？臣妾不知。先将这汤喝了。凤九言端起那汤，不动声色地喝起来。那黑羽信鸽竟然就这么被暴君给煮了，这也就算了，他怎么还逼娘娘喝呢？凤九言喝完鸽子汤，将空碗放回到桌上。谢皇上赏赐。退下。陈吉看了眼已经被喝光的鸽子汤碗。皇上，那信鸽如何处置？皇后养信鸽无伤大雅，但他频繁与宫外联系，便是违反宫规。看在他并未铸成大错，我可以不予追究，但没料到他还能若无其事地喝下鸽子汤，如此心机深沉，难怪能沉得住气。将灵燕儿逼上绝路，剪了他的翅膀，扔到宫外自生自灭。是。可有灵燕儿的消息？属下无能，2个多月了，依旧无所获。继续找。遵命。皇上，今夜是否召人示警？不必，2个多月了，那女人一直没来取梦华之毒的解药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皇上，敬贵人中毒了。不过片刻，身为皇后的凤九言也来了。宫中竟发生投毒之事，皇后一定要查清是何人所为。是，敬贵人被下毒了，他现在如何？太医已经诊治过，应无大碍。皇上也陪了好一会儿。敬贵人入宫以来还未成宠，这回也算因祸得福。皇上让皇后娘娘彻查，看起来很信任皇后。你想说什么？难道你怀疑是皇后对敬贵人下手？老奴不敢，只是觉得此事交由太后您来查，才更为公允。越说越不像话，皇后是6宫之主，哀家如何能越俎代庖？皇上既然信得过她，就让她去查。娘娘本以为慕容婵入宫会成为宠妃，结果还未成宠就被投毒，这宫里真是不安宁啊！有些事不能只看表面。还有，她如今是敬贵人，你怎可直呼她闺名？奴婢失言了，娘娘恕罪。慕容夫人因慕容婵中毒或恩准入宫看望，这毒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吧？慕容婵坐在床头喝药，没有否认。难道皇上一直没宠幸你？阿伟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急，上一个因为容妃获宠的林燕儿犯下累累重罪，皇上必是心存芥蒂。我听说那皇后也不是个善茬，林燕儿正是毁于她手，近来皇上宠信她，你可得小心提防。皇后不足畏惧，不是要查投毒案吗？皇后且有的查呢。凤九言调查敬贵人中毒一案，很快有了线索，投毒的宫女和毒药，这些都指向了嘉嫔。娘娘会不会弄错了？嘉嫔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啊。更衣，去御书房。既已有证据，为何不直接抓人？莫不是因为嘉嫔与你走得近，你有心包庇？嘉嫔要查，但更重要的是查出毒药来源途径。此毒来自宫外，臣妾疑心宫中有暗线，专门兜售禁物。是以，臣妾想借着此事将他们一网打尽，特请皇上允准。按你说的
做。皇后娘娘真的不是嫔妾所为啊，嫔妾与敬贵人无冤无仇。嘉嫔，这宫中就属你这张脸，能与那敬贵人争上一争。林燕儿被流放后，你定是想着上位的吧？所以敬贵人便是你最大的阻碍。你怕敬贵人挡了你的路，怕他后来者居上。不，我没有，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可不就是嘉嫔主使的吗？皇后不处置嘉嫔，就是念及私情。去了行者司要受刑，即便证明他是清白的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入刑之下也会有冤案。宁妃，太后只让你和贤妃旁观审理，你越界了。若按宁妃所言，嘉嫔欲除掉敬贵人，那就不会只用毛根粉，此毒只会叫人头晕目眩，全身乏力，不会致命，甚至不如巴豆来的凶猛。可能是嘉嫔胆小，不敢闹出人命呢。去请敬贵人。凤九言平退了其他妃嫔，嫔妾参见皇后娘娘。毛根粉这东西，用它害人极少，倒是有不少人用它做苦肉计，伤害自己，诬陷他人。皇后娘娘，您怀疑嫔妾自己给自己下药？毛根粉遇水即化，且产生的香味极易招来虫蚁。嘉嫔的店内确实搜出了毛根粉，但并无多少虫蚁痕迹，可见这要是这2日才放到他那儿，用以栽赃，你可以嘴硬不认。等本宫搜查完你的芳妃店，真相便会明了。皇后娘娘，都是嫔妾的错，是嫔妾所为。皇后娘娘开恩，和贵人无关，是奴婢做的。奴婢想为主子除去强敌，才会构陷嘉嫔娘娘，贵人不知情的。娘娘，柳絮虽有错，但她是嫔妾的陪嫁丫鬟，与嫔妾情同姐妹，求娘娘开恩，是嫔妾失察，嫔妾愿替她受罚。不，贵人不要啊，都是奴婢的错。按照宫规处置柳絮，重打30大板，丢入慎刑司。皇后娘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敬贵人是太皇太后的孙侄女，太皇太后早早的就给太后发话，要太后护着点敬贵人，若敬贵人有什么闪失，太皇太后那边怕是不好交代，所以太后请您行个方便，既然这投毒的婢女已经扎了，想来敬贵人也是被蒙在鼓里的，就莫要再追究敬贵人了。请太后放心，本宫知道如何做。王爷，柳絮出事了，慎刑司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属下求您定要将柳絮救出来啊！敬贵人诬陷嘉嫔，是为了对付其背后的皇后，可这才刚入宫没几个月，太莽撞了，连累柳絮。他并非莽撞，相反，他精明得很。王爷何意？柳絮虽伺候慕容禅多年，可说到底是本王的人，一直与本王传消息。慕容禅信不过他，想扶持自己的心腹，于是借着此事成了嘉嫔受罚，败了，顺理成章的除掉柳絮。什么？那柳絮岂不是被蒙在鼓里，还傻傻的为他顶罪？本王会救他出来，但不是现在。柳絮并非慕容府的家生子，而是瑞王府的奴仆，也就是说，慕容禅和瑞王必然相熟。这2人若有勾结，便是比柳絮投毒还要严重的大事。娘娘，您怀疑他们有私情？若无人替嫁，危墙清白受损，便不能入宫为后。届时皇室追究，有危墙指认，灵燕也会被问责。可见那神秘人是要一箭双雕。娘娘怎会把这2件事放一起，一次除掉2个人？那么这2人都拥有某样东西？都有的。娘娘，该不会那神秘人是要算计皇后之位吧？娘娘，您怀疑神秘人和敬贵人有关？如果没有危墙小姐和灵燕儿，那么以敬贵人的样貌和家世，肯定就是皇后的不二人选了。传话给瑞王，本宫要见他。御马场，2人不期而遇。臣弟见过皇嫂。王爷可认得敬贵人？认得，她是已故容妃的堂妹。据闻王爷与容妃青梅竹马，爱屋及乌，人之常情。若敬贵人想要入宫，甚至想要更多，你一定会倾囊相助，对吗？皇嫂，您是在取笑臣弟吗？我若有这等本事，已故的容妃就已经是皇后了，何况皇后之位乃先帝钦定，别说臣弟了，就是皇上都违抗不得，如何能？本宫一死，事儿就成了。皇嫂，您好像对臣弟有误解，臣弟虽与敬贵人相识，但只是看在他一人孤苦，才出手照拂，臣弟怎会为了他能做皇后，就对皇嫂您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来呢？更何况先帝密旨有言，慕容家的女子不得为后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萧玉一把扯开凤九言，匕首掉在了地上，匕首落地，六目相对。凤九言先开口了：皇上，臣妾在林中迷路，于是下了马，本想用匕首在树上刻记号，以免自己走回头路，突然看到有影子靠近，想到宫中先前有刺客出没，还未抓到，便以为是刺客，于是瑞王帮着圆谎。原来娘娘将臣错认成刺客，难怪。他捡起匕首，恭敬地还给凤九言。皇上，娘娘，臣告退。出去，这里不是你一个女子该待的地方。是。刚走几步，他又转过身来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问。问。先帝是否有言，慕容氏永远不得为后？确有此言。他处心积虑打听到此事，是怕朕另立皇后，换招法提醒朕吗？莲霜看到娘娘出来，才轻呼了一口气。娘娘，您可算出来了，没事吧？那瑞王先回永和宫。娘娘，事态出来了吗？真的是瑞王为了帮敬贵人坐上皇后之位，才安排的这一切吗？他难以相信，看起来那么温柔和煦的瑞王，会是迫害危墙小姐的元凶。先帝有言，慕容氏不得为后，这一点瑞王也清楚。娘娘，那岂不是线索又断了？看来还得去见见灵燕。灵燕与神秘人有接触，哪怕只是信件往来，也一定知道的比我多。皇上，这些是累积的梦华之毒的解药，那刺客迟迟不来续，今夜又是一个10日毒发期，还要继续送解药吗？去长信宫点灯。臣即心有不解。而今皇上的毒都解了，为
为何还？愣着做甚？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夜色寂静，已经亥时了，皇上今夜很可能空等一场。一阵疾风掠过，真的是他。凤九言没想到会再次看到长信宫点灯。按理说，萧玉的天水之毒一解便是痊愈了，难道还有复发的可能？没死吗？您毒发了。萧玉将九节鞭扔给他，你落下的。您还没回答我，毒发了吗？萧玉脸色平静，死不了。我先看看。放肆！朕的龙体岂是你能随意碰的？您信不过我，又为何点灯？萧玉原以为他死了，如今他既然活生生的，就说明梦华之毒已解。他倒是命大，一个刺客就藏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朕如何能放过？朕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做朕的暗卫，朕给你后路；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？你不愿为朕效力，是有种了吗？江湖闲散人无主。朕给你的第2个选择，去北大营为国效力。倒是听说过北大营有一支娘子军。那娘子军是孟行舟所组建，他脾气暴躁，军营规矩森严，不会因为你是女子就对你松懈管理。此事关系重大，请容我考虑考虑。凤九言想敷衍应付，萧玉却当了真，尽早给朕答复。旋即他扔给他一枚丹药，这是大补丹，能助你更快恢复内力。谢皇上。朕会让陈吉每日送来1颗，你可在此调息，直到恢复内力。萧玉似乎看出他的戒备，朕不想欠你。回紫晨宫的路上，萧玉突然停下步子，做朕的暗卫不是个好差事，能为皇上做事是无上的荣光。你是愿做暗卫，还是去做娘子军？我可是个完完整整的男人，皇上难道是打算把我阉了？这一夜，陈吉难以入眠。为了向皇上表忠心，次日一大早，他便单膝跪地，拱手行礼，为皇上分忧，属下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这便回到子宫，以示决心。这陈吉是要跟自己争太监总管的位置。萧玉用内力弹开陈吉的短刀，随着那短刀落地，刘世良赶紧上前，一脚将其踢开。疯了！好好的男人不做太监。刘世良连连点头，又觉得皇上这话听了不太得劲儿。得知是误会一场后，陈吉才松了口气。皇上，当初孟行舟建立娘子军，您不是不认同吗？萧玉那深邃的双眸如渊，叫人难以看透。男子驻守边关，是为了给老弱妇孺一片安定的天地，岂可叫女子从军？就怕有人以征女兵的名义强掳良家女入军营，为自己谋私。但孟行舟此人大丈夫也，虽然暴躁，目无尊上，倒也能震慑住那些将士。唯有他管理下的娘子军，信得过。经过投毒一事后，家嫔越发粘着凤九言了。她一天能来2回，令家嫔的婢女颇有微词。娘娘，那皇后娘娘显然不把您放在眼里，您又何必伏低做小的讨好？现在各宫都议论您，说您和当初讨好林燕儿的江嫔一样。他们懂什么？皇后娘娘那是面冷心热。再说了，皇后今日还赏我点心了呢，她待我最是亲近了，其他人就是嫉妒。一块点心就满足了？娘娘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啊！皇后娘娘到底给娘娘下了什么迷魂汤？现在娘娘完全都不想争宠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娘娘，您是那么倾慕皇上，第一回见皇上您就发誓呀？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入夜后，凤九言穿上夜行衣离开了皇宫，紧接着一个黑影也跟了进来。皇嫂，后巧，没想到你不止气数高超，轻功也如此好。皇兄知道您偷偷出宫吗？谁是你皇嫂？找死！说完，他直接一抬脚踹向他。瑞王反应甚快，旋身躲过，但再一抬眼，人已经不见了。就这么跑了吗？不过来日方长。凤九言一路行至安昌馆，老鸨只当凤九言是嫖客。一个时辰200文，这可是最次的货色。公子，您确定不看看别的？你可以出去了，还怪着急的。门关上后，凤九言摘下了面具。林燕儿一看是他，眼中充斥着愤恨与杀意。凤微强这贱人竟然还敢来！他被毒哑，说不了话，只能发出野兽般的呜咽，表达自己的愤怒。恨我无用，真正害了你的是那暗中布局的神秘人。3个月了，还没想明白吗？你落到如此境地，都是那神秘人害的。他表面是要害我，其实是设局害你。你以为助我修复身体的秘药是谁给的？你以为我如何能轻松查到你的那些罪证？听到这儿，林燕儿瞪大眼睛，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凤九言，看他有话要说。凤九言给他喂下一颗药，暂时解了他的哑毒。他也给你写信了吗？是他教你怎么对付我的吗？凤九言点头。他将我们都玩弄于股掌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什么都知道。现在他用我的秘密威胁，要我为他做事，所以我们得抓住他。林燕儿不是蠢人，贱人，哈哈，你也有今天，活该！想让我帮你做梦，我巴不得你和我一样的下场，哈哈哈！他要我毒害皇上，你说什么？不可以！凤微强，你这贱人，你不可以害皇上。皇上是他唯一的软肋，这林燕儿对萧玉还真是痴心一片。想要救皇上，就告诉我你知道的有关那神秘人的一切。没用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给你的密信，当真全都烧了吗？你要那些信，他不是也给你写了吗？为何还要从我这儿要？难道你都是骗我的？他给我的那些信撒了药粉，看过后就自然了，否则我何须冒险出宫找你？我的确私藏了2封信，但我要见皇上，我要亲自把信交给皇上，否则哪怕你折磨我，哪怕明知皇上有危险，我都不会交出来。正好我们一起死，到了地府做对鬼夫妻，哈哈！你没有别的选择，贱人，送我回宫，我要见皇上。我最多让你离开此地，
我要见皇上。你明知道这不可能，让你见到皇上，我还有活路吗？那就都去死吧，都去死！你那么爱皇上，真舍得他死吗？但我舍得，因为我对皇上无情，便不在乎他是生是死。我入宫只是为了报仇，只要再揪出那神秘人，我的心愿变了。为此，我可以假装顺从，先杀皇上。所以死的是你们，而我会活到最后。说完，他便佯装要离开。不，你敢？难道你不要那2封信了吗？那信不过是我心存期盼，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线索，但现在想来，顺从神秘人，我便早晚能等到他现身的一天，何必纠结于你手中那2封？你敢弑君？贱人，你疯了！我不只要弑君，还要告诉全天下，曾经受尽圣宠的皇贵妃，并非一个完整的女人，所有的宠爱都是假的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站住！你别走！我答应把信给你，我可以不见皇上，但我要离开这地方。主子真要把那女人带走？她该受的已经受了，留着她的性命，将来还需要她出面作证。是。娘娘，那神秘人抓到了吗？不要碰我，走开啊！姐姐救我，让我死！你们让我死！微强。宋神医门外的宋离听到喊声，立马冲进来，他拾起针下去，微强的情况才有所好转。早在收到微强不愿入宫的信后，我就该帮微强离开皇城的，什么凤家，什么全族都无关紧要。即便当初娘娘真想带走，以小姐的性子，绝不会跟娘娘离开。这大补丹确实有奇效，可用。宋兄，多谢。苏兄弟，你我之间可别这样见外。你救过我一命，这些年你送我的那些药材，都是极为稀罕、千金难买的。如今能帮上你的忙，我……突然，屋顶上窜下一道红影。好啊，舒焕，你近年来音讯全无，却还知道给宋离送药材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都睡着了吗？武林盟都被你召集北上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北上？何时的事？老樊给我来的信儿，半个月前，你的人找到武林盟，让他们给你办件事儿，但又没说具体是什么事，只让他们北上。回宫前，凤九言转去见了吴白。少将军，您明明一直在皇宫，身边只有属下1人，派谁去武林盟了？一定是有人冒充您，去查清楚。是。回宫后，凤九言按照灵燕告诉他开锁的玄机，顺利打开暗格，里面果然放着2封信。娘娘，这神秘人的字迹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吧？这字迹未必就是出自他之手，那岂不是没什么用处？有没有用处，要看能否发现线索。灵燕留下的这2封信，第1封是微强出事后，他给灵燕送来微强那件染血的小衣；第2封是他替嫁入宫后，神秘人警告灵燕不能害皇后性命。娘娘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微强可有得罪什么人？娘娘，小姐12岁被先帝选中，并为下一任天子的皇后。那时起，小姐就被养在高阁，连府上的下人都没机会见到她，既不常出门，就不会与人结怨。再说小姐性子温和，与人为善，难得出门参加太后寿宴，也没与人发生过争执，如此怎会得罪什么人呢？不是为了皇后之位，她是为了让2虎相斗。娘娘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难道神秘人做那么多，只是为了让您和灵燕儿争斗？奴婢好像有些糊涂了。翌日一早，凤九言去慈宁宫请安，路遇瑞王。见过皇嫂。免礼。皇嫂，这是你昨夜落下的。凤九言脚步一停，没回头。瑞王，本宫昨夜不曾见过你，你说这等话，叫人误会。瑞王确实没有他的东西，只是在诈他。皇嫂放心，臣弟必然不会让他人有此误会。不过一间入话，皇嫂小心些，臣弟告退。宫中无秘密，两人在慈宁宫外谈话的事，很快被小太监传到皇帝耳中。赵瑞王，你与皇后有私交？皇上，臣没有。你在男女仪式上颇有分寸，不会与女子多言。玉林那次，朕便觉得你和皇后之间有异样。你若是下马指路，以寻常距离，皇后即便拔刀也无法靠近你，你只需后退便能安全。但朕看到的是，你们距离不过2步，你要如何解释？皇后如何，朕不在意，可你是朕身边最亲近的人，若因为那个女人连累的你名声有损，得皇上庇护，臣何德何能？那日雨林中，臣的确没说实话，臣有愧，终于不安。但臣答应了皇后娘娘，都能说，是以请皇上责罚。退下。是。瑞王恭敬地退出御书房。这次只能对不住皇嫂了。不过皇嫂那么聪明，应该能想到法子应付过去吧。瑞王离开后没多久，凤九言就被召来了。听到瑞王宁可受罚也不透露实情，只觉得好笑。他哪里是忠义，分明是独善其身，将难题抛给我了。皇上，实情就是，臣妾调查晋贵人中毒一事，发现其婢女柳絮曾是瑞王的人，臣妾心中存疑，但涉及晋贵人声誉，没有明着查，也怕皇上以为臣妾擅赌，诬陷晋贵人，遂先私下试探瑞王，将其约至御林。为何会动刀？臣妾一见女流会害怕，便带了匕首防身。谈话期间，或许是臣妾用词不当，语气重了些。瑞王面露怒色，见他似有靠近的动作，臣妾慌乱中拔了刀。后来臣妾证实了，瑞王只是可怜晋贵人，才拨了个婢女去伺候，从未和晋贵人私下接触过，是臣妾误会了瑞王。萧玉找不出疑点，脸色阴沉。皇后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，私下会见外男，便是有违宫规，朕罚你1年公分。是。话音刚落，宫人来报，皇上，太皇太后回宫了，随朕一同去迎皇祖母。是。哀家若是再不赶紧回来，
婵儿就要被活吞了。嫔妾见过太皇太后。婵儿，何人敢对你下毒？平安无恙否？如今皇祖母回来了，亲自护着你，看哪路牛鬼蛇神敢来欺你？太皇太后，有皇上和皇后娘娘在，没人敢欺嫔妾。皇后，你太失职，后宫发生如此恶性事件，你难辞其咎。依哀家看，这管理后宫的大权，皇祖母途中疲累，不妨先行回万寿宫。皇帝，夫为妻纲。太皇太后回宫没几日，又将萧玉叫到万寿宫。皇帝，婵儿怎么还未侍寝？边关战事连连，朕无心入后宫。婵儿乖巧可人，哪一点不合你的意？即便不宠幸，你好歹也去芳菲殿瞧瞧她，两个人多相遇相遇，总是这么不见面，哪能知道她的好？皇祖母，后宫之事有皇后在，不劳您老人家费心。你说实话，是不是皇后对你说什么了？她仗着自己和你圆了房，给你吹枕边风吗？否则以婵儿的条件，如何会不得宠？皇后是朕的正妻，朕自然要考虑她的感受。来人，把皇后叫来，哀家倒要亲自问问她是个什么感受。我的感受，我有个屁的感受。萧玉宠幸谁，与我何干？他和瑞王真是一丘之貉，自己想不到法子脱身，就拉我出来。哀家让你说，皇上宠幸后宫妃嫔，你身为皇后，为何不愿？怎敢不愿？回太皇太后，并非臣妾不愿，而是皇上他有心无力。太皇太后石化当场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孙子。皇帝，你可有让太医看过？朕的身体并无大碍，皇祖母勿忧心。皇后言过其实了。皇后，你说实话，皇帝的情况严重否？回太皇太后，皇上在喝药调理，想必很快便能重振雄风。皇祖母若无别的话要问，朕先告退。臣妾告退。让皇后滚过来。皇后就在后面。刘世良赶紧过去传话。娘娘怎么办？皇上这回肯定不会轻易消气的。皇后胡言乱语惯了，该清醒清醒了。臣妾以为皇上不愿对太皇太后妥协，按照太皇太后的要求宠幸敬贵人，情急之下便挑了个一劳永逸的说法。若是臣妾会错意，臣妾这就去向太皇太后解释清楚，说您早已痊愈。痊愈什么？我本就没病，若是现在跑回去乱说一通，只会越描越黑。行了，公分1年的处罚免了。贵人，皇后得以和皇上圆房，就是太皇太后促成的。咱这位皇上瞧着冷酷无情，其实最有孝心了。对太皇太后可谓是言听计从，他既然说定会让皇上宠幸您，肯定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。如今皇上已经去了万寿宫，说不定一会儿刘公公就会来芳菲殿传话，让贵人准备晚上侍寝了。只盼着太皇太后回宫享天伦之乐，莫要因为我的事弄得他老人家心烦。贵人，太皇太后最大的心愿便是慕容府能重回容妃在世时的荣耀，何况以您的才貌，若是不能得宠，真是暴殄天物了。此事急不得，如果皇上只是为了应付长辈勉强宠幸，与我何异呢？更怕适得其反，连累太皇太后也遭到皇上的厌烦抵触，那我们便失去一大仰仗了。如此说来，太皇太后帮这个忙便是倒忙了。贵人心里可有主意？花无百日红，并且南齐崇尚女子无才，仅凭着才貌抓不住男人的心，何况是见惯各样美人的一国之君。想走进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打开自己的心，接纳、包容、敏锐。姑母，现在后宫都传开了，太皇太后是回来给敬贵人撑腰的，今日还将皇上叫去万寿宫，要皇上宠幸敬贵人，就怕皇上真的会听太皇太后的话。帝后圆房那是祖宗规制，皇上推拒不得。如今这敬贵人就完全是太后的私心了，你真当皇上公私不分呐？可就怕皇上真的喜欢敬贵人，您是没瞧见，敬贵人和容妃像极了，不只是脸，言行举止都很像。过犹不及，皇上何等精明，后宫那么多与容妃相似的，他为何独宠林燕儿？还不是因为其他人刻意模仿容妃，只有林燕儿那样又不像，保持那样的分寸感，让皇上欲罢不能。秀婉，总之一句话，你记住，皇上厌恶心机深沉的女子，那些刻意使手段争宠的，绝对讨不到他的好，懂吗？